这个世界是弱者流血、强者饮血的地方。一只鹿在林间低头啃食草叶，浑然不知危险将至。约翰躲在暗处的灌木丛中，拉开弓弦，那是猎物，不要忘记你所学到的一切，保持冷静。缠绕着绷带的手指猛地发力，扣紧了弓弦，放！箭矢破空而出，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，惊起了一片飞鸟。约瑟夫愤怒地大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！”约翰蹲在灌木丛边，尴尬地笑了笑。约瑟夫指着他责备道：“我是让你去抓猎物，你为什么把弓给弄断了？”约翰看着手中的残骸，回应道：“他断得太容易了，是不是因为他太旧了？”约瑟夫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那是我才买了1个星期的新弓。”约瑟夫痛哭流涕地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从你说要无缘无故学狩猎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了，你是个贵族，为什么要坚持当猎人？你明明可以去学剑术的，学剑术不好吗？”约翰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在被雇佣之前，剑术赚不到钱，没错，就是为了钱。”约瑟夫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好吧，你说什么？”约翰走在林间小路上，没什么，别在意，走吧，我们换个地方。我需要钱，为了生存，在这个腐朽的世界里生存下去。约翰·艾茨，原名金约翰，在一场意外事故中丧生后，我转生到了另一个世界，重生为贵族的感觉并不坏，但目前我在家族继承顺位中排在最后，继承名号或财富，别想了。如果运气够好，我只希望在兄弟姐妹的权力斗争中，不至于被剥光衣服踢出门外。但最大的问题在于，约瑟夫突然伸手拦住约翰：“等等，约翰大人，那是……”黑暗的林间传出阵阵低吼，几只野狼正呲着獠牙，是一群狼。话音未落，一道寒光破空而至，野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。约翰看着远处逃窜的身影，沉默不语。我转生到的这个世界，主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中世纪时代，那是何等的残酷，甚至连死亡都无法让他们安息。约翰看着这些尸体，问道：“他们会是来自我们村庄的人吗？”约瑟夫站在一旁回应道：“很难说，没人知道。”约翰看着约瑟夫，露出一丝冷笑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在这个世界，弱者不过是强者的猎物。在这个时代，为了不沦为猎物，我需要钱。刚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我曾满心期待能觉醒什么惊人的能力。年幼的约翰跪在荒凉的土地上，我的状态蓝呢？为什么状态蓝还不弹出来？最终我明白了，这里根本没有那种东西。于是我改变了目标，那个目标就是金钱。只要有了钱，我就能离开这片领地，去做任何事。我可以成为商人，甚至是一个自由的农民。钱就是一切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把每一枚硬币都搜刮干净。约瑟夫无奈地提醒道：“约翰大人，请看这个，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药草，小恶魔草。这是一种罕见的药草，止血和提神的效果非常好。猎人们总是对这些草药了如指掌。”约翰猛地伸手将药草连根拔起，这一定很值钱。约瑟夫看着空荡荡的岩缝，陷入了沉默。约翰将药草揣进怀里，心满意足地往前走去。约瑟夫跟在后面，突然注意到地上有个东西。约翰大人，您掉东西了，那是药草袋吗？约翰停下脚步，这不是我的，一定是别人掉在这里的。约瑟夫满脸不可思议地说道：“什么？这不可能，除了我们，没人会深入到这片森林里来。”约瑟夫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难道说……不要告诉我！森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尖叫，打破了死寂。约瑟夫和约翰猛地停下动作，一个稚嫩的声音在林间回荡：“救命！救我！”有人在林中拼命奔跑，带着哭腔喊道：“有人在这里吗？”紧接着，野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，充满了令人胆寒的杀意。约瑟夫和约翰拨开灌木丛，约翰惊呼道：“那是！”不远处的树干上，一个年幼的女孩正死命抓着树枝。“救命！谁来救我！”树下围着一群饥饿的野狼，他们正疯狂地抓挠着树皮，发出阵阵低吼，试图将树上的猎物拽下来。约瑟夫看清女孩的面容后，喂，那个孩子，那是罗伯特的女儿戴尔。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出现在森林这么深的地方？狼群在树下咆哮，呲着獠牙，发出低沉的吼声。约瑟夫惊恐地大喊道：“狼太多了，我们2个应付不来的，先撤退去叫援军。”话还没说完，约翰已经冲了出去。约瑟夫愣在原地。约翰大人，太危险了，那些不是普通的狼，他们是吃人的野兽，是真正的掠食者。约翰头也不回地奔向狼群。没事的，约瑟夫，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，你趁机去救戴尔。约瑟夫呆住了，心中充满了震撼，他竟然愿意把自己当成诱饵，就为了救一个平民的孩子。约翰在奔跑中露出一丝冷笑。约翰看着眼前的狼群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就该多花点时间练习狩猎了。他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我真没意识到这里竟然是一座金矿。1、2、3、4，至少有10只狼。如果把这些皮毛全部卖掉，我就能发大财了。很好，等着我吧，我亲爱的摇钱树们。约翰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，哈呀！约瑟夫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等等，什么？约翰挥舞着手中的长剑，动作毫无章法，只是在空中胡乱的劈砍。那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剑法？狼群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从四面八方向约翰扑去。约翰挥剑乱砍，剑刃在空中划过凌乱的轨迹，却连狼的皮毛都没碰到。一只巨狼看准破绽，发出一声狂吼，猛地跃起，张开血盆大口咬住了约翰手中的长剑。金属碎裂的声音在林间回荡，那只狼竟然生生咬碎了剑刃，火星四溅。约翰看着手中只剩下一半的断剑，什么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巨狼已经扑到了面前。巨狼猛地扑向约翰，利爪撕裂空气，带起一片血红。约瑟夫惊恐地瞪大双眼。约翰大人！
与此同时，在艾茨家族领地的巴尔特罗登村，一支威严的巡视队伍正缓缓穿过村庄，艾茨家族的旗帜随风飘扬。街道两旁，衣衫褴褛的村民们瑟缩在阴影中，他们低着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。村民们在阴影中瑟缩着，看着艾茨家族的马车缓缓驶过。艾茨夫人用折扇遮住口鼻，嫌恶地看向窗外，说道：“真是一股难闻的臭味。”菲利普，艾茨骑在马上，一言不发。领主格森，艾茨仰头灌下一口烈酒，哈。还是一如既往的臭，真是个被诅咒的凄惨的乡下地方。菲利普低声说道：“父亲，非常抱歉，约翰似乎到处都找不到，真不敢相信他竟然敢在领地巡视期间缺席。要我派士兵去把那个小鬼找回来吗？”格森猛地打了一个响亮的酒嗝，别管他了，为什么要费劲去找那个蠢货？就算他死在哪个角落，像他那个卑贱的母亲一样，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格森打了个酒嗝，看向前方，在村庄入口处堆放着一座巨大的草堆。格森皱起眉头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村口会堆着这么一捆稻草？”几名村民诚惶诚恐地跪在马前，请原谅我们，领主大人，那后面是约翰大人训练留下的痕迹，因为看起来实在太扎眼了，我们才把它盖住的。格森嗤笑一声，训练？像他那种可悲的臭虫也会训练？他策马走近，伸手拨开了那层厚厚的稻草。格森的表情瞬间凝固，瞳孔猛地收缩，稻草堆后露出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。那是一排排粗壮的树干，每一根树干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深坑，那是用拳头生生砸出来的痕迹，木质纤维被狂暴的力量撕碎，凹陷处甚至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。格森失声喊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”与此同时，在幽暗的森林深处，狼群正围着倒在地上的猎物发出低吼。约翰趴在地上，几只巨狼正撕咬着他的身体，利齿刺入血肉的声音在寂静的林间清晰可闻。领头的巨狼停下动作，这个人类没有挣扎，甚至没有发出痛苦的哀鸣。巨狼死死咬住约翰的肩膀，利齿深陷血肉，却突然发觉身下的猎物纹丝不动。约翰发出一声冷笑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用剑战斗真的不适合我。他猛地发力，硬生生将咬在肩上的巨狼甩飞出去。巨狼发出一声哀鸣，在空中翻滚着坠向远处。约翰站起身，这一次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战斗。放马过来吧，我可爱的摇钱树们！在这适者生存的荒野，为了不沦为猎物，在这个时代活下去，我需要钱。狼群再次围拢过来，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。为了赚到那笔钱，我所需要的……约翰挥出重拳，那是足以超越人类极限的压倒性的力量。拳风划破空气，精准的轰击在巨狼的头颅上。约瑟夫惊恐地瞪大双眼，骨头碎裂的声音在林间炸响。巨狼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哀鸣，整个头颅在重击下瞬间崩碎。约翰的拳头在林间带起阵阵闷响，每一击都精准地轰击在狼群的要害，骨骼碎裂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他猛地伸手，五指发力，硬生生将那坚硬的颚骨捏碎。巨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，鲜血四溅，庞大的身躯在约翰手中如同玩物一般被甩向地面。约瑟夫站在远处，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之中。不，这不可能！那到底是什么力量？林间空地上横七竖八的躺满了狼尸，鲜血染红了大片土地。残存的几只狼发出惊恐的哀鸣，夹着尾巴没命地逃向森林深处。约翰站在血泊中心，哇，这些东西到底能值多少钱？约翰别无选择，只能接受这一切。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并不容易。年幼的约翰被踹倒在地上，他的哥哥们围在他身边。去死吧，你这个私生子！一个没娘的杂种也敢顶嘴！那些等级比他高的兄弟们不断折磨他，他们炫耀着自己的地位，随心所欲地辱骂并殴打他。约翰倒在草地上，他的哥哥们一边离开一边威胁道：“如果你再敢反抗，我就把你踩扁。”另一人附和着嘲笑：“我们会把你踩扁的。”约翰自然而然地开始明白这个世界是多么冷酷无情。他心想，就算我像这样被打死，也没有人会在意。他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他自己。于是他下定了决心，要在中世纪的世界生存下去。我需要什么？幸运的是，约翰拥有一个超越这个时代所有人的优势。他在前世是一名现代学生，为了就业和无数次考试，他曾没完没了地学习各种实用的知识：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运动科学、营养学，甚至还有拖业英语。正因如此，约翰的大脑中储存着中世纪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知识。他决定利用这些知识。他利用现代运动科学为自己制定了高强度的训练计划。一名老妇人走过来问道：“约翰，你为什么要吃这些被丢弃的食物？”约翰回应道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些可是超级食物。”他很清楚，这些食材是构建营养均衡饮食的完美选择。他根据现代运动科学制定了训练方案，并不断练习实战近身格斗术。就这样，约翰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无止境的训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努力不断累积。几年后，约翰已经成长为一名体格强健的青年，双拳如雨点般砸向面前巨大的岩石。沉闷的撞击声在荒野中回荡，岩石在他的重击下不断震颤，巨大的岩石应声崩裂，碎石四处飞溅。远处森林中的飞鸟被惊起，成群的掠过树梢。随着每一次训练，约翰的身体都展现出愈发压倒性的力量。他随手抓起一件衣服披在肩上，呼，现在感觉神清气爽多了。没有人知道这份力量究竟是神的恩赐，还是新的考验。时间继续流逝，约翰站在林间空地，呼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指尖还残留着战斗后的余温。环顾四周，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狼群的尸体。
约翰平静地说道：“看来这就是最后一批了。”约瑟夫抱起年幼的女孩，戴尔，你受伤了吗？谢天谢地，你平安无事。戴尔大声哭喊着回应道：“哇呀呀！”约瑟夫叔叔，约瑟夫叹了口气：“约翰大人，您刚才真是太鲁莽了。您知道那有多危险吗？但即便如此，想到您为了一个年轻的农奴，竟然毫不犹豫地冲到野兽面前。”约瑟夫神情动容地说道：“我，约瑟夫被您的英勇行为深深打动了。我代表村民们向您表示感谢。”约瑟夫看着约翰这副模样，陷入了沉默。约翰此时正拎着2只狼的尸体，哪一只卖的价格最高呢？是这一只，还是那一只？约翰回过头问道：“约瑟夫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”约瑟夫无奈地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约翰肩上扛着巨大的狼尸。总之，你的名字是戴尔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戴尔低着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多亏了您，我没事，非常感谢您。”戴尔突然猛地一颤，巨大的阴影笼罩了3人，一双血红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杀气。戴尔惊恐地捂住双眼，约翰疑惑地转过头看向身后，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魔物，它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如利剑般的獠牙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。约瑟夫惊恐地瞪大双眼，怪物，是怪物！约瑟夫抱着戴尔连连后退。约翰大人，快跑！对付那种怪物需要整支军队才行。约翰看着眼前的巨兽，我本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中世纪世界，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怪物。他嘴角微微上扬，喂，你是他们的首领吗？巨兽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愤怒的咆哮，震得周围的树木微微颤动。约翰平静地说道：“抱歉，我把你所有的部下都杀光了，因为狼皮能卖个好价钱。”巨兽被彻底激怒，双眼闪烁着血红的光芒。约翰心想，我能感觉到这家伙把我当成了猎物，但是巨兽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那声音仿佛要将空气撕裂，这根本不重要。巨兽猛地扑向前方，约翰迎着腥风冲了上去。无论你是什么东西，约翰发力一扯，伴随着骨骼碎裂的声响，他竟生生将巨兽的下巴撕裂，鲜血喷溅而出。你的皮一定能卖个更好的价钱。约翰在空中翻身，一记重拳猛然砸下，正中巨兽的头颅。他挣扎着抬起头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约翰。约翰突然惊叫道：“啊！我把皮弄坏了！”他一脸懊恼地喊道：“该死，这下价格要跌了！”巨兽被彻底激怒，他张开大口，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长啸，那咆哮声中充满了痛苦与狂暴，在森林上空久久回荡。巨兽发出的咆哮声中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力量，声波如实质般扩散开来。约翰痛苦地捂住双耳，约瑟夫紧紧抱住怀中的戴尔。约翰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，他感到大脑一阵剧痛，仿佛有无数根针在斩刺。这是什么？约翰的视线开始模糊，他感到体内的力量正在飞速流逝，我正在失去力气。约翰的身体摇晃了一下，最终支撑不住，重重地倒在地上，黑暗彻底淹没了他的意识。在寂静的森林深处，火光冲天，金属撞击的尖锐声响在战场上炸裂。2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在烈焰中激烈交锋，长剑相抵，火星四溅。紧接着，一道血红的弧光划破黑暗，沉重的头盔被生生劈开。约翰猛地坐起身，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。他环顾四周，意识逐渐回笼。约翰坐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双手捂住额头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，那只怪物呢？约翰站起身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不见了。不远处，约瑟夫和戴尔正并排躺在草地上，陷入了沉睡。约翰看着2人说道：“看来大家都平安无事。”他弯下腰，将昏迷的约瑟夫扛在肩上。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但怪物随时可能再次出现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约翰背着约瑟夫和戴尔，3人就这样重叠着在深夜的林间穿行。他有些遗憾地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真的很想要那些狼皮，算了，现在也没办法，下次应该借辆马车再来。”约翰走出森林，村子里还亮着灯，村民们是不是都在外面寻找戴尔？约翰一边走一边思忖，虽然救下戴尔并非我的本意，但或许能借此在父亲面前加点分。他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对自己大加赞赏的画面：“你竟然击败了一群狼，太了不起了！我宣布你就是我的继承人。”菲利普则哭丧着脸喊道：“父亲，我才是长子啊！”想到这里，约翰忍不住露出了期待的神情。不，这绝不可能。不过，或许他至少会把我安排禁卫队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就再也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了。约翰突然停下脚步，前方亮起了火光，一支举着火炬的骑兵队正飞驰而来。马蹄声震耳欲聋，扬起漫天尘土。约翰看着这阵仗，什么？菲利普骑在马上。约翰，艾茨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在父亲视察的日子，你竟敢擅自失踪！约翰猛地一惊，糟糕，竟然是今天！这下彻底完蛋了！一个威严而愤怒的声音在夜空中炸响：“狂妄的小鬼！”格森勒住缰绳，战马在火光中嘶鸣，沉重的铠甲靴踏在地面上。约翰放下背上的约瑟夫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父亲，我今天确实是有无法避免的情况。肃静！”格森猛地拔出腰间的巨斧，斧刃在火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寒芒，上面雕刻的繁复花纹显得格外狰狞。他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：“你竟敢无视我！我要劈开你那颗狂妄的脑袋！”约翰心中暗骂：该死，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，结果还要听这种废话，连狼皮都没弄到，生活真是艰难。不，这或许是个机会。约翰脸上露出一丝狡黠，随即换上一副急切的神情，大喊：“父亲，我绝对不是故意缺席巡查的！”他指向身后倒在地上的平民，说道：“我是为了救森林里的百姓才迟到的。”
罗伯特跑向前方大喊：“戴尔！”罗伯特抱住怀里的女孩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没事，我到处在找你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”约翰大声说道：“您看到了吗？戴尔在林子里被10几只食人狼包围了。我为了救那个孩子，奋力搏斗，最终击败了那些狼。”周围的领民们开始交头接耳，发出阵阵议论声。约翰继续慷慨陈词：“虽然我没能参加巡查，但我相信自己履行了作为骑士家族子弟的职责。所以，如果您能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一定会为了领地的安全竭尽全力。”约翰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如果您能顺便把护卫队长的位置也给我就更好了。”菲利普人咬牙切齿地看着约翰，发出一声闷哼。约翰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：“太棒了，这简直是完美的自我公关。如果我是面试官，肯定会当场录用自己。”格森止住笑声：“原来是这样吗？我亲爱的未来护卫队长。但是那些狼在哪呢？你不会以为没有证据，我就会相信你的鬼话吧？”约翰愣在原地，冷汗顺着脸颊流下。该死！约翰急忙辩解道：“我没有撒谎，我甚至还遇到了那只巨大的黑狼。”周围的领民们露出惊恐的神色。肃静！格森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：“你竟敢对我撒谎！我要撕烂你那张臭嘴！”约翰看向格森问道：“你是想决斗吗？好吧，我会证明我的实力。”约翰叹了口气，虽然我不喜欢他，但他毕竟是我父亲，这也是我不想和他动手的原因。但现在看来我别无选择。格森露出狰狞的笑容说道：“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。”格森举起手中的重型武器大喊：“拔出你的剑，我们只用武器来一场决斗！”约翰愣在原地，只用武器？约翰瞪大眼睛：“你这混蛋，你根本就没教过我怎么用武器啊！”格森站在空地中央大喊：“拔出你的剑！”约翰！约翰刚要回应，好，他拔出腰间的佩剑，却发现手中只剩下一截断裂的残刃。约翰看着断剑愣住，啊！格森看着那柄废铁骂道：“你这个废物！”菲利普，把你的剑借给他。站在一旁的菲利普回应道：“好，好的。”菲利普走上前，将自己的剑递给约翰，并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约翰，现在求饶还不晚，那是你唯一能活着离开这里的办法。”约翰看着菲利普，求饶？我根本没做错任何事，男人绝不逃跑。约翰推开菲利普说道：“让开！”菲利普担忧地看着他。约翰，约翰挥动长剑，我希望能在这次决斗中学到点什么。格森发出一声冷哼，调整了一下头盔。约翰握紧长剑，这样也好，只要向这里的人展示我的实力，就连他也必须认可我，我会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格森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脸上写满了惊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种怪物般的恐怖气息是怎么回事？约翰挥剑斩向格森，剑刃与巨斧在空中猛烈撞击，火星四溅。长剑在剧烈的冲击下瞬间崩碎，碎片划过约翰的脸颊，留下一道血痕。约翰发出一声闷哼，重重地摔倒在草地上。格森咬牙切齿地低吼：“你！”格森高举巨斧：“你这个寄生虫！”巨斧带着破空声劈砍而下。约翰发出一声惊呼，围观的领民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。领主大人是认真的，他真的打算杀了约翰。格森挥舞着武器大吼：“你竟敢侮辱我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叫你剑术吗？因为无论你怎么努力，你终究只是个没用的废物。无论你如何尝试，你永远无法超越我。这片领地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夺走它。”格森双眼布满血丝：“不是你，不是皇帝，不是任何人。”约翰看着发疯的格森，这家伙到底怎么了？是因为喝多了酒彻底疯了吗？不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约翰咬紧牙关：“我看不清了，血流进了眼睛里。”菲利普惊恐的大喊：“约翰！”约翰发出一声怒吼：“什么？”围观的领民们被这一幕吓得面无人色，老者紧紧护住怀里的女孩，所有人都在惊叫中屏住了呼吸。巨斧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劈下，约翰在千钧一发之际抬起断剑抵挡，他咬紧牙关，拼尽全力阻止利刃继续下压。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，断剑彻底崩毁，碎片四散飞溅。约翰眼神中充满了不甘：“我输了。”约翰脱力的跪倒在地上，他低着头。格森俯视着跪在地上的约翰，说道：“认清你的身份，如果让我再见到你，我真的会砸烂你的脑袋。”格森转身离去，约翰独自跪在空地中央，低着头。围观的领民们看着约翰的身影：“约翰大人，格森大人，真是太过分了。”夜色渐深，远处的钟楼在月光下静静伫立，领地重新陷入了压抑的沉默之中。约翰说道：“瓦尔伯格神父，如果有人听到我们说话怎么办？”瓦尔伯格挥着手回应道：“我不在乎，我是从梵蒂冈来的，我不需要在乎这些。一名骑士应该拥有荣誉，他怎么能那样对待自己的儿子？这简直太荒谬了！他竟然穿着全套铠甲，他一定是喝多了酒，彻底疯了。”约翰坐在长凳上：“我没事，至少我还活着。”约翰沉默下来：“这就是现实吗？我从未学过如何用剑，但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无力。”瓦尔伯格走到桌边，一边整理东西，一边安慰道：“格森爵士毕竟身经百战，他继承了家族的记忆，拥有丰富的经验，你输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。”瓦尔伯格继续说道：“我听说隔壁领地的布里茨爵士曾独自一人杀死了300名农奴兵。”约翰露出震惊的神情：“一个人？这太惊人了！”约翰靠在椅背上感叹道：“啊，看来技术真的很重要。我之前击退了那只巨大的黑狼，还以为能轻松打败我那个酒鬼老爹呢。”瓦尔伯格猛地停下动作，转过头看向约翰。瓦尔伯格冲到约翰面前：“约翰大人，那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在森林里看到了黑狼？”约翰被吓了一跳：“是的，约瑟夫和戴尔也看到了。”瓦尔伯格松开手：“哦，亲爱的上帝！”约翰一脸困惑地看着神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那只狼怎么了？”
瓦尔伯格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重的古籍。约翰大人，自古以来，黑狼一直被视为禁忌，祭司们称他们为死亡的预兆。根据流传百年的传说，黑狼伴随着死亡与鲜血降临。约翰看着书中的内容，陷入了沉默。约翰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我不相信这些东西。不过，也许那只黑狼确实预示了我与父亲的这场决斗。”瓦尔伯格回应道：“也许吧。”瓦尔伯格露出温和的笑容，说道：“但别担心，关于黑狼的传说终究只是传说。也许上帝正在保佑着你，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。你总是先为他人着想。”约翰听后愣了一下：“我吗？我只是想要钱而已。”夜幕笼罩着整片领地，圆月高悬。与此同时，在靠近艾茨领地的布里茨男爵里，火光冲天，惨叫声划破了黑夜。“救命！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”利刃入肉的声音不断响起，鲜血在火光中飞溅。女人紧紧搂住怀里的孩子：“求求你！”一道寒光闪过，利刃无情地落下，鲜血溅满了幕墙，尖叫声戛然而止。一只满是血污的手无力地垂在泥地上，彻底失去了生机。一名士兵语气平淡地问道：“为什么他们总想着逃跑？”另一名士兵冷笑着回应道：“对吧？反正横竖都是死。不过这确实挺残酷的，杀光领地里的每一个人，还要烧掉所有的尸体。”士兵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谁在乎呢？我们只是在完成工作。”另一名士兵回应道：“然后拿走属于我们的金币。”火光映照着堆积如山的尸体，佣兵们正忙着将残骸投入烈火之中。一名部下跪在地上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卡拉马夫大人，佣兵们已经完成了清理工作。”他双手呈上一枚戒指，继续说道：“这是布里茨家族的印章戒指。”卡拉马夫伸出厚重的铠甲手掌，接过那枚沾染着血迹的戒指，他猛地攥紧拳头。卡拉马夫看着眼前的废墟，低声呢喃：“布里茨，我曾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，因为听说他曾独自杀死了300名农奴兵，但他在我面前甚至没能撑过2招，他根本不配被称为我的对手。我，卡拉马夫，神圣帝国的利剑，皇帝陛下的代理人，印章的回收者。”他拔出长剑：“我在此宣誓，将遵照陛下的旨意，惩治所有腐败的贵族。”卡拉马夫站起身：“凡是追随皇帝陛下的人，都将获得无尽的金钱与荣耀。”卡拉马夫站在烈焰之中，大吼：“杀光他们，抢走一切，然后把这里付之一炬！出发！”成群的士兵从阴影中涌出，他们双眼闪烁着红光。下一个目标就是艾茨领地。黑暗中传来金属碰撞的轰鸣，火星四溅，爆发出耀眼的火光。约翰发出一声低吼，双眼透出红光，剑刃在摩擦中发出刺耳的尖啸。双方在火光中僵持不下，剑刃交错，火星在黑暗中迸溅，金属撞击声响彻四周。约翰的头盔被巨大的冲击力击飞，在地上翻滚了几圈，最后停在石砖地面上。约翰倒在地上，脸上沾满了血迹和污渍，他猛地睁大双眼，死死盯着前方。约翰尖叫着从床上坐起，浑身被汗水浸透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。约翰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是一个梦吗？他捂住额头，自从见到了那只黑狼，同样的噩梦已经连续缠绕了他好几天。黑暗中浮现出一只巨大的黑狼，露出锋利的獠牙。瓦尔伯格看向约翰说道：“约翰大人，自古以来，黑狼就被视为不幸的征兆。那种生物的存在本身就是凶兆，它会四处散播鲜血，给他人带来死亡。在祭司之间，它甚至被称为死亡的征兆。”约翰捂着额头，闭上双眼，试图摆脱这些令人不安的话语。他突然大笑起来：“呸！迷信，这只是迷信而已。祭司也说过，这只是传说里的故事。我又没对那只黑狼做过什么坏事。”记忆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，一块巨大的岩石击中了黑狼的头部，发出了沉重的撞击声。约翰的笑容僵住了。啊！我确实朝他扔了一块石头，而且是一块非常大的石头。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管他呢，该发生的总会发生，别想这些没用的了，该去训练了。夕阳西下，山坡上的树林传出沉闷的撞击声。约翰赤裸着上身，正对着粗壮的树干挥拳。喂，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他的哥哥们嘲讽道：“你已经忘了父亲说过的话了吗？他说过，如果你不想死，就别让自己表现得那么显眼。”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就算被我们打得半死，你还是会像狗一样爬出来装模作样吗？除了乱吠，你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吧？约翰沉默地看着他们。他的哥哥们嘲笑道：“你觉得整天在这里劈柴就能变强吗？你觉得打断一根木头很了不起？那不过是卑微的小把戏。像你这种出身低贱的人，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力量？什么守卫军？别做梦了，白痴！父亲绝对不会任命你这种垃圾。如果他真的要用你，那一定是想敲碎你的脑袋去喂猪。”约翰没有回应，转过身，缠着绷带的手轻轻抵住树干。约翰猛地挥出一拳，拳头重重地砸在树干上，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，整棵大树瞬间崩裂，木屑与碎石四处飞溅。他的哥哥们惊恐地瞪大双眼，下巴几乎掉到地上。大树在约翰的重击下彻底折断，沉重地倒在地上，激起漫天尘土。约翰转过身：“哦，兄弟们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过来一点，再说一遍。”他的哥哥们吓得连连后退。“不用了，我们为什么要过去？你等着，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父亲的。”两人头也不回地向远处逃窜。约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真是可怜的白痴，他们怎么能活得这么没脑子？他们真该考虑一下怎么谋生了，怎么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未来呢？”约翰整理着手上的绷带，算了，没必要担心别人，该继续训练了。菲利普走上山坡说道：“他们说的是真的，父亲确实没有任命你担任任何职位的打算。”约翰停下动作。菲利普，哼，我早就料到了，不过考虑到他还没杀了我，我想情况还不算太糟。
菲利普看着约翰的背影问道：“你不感到失望吗？”约翰继续对着树干挥拳：“事实就是如此，我得另寻出路谋生了。”菲利普沉默片刻说道：“父亲在恐惧你。”约翰的手停在半空，抵住粗糙的树皮。菲利普注视着约翰，约翰没有回头。菲利普看着那棵断裂的树干，说道：“约翰，你确实很强，这种力量对他来说是一种威胁。父亲想要的是像我这样听话的孩子，但你不同，你坚持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。父亲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的力量会夺走他的一切，就像他当年推翻祖父，夺取统治权一样。”约翰沉默片刻，脸上露出无奈的笑意：“真是胡说八道。”菲利普转过身招了招手，把那个拿过来。老者拎着一个沉重的布袋走上前：“是的，菲利普大人。”老者打开布袋，约翰看向袋子里的东西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一件普通的罩衫，一把来历不明的长剑，一直存放在城堡的某个角落。菲利普指着地上的装备，说道：“还有一套备用的胸甲，仅此而已。这些就是你渴望已久的东西，不是吗？”约翰，我并不像父亲那样，我还没蠢到会去抛弃一个有能力的人。约翰沉默地听着，目光在夕阳下显得有些深沉。菲利普继续说道：“所以，当我将来成为领主的时候，我会任命你为爱茨威队的队长。在那之前，不要荒废了你的训练。”菲利普转身离去。还有，请不要再到处惹麻烦了。约翰对着他的背影大声反驳道：“我从来没有主动惹过麻烦。”菲利普背对着约翰挥了挥手，夕阳将山坡染成一片金红。菲利普带着随从远去，只留下约翰独自站在草地上。约翰低头看向地上的装备，这副盔甲和我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。如果我穿上这身衣服，我会像梦里那样死掉吗？梦境中惨烈的画面再次闪过，鲜血横飞。约翰站在晚霞中，但是不知为何，我觉得自己能够克服它，虽然没有任何证据。约翰抓起地上的胸甲，他将盔甲穿在身上，仔细扣好皮带。无论如何，如果想要赢，我必须拥有这些装备。约翰穿戴整齐，胸甲在夕阳下闪烁，他腰悬长剑，披风在风中猎猎作响。远处的山峦吞没了最后一抹余晖。夜幕降临，村庄的酒馆里灯火通明，喧闹声此起彼伏，酒杯碰撞的清脆声伴随着豪迈的大笑。不可能，别瞎编了！另一名酒客举着酒杯，大声回应道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约翰大人独自杀死了50只狼，但他连一块皮毛都没带回来，因为他觉得真正的骑士不该贪图钱财。当时戴尔和约瑟夫命悬一线，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约翰大人拔剑而起。他真是又正直又纯洁，难道不是真正骑士的典范吗？约翰大人比格森领主更有骑士风范，那个只知道喝酒追女人的蠢猪，真希望他早点死掉。他喝的酒多得能淹死一头牛。”另一名酒客大笑着说道：“约翰大人那天就该砍下格森的脑袋，他绝对是手下留情了。就算格森是他父亲又怎么样？”一名神秘人坐在桌边，沉默地听着这些对话。罗伯特猛地拍响桌子：“嘿，今天所有的酒都算我的，大家尽情喝吧。”神秘人低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罗伯特举起酒杯：“因为约翰大人救了我的女儿戴尔。”酒馆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尽正直的骑士，约翰大人。坐在旁边的酒客转过头，顺便问一下：“你是谁？我好像以前从没在这里见过你。”神秘人发出一声低沉的冷笑：“你们竟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外乡人面前如此肆无忌惮地辱骂领主，看来这里的村民真是什么都不怕。”酒客们愣住了，原本喧闹的气氛瞬间凝固。什么？神秘人缓缓抬起头，兜帽深处闪过一道诡异的红光，嘴角勾起一抹令人胆寒的弧度。“我觉得你们讲的故事非常有趣，告诉我更多。”酒客们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压迫感震慑，僵在座位上动弹不得。神秘人低声命令道：“关于约翰的事情，全部告诉我。”夜色笼罩了整座村庄，远处的城堡在月光下显得阴森而寂静。约翰披着斗篷走在空旷的街道上，步履轻快地消失在夜色深处。菲利普会在继任领主后任命我为卫队长，他心中暗自感慨：我的康庄大道终于要开启了。菲利普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靠得住。约翰正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中，突然看向前方，在昏暗的街道尽头，一个披着斗篷的身影正瘫坐在路边。那是谁？看起来像个醉汉。未来的卫队长可不能对露宿街头的醉酒公民视而不见。他快步走上前去：“先生，先生，睡在这里会感冒的。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吧。”对方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沉默地低着头。约翰凑近了一些，一股莫名的寒意突然袭来。这是什么？好冷的感觉。一道寒光在黑暗中闪过，正以惊人的速度划破空气，刀尖几乎贴着他的喉咙掠过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在心中惊呼，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。夜色笼罩着寂静的村庄，约翰被利刃抵住喉咙，他发出一声闷哼。约翰看着眼前的袭击者，他是谁？难道是格森派来的刺客？不，如果是格森，他会亲自来杀我。约翰继续思索，那么是那位夫人吗？不，绝不可能。菲利普也不会做这种事。约翰咬紧牙关，该死，我甚至猜不出是谁派他来的。约翰盯着那柄冰冷的短剑，问道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是为了钱吗？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，所以放我走吧。”隐藏在兜帽下的凯加尔冷冷地回应道：“如果是钱，我有的是。”约翰感到一阵惊愕，目标竟然不是钱，那他到底想要什么？凯加尔低声念出他的名字：“约翰·艾茨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的回答不能让我满意，我会在这里割断你的喉咙。”约翰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恐惧，突然要问问题，回答错误就会杀了我，这家伙疯了吗？约翰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振作一点。约翰，你可是曾经闯进过大企业第2轮面试的人，
虽然在第3轮失败了，我必须完美的回答他的问题，然后活下去。凯加尔在阴影中低声说道：“开始吧，来吧。”凯加尔审视着约翰：“你的身体素质不错，真让人难以相信你是那头猪的儿子。”凯加尔盯着约翰问道：“你真的是格森的儿子吗？”约翰愣住了，他掌控着我的性命，问的竟然是这种问题。约翰感到一阵焦躁，该死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沉默片刻后，约翰开口说道：“有时候，猪的血脉里也能诞生狮子。”凯加尔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隐没在兜帽的阴影中。约翰心中充满了不安，为什么他没有反应？难道我回答错了吗？凯加尔爆发出一阵狂笑，约翰看着眼前狂笑的男人，感到一阵莫名的惊愕。凯加尔止住笑声说道：“我很中意。”约翰松了一口气，既然如此，请放开我。不，凯加尔打断了他的话。约翰，艾茨。凯加尔盯着他，从现在起，你属于我了。约翰愣在原地，什么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男人就是凯加尔，他是帝国最顶尖的刺客，也是内索斯公会的毒术大师。在无数次的暗杀行动中，他将自己的剑术磨练至完美的境地。由于他的身法如同毒蛇般诡谲，世人称他为毒蛇。然而，即便是这样的强者，也有自己的烦恼。他始终无法找到一个能够继承其剑术的传人。他在各处搜寻，甚至在刺客公会内部不断筛选，但令人失望的是，他找到的竟是些无法继承他衣钵的废物。虽然有少数人展现出了潜力，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。凯加尔单手拎起男人：“你想让我学习刺客的技巧吗？”男人愤怒地吼道：“我宁愿死在这里，也绝不会去玷污我的荣誉。”凯加尔挥动利刃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随你的便吧。”超过30名名门望族的继承人死在凯加尔手中，他们全都为了所谓的荣誉选择了死亡。随着寻找继承人的过程变得愈发急躁，凯加尔动身前往拜访帝国的女巫。女巫发出一阵阴森的笑声：“毒蛇凯加尔，那个赐予所有人安详死亡的男人，你要找的弟子就在艾茨城，那个被世人遗忘的偏僻领地。他是那个好色酒鬼领主的儿子之一。”凯加尔坐在桌前：“艾茨城，那个穷乡僻壤，你是说我的继承人就在那种地方？一枚金币就能买下那里一半的土地？”女巫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：“如果我的预言让你不悦，我会把钱退给你。”凯加尔看着桌上的金币说道：“谁知道拿走女巫的钱会招来什么诅咒？好吧，我就信你一次。”凯加尔想要相信他，为了寻找继承人，他已经浪费了太多岁月，如今他已没有时间可以继续挥霍。然而，即便他踏入了艾茨领地，怀疑依然如影随形。那个真正有资格成为我继承人的人，真的存在于这种地方吗？如果我不中意那个小鬼，我会当场杀了他。凯加尔站在约翰面前说道：“我的名字是凯加尔，内索斯公会的会长。我没有时间可以继续浪费了，你将成为我的继承人。做出选择吧，是死在我的手里，还是学习我的剑术？这是你仅有的2条路。”约翰愣在原地，怎么会？什么？凯加尔问道。约翰抬起头，大声问道：“要付多少钱才能学习你的剑术？”凯加尔额头青筋暴起：“我不收钱。”约翰感到难以置信，他要亲自教我剑术，一位拥有惊人实力的公会会长，而且还是免费的，这哪里是倒霉，简直是中了头彩。约翰猛地抓住凯加尔的肩膀，大声喊道：“师傅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这辈子都在等像你这样的人出现。”凯加尔陷入了沉默，他看着眼前这个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的少年。凯加尔低声提醒道：“我的剑术是属于刺客的，仅仅是学习它，就会让你背负污名，成为任何骑士家族的耻辱。你可能会被世人鄙视1倍。”约翰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荣誉或耻辱，请交给我吧，我求你了。”凯加尔沉默良久，说道：“好吧。”他心中暗自感叹，这种小鬼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约翰凑到凯加尔身边，问道：“那个师傅，你刚才说你有很多钱，如果我学得好，你会给我零花钱吗？我现在正是急需用钱的年纪啊。”凯加尔盯着约翰，这个小鬼真是个异类。艾茨城内，格森奇在马上说道：“巡视结束了，我要出去一段时间。”菲利普站在城门前回应道：“一路平安，我会看守好城堡的。”菲利普看着戈森远去的背影，艾茨夫人用折扇遮住脸庞，两人目光交汇，空气中仿佛有火花迸现。艾茨夫人发出一声冷哼：“无论你如何挣扎，这座城堡终将属于我。”菲利普不屑地回应道：“简直是一派胡言！这座城堡的下一任领主，除了我菲利普、艾茨之外，不会有别人。”格森奇在马上听着两人的争执，我已经厌倦了你们2个，每天都在没完没了的争吵，随你们便吧。菲利普追上前去喊道：“父亲，约翰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格森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愤怒地吼道：“菲利普，不要为了那个小鬼浪费我的时间，那个弱小家伙的死活与我无关。”菲利普低下头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非常抱歉，父亲。”菲利普看着戈森离去的方向，约翰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，在做些什么？与此同时，在艾茨城附近的森林里，圆月高悬，凯加尔看着眼前的少年说道：“我得先看看你的实力如何。”约翰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那个师傅，能借我一把剑吗？我经常弄坏他们。”凯加尔递出一把长剑说道：“拿去吧。”约翰接过长剑回应道：“谢谢师傅。”凯加尔盯着约翰，经常弄坏剑，这小鬼真是个鲁莽的家伙，他身上简直没有一点让我满意的地方，也许我现在就该杀了他。凯加尔问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约翰双手握紧长剑：“是的。”凯加尔看着约翰的架势，他真的是骑士家族的后代吗？那到底是什么姿势？凯加尔叹了口气，看来这家伙也得死在这里。约翰看向凯加尔问道：“那个师傅，我必须使用剑术吗？还是可以用我喜欢的方式战斗？”凯加尔回应道：“随你便，无论是用拳头、
石头还是刀刃，什么都行，这并不重要。约翰露出一抹笑意，既然如此，我要开始了。他反手握住剑柄，将全身的力量汇聚在手臂之上。约翰猛地挥剑劈下，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，那柄长剑竟然无法承受这股恐怖的力量，瞬间崩碎成无数残片。凯加尔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在那一刻，凯加尔意识到他之前所有的怀疑全都是多余的。破碎的剑尖在月光下闪烁，缓缓坠落在地。凯加尔看着眼前的少年，这个小鬼，他强的简直像个怪物。碎裂的残片在月光下飞溅。约翰挥拳击出，强劲的冲击波瞬间扩散。凯加尔心中惊骇不已，仅仅是一拳的余波就如此恐怖，如果被那一拳击中，骨头会碎裂，肌肉也会彻底断裂。凯加尔死死盯着约翰，感觉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人类，而是一头凶猛的狮子。约翰发出一声怒吼，再次挥动缠绕着绷带的重拳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没有退缩。凯加尔挥动长剑斩下，剑气纵横而过。约翰惊愕地看着那诡异的轨迹，那是什么动作？他从哪里攻过来的？上面、下面，还是上面和下面同时？劲风呼啸而至，重击精准地落在约翰格挡的手臂上，火花在碰撞中四溅，巨大的冲击力将约翰整个人掀飞。约翰重重地摔在草地上，滑行出一段距离才停下。凯加尔站在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倒地的约翰，即便只是用刀被砍下去，他竟然也没有晕过去吗？真是个了不起的小鬼！如果你早出生1000年，肯定会被誉为传说中的英雄。约翰愣在原地，谢谢您的夸奖，师傅。凯加尔话锋一转，但是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照这样下去，你必死无疑。约翰愣在原地，什么？必死无疑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凯加尔俯视着约翰说道：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，那股力量最终会杀掉你。”约翰站起身反驳道：“哦，别开玩笑了，我又不是在打自己，我还没那么蠢。”凯加尔没有回应，只是伸手摸向腰间，他从斗篷下亮出了数把短剑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就再攻过来试试。如果你这次能折断我的剑，而不是折断你自己的。凯加尔拔出短剑指向约翰：“我就给你。”凯加尔看着约翰说道：“我就给你你最喜欢的金币。”约翰双眼放光，金币！约翰大喊着冲向凯加尔：“你一定要遵守诺言！”约翰挥剑斩下，剑刃在空中划出一道蓝色的弧光。凯加尔站在原地，在剑锋落下的瞬间侧身闪避。约翰发出一声闷哼，身体在冲击下失去平衡，脚步踉跄地向后退去。约翰稳住身形，这种感觉，该死，这简直就像当初和父亲战斗时一样。凯加尔收起短剑说道：“你已经看到了，你是被自己的力量击败的，学会克制你的力量，约翰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”约翰伸手触碰那枚碎片，问道：“你是故意把碎片留在我心脏附近的吗？”凯加尔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没错，对于精通剑术的人来说，控制这种事易如反掌。”约翰沉默了片刻，我明白了，我必须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。如果我想活下去的话，就必须做到这一点。毕竟我的目标是成为爱茨城卫队的队长，公务员才是最棒的职业。凯加尔继续说道：“一旦克制力量成为你的本能，你就能做到这种事。”突然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凯加尔拔剑挥斩，动作快得让人无法捕捉。约翰惊恐地瞪大眼睛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金属碎裂的声音便在耳边炸响。他头盔上的面罩竟被瞬间切开，断裂的金属片飞溅而出。约翰彻底僵在原地，他竟然用剑鞘切开了盔甲。凯加尔握着剑鞘说道：“看好了，约翰，如果你能将力量运用得足够锐利，即便是剑鞘这种钝器，也能切开一切。一旦你能妥善掌控那股巨大的力量，我简直无法想象你会变得多强。”约翰愣在原地，额头渗出冷汗。凯加尔收敛了笑意说道：“实力测试到此为止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进行真正的训练，那会是非常严酷的训练，你甚至可能会面临死亡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约翰眼神变得坚定：“是的，师傅。”远处的山谷中，一座古老的石质要塞静静伫立在森林环抱之中，周围的士兵正在忙碌地搬运物资。约翰捂着红肿的脸颊，头上顶着几个大包，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个沙袋，这真的太难了。脑海中浮现出刚才被单方面蹂躏的画面，约翰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不断发出惨叫。我明明只要做到不弄断自己的剑就行了，真的有那么难吗？约翰突然停下动作，那是精灵。城堡大门前站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。约翰走上前问道：“那个，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站在城堡门口？”一名精灵士兵不耐烦地推开约翰：“你看不出来这里是禁区吗？你没必要知道我们是谁，现在赶紧滚开！”约翰愤怒地指着对方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居然叫我滚开！”领头的士兵露出一丝狰狞的冷笑：“你问我们是谁？我们是皇帝的直属佣兵团阿基坦之狼。”约翰愣在原地：“佣兵团？我正好需要一些就业信息。”约翰瞬间换了一副面孔，双手合十：“哦，你们是佣兵啊？待遇怎么样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守卫队长。”佣兵们听后爆发出一阵狂笑：“怎么？你也想当佣兵吗？小子，我们的薪水能让守卫队长的收入看起来像个笑话，出一趟任务就能拿到2枚金币。”佣兵首领打量着约翰说道：“你看起来块头挺大，但这只会让你成为刀剑和剑士更容易命中的目标，真正重要的是技术。”约翰连连点头：“您说的太对了。”约翰的眼睛瞬间变成了金币的形状，2枚金币，那是我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巨款，这份薪水远超守卫队长的收入，我是不是该改变计划，干脆去当个佣兵算了？
就在这时，一阵沉重的金属碰撞声传来，原本喧闹的佣兵们瞬间安静下来。卡拉马夫身披厚重的金色盔甲，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般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约翰瞳孔因极度的恐惧而颤栗，约翰的手指死死扣住剑柄。就在他即将拔剑的瞬间，数道冰冷的剑锋破空而至，精准地抵住了他的咽喉和身体各处要害。约翰在心中惊恐地自问：为什么？我刚才为什么想要拔剑？佣兵首领愤怒地咆哮道：你这个无礼的小鬼，你竟敢对卡拉马夫大人拔剑！我现在就砍下你的脑袋！就在气氛紧绷到极点时，一只覆盖着金色甲胄的巨手缓缓抬起。够了！卡拉马夫骑在披甲战马上，如同一尊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战神。卡拉马夫问道：你是谁？约翰在数把剑锋的包围下冷汗直流。您好，大人，我是艾茨家族的约翰。卡拉马夫扣住头盔边缘，伴随着沉重的金属摩擦声，他缓缓摘下了那顶威严的头盔。身为皇帝直属的帝国禁卫骑士，卡拉马夫俯视着眼前的年轻人。约翰僵在原地，在心中惊恐的自语：我竟然在无意识中想要拔剑，这种感觉，哪怕是面对黑狼，或者是面对那个想要杀掉我的父亲和师傅时，我也从未感受过如此恐怖的气息。那种压迫感仿佛要将他的身体彻底撕碎，让他觉得自己正站在死亡的边缘，就像一只弱小的兔子，正无力地瘫坐在巨大的掠食者面前。约翰大口喘着粗气，泪水与汗水混杂在一起。卡拉马夫俯视着眼前的年轻人，说道：让开，你挡路了！约翰僵在原地，冷汗不断从额头渗出，那种窒息般的压迫感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一只手突然拍在约翰的肩膀上，约翰猛地一惊，佣兵们发出一阵哄笑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抖得像片叶子一样，下次小心点，小贵族。虽然我怀疑你是否还有下次。夜莺走到卡拉马夫身边问道：卡拉马夫大人，请问就这样放过那个无礼的小鬼，真的好吗？卡拉马夫看向远方回应道：我不想在这么好的日子里大闹一场，至少现在是这样。约翰沉默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支远去的队伍。皇帝直属的帝国骑士，为什么那种大人物会来到这种偏僻的小村庄？菲利普惊呼道：什么？卡拉马夫大人在这里？为什么像他这样尊贵的人会来这种地方？菲利普奔跑在走廊上，来到大厅前。菲利普气喘吁吁地喊道：日安，我是菲利普，艾茨家族的继承人。卡拉马夫大人，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了？艾茨夫人看着眼前的卡拉马夫说道：哦天啊，卡拉马夫大人真是百年一遇的美男子啊！这是约翰，他将来会成为真正的领主。艾茨夫人掩面笑道：如果早知道会有这么出色的人出现，我就晚点结婚了。我们要进去吗？卡拉马夫大人，艾茨夫人在后面喊道：请等一下，卡拉马夫大人，您在听我说话吗？卡拉马夫坐上大厅的主位，按着长剑问道：格森在哪里？菲利普走上前说道：卡拉马夫大人，无论您多么卓越，直呼格森大人的名字也是不礼貌的。艾茨夫人打断道：不，他是帝国的顶级骑士，怎么称呼格森大人都不是问题。我作为这里的女主人，会负责接待您的，没有异议吧？菲利普看着艾茨夫人，心想真是狡猾，他想趁机寻找任何机会，好让约翰成为继承人。卡拉马夫猛地按住剑柄，肃静！卡拉马夫闭上眼，所有人都给我离开，不要再废话了，去把酒拿来，我会留在这座城堡里，直到格森出现为止。夜幕降临，圆月高悬在森林上空，约翰正挥动长剑与凯加尔激烈交锋。凯加尔大声呵斥道：你为什么不能集中注意力？约翰被这股气势震慑，约翰挥剑格挡，火花四溅。凯加尔的剑势极快，约翰躲闪不及，闷哼一声，颈部被划出一道血痕。凯加尔收起武器说道：如果刚才那把剑上有毒，你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不集中精神？约翰低下头回应道：那个最近有皇帝的骑士来到了村子里，这里是艾茨家族的领地，即便对方是帝国骑士，封锁城门并控制出入也太没道理了，我感觉有些不对劲。凯加尔看着约翰问道：即便觉得可疑，你又能做什么？帝国骑士卡拉马夫，他是大陆最强的战士，也是帝国的核心战力，甚至他穿的盔甲都是传说级别的。约翰看着凯加尔问道：比老师还要强吗？凯加尔沉默了片刻，凯加尔看着约翰说道：如果我必须面对卡拉马夫，我会头也不回的逃跑。凯加尔挥剑重击，约翰发出一声闷哼，身体失去平衡。凯加尔呵斥道：不打一场，怎么知道谁高谁低？安静，认清你的极限。现在的你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力量，一个连剑术基础都还没搞清楚的混蛋能做什么？约翰低下头：我会做到的。约翰拔出长剑，剑身在月光下闪过寒芒。凯加尔发出一声冷笑：好，来吧。两人在林间空地再次碰撞，剑刃交击，迸发出剧烈的火光。凯加尔再次挥剑，再来。凯加尔挥动重剑，再次击退约翰，再来。凯加尔咆哮着，再来。约翰在狂暴的攻势下寻找平衡。为什么？约翰看着凯加尔手中的武器，那甚至不是剑，只是剑鞘而已。为什么我砍不动他？是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约翰感受着剑身的震动，力量的流动，不是盲目的挥剑，而是引导力量的流动，并将其集中在剑尖。约翰挥剑劈下，逐渐领悟了操控力量的真意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至今为止所学到的一切。凯加尔看着眼前的变化，心想：太惊人了！原本沉闷的剑鸣声正在变得清亮锐利，两柄武器在空中剧烈碰撞，火花四溅，金属撞击声响彻林间。约翰连续发动猛攻，剑气纵横交错，在黑暗中画出耀眼的弧光。
约翰调整呼吸，双手死死握住剑柄。如果力量运用得当，约翰眼中闪过一道寒芒。凯加尔看着逼近的剑锋，神情变得无比凝重。这太危险了！约翰挥剑斩下，直冲向凯加尔。凯加尔大惊失色，低头看向手中的武器，他那坚硬无比的剑鞘竟然被整齐的切断了。约翰看着断裂的剑鞘，兴奋地大喊道：“斩断了！我做到了！我终于明白了，刚才那下根本不算什么。”约翰吹着口哨，显得意气风发。凯加尔看着手中的断鞘，心想：那一定只是个巧合。凯加尔开口喊道：“约翰！”约翰转过头回应道：“在。”凯加尔缓缓拔出腰间的长剑，这一次我不会再留情了，再次向我攻过来。约翰眼神瞬间变得凌厉，周身涌动起紫色的能量，张开獠牙扑向前方。凯加尔在烟尘中举剑抵挡，约翰高举长剑，欢呼道：“胜利！又是胜利！”凯加尔看着约翰挥剑的身影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我明明只教过他如何控制力量，但他竟然已经能自由运用幻影剑技蛇之蛇了。仅仅是看了一眼，他就完全吸收了我的技巧，甚至他的剑招比我的还要完美。凯加尔跌坐在地上，身边的断剑散落一地。作为一名老牌暗杀者的直觉在告诉他，现在的约翰，除非运气站在自己这一边，否则已经成了他无法战胜的对象。作为帝国最强暗杀工会内索斯之毒的首领，真是个荒唐的小鬼。约翰兴奋地大喊道：“我学会新招式了！”凯加尔看着约翰说道：“约翰，对你的指导到此为止了。”圆月依旧挂在林梢。凯加尔继续说道：“日出之时，我就会离开。”约翰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我才刚对用剑有了点感觉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快离开？”凯加尔背对着约翰回应道：“在剑术方面，你已经拥有了所需的一切。”卡拉马夫转过头，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在不到1周的时间里，你已经变得比我更强了。只要我的剑术风格没有就此消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走吧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，辛苦了。约翰愣在原地。约翰看着身边的凯加尔问道：“您真的要走了吗？”凯加尔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。”约翰继续问道：“是因为您是暗杀者吗？”两人并肩坐在篝火旁，凯加尔看着跳动的火焰说道：“不，只是天性使然。”约翰沉吟片刻问道：“师傅，您知道红运吗？”凯加尔转过头看向约翰：“红运？你是说那些黑狼？”约翰点头应道：“是的，最近在遇到他之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的头被砍了下来。当他第一次瞄准我的时候，我甚至以为师傅就是红运。”凯加尔看着约翰说道：“如果我真的杀了你，那确实是个不祥之兆。不幸的降临从来没有固定的形式。在离开之前，我再给你一些建议。首先，找一把趁手的武器，为了承受你的力量，达努斯钢制成的武器才足够。”约翰疑惑地问道：“达努斯？”凯加尔解释道：“达努斯钢，那是一种蕴含魔力的传说金属，只作为稀有遗物存在。它的制作方法早已失传，只能在古代遗迹中开采，因此达努斯制成的武器极其罕见，全世界也仅存几件。”约翰问道：“那一定很贵吧？”凯加尔回应道：“既然那么稀有，就算你攒一辈子的钱也买不到，那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。”约翰不解地问道：“那为什么要推荐达努斯呢？”凯加尔无奈地说道：“只是个建议，根据你的能力去寻找武器吧。”约翰斜眼看着他问道：“是因为你是暗杀者，所以才说话藏头露尾吗？”卡拉马夫恼火地反驳道：“不，该死的，难道每件事都得扯上？因为你是暗杀者吗？”达努斯武器有着非常显眼的外观，如果你看到有人拿着那种武器，哪怕只是远远的看到，不要回头，立刻逃跑。凯加尔看着约翰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极限，就活不了多久。”约翰回应道：“我会记住的。”凯加尔站起身，约翰看着他问道：“您现在就要走了吗？”凯加尔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约翰，深深记住这一点，不要去挑战你无法战胜的对手。如果遇到危险，就逃跑；如果必须战斗，就动用一切手段去杀掉对方。遵循这些原则，你才更有可能活下去。”凯加尔转身离去，最后留下一句话：“别死啊，约翰。”凯加尔的身影消失在森林深处。约翰看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，遇险则逃，逃不掉则杀，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。约翰握紧缠绕着绷带的拳头：“我会记住的，师傅。”与此同时，艾茨城堡，艾茨夫人站在一旁问道：“这酒合您的口味吗？”卡拉马夫放下酒杯，像腐烂的尿液一样：“够了，拿走吧。”酒杯在墙上摔得粉碎。艾茨夫人用折扇遮住脸：“这可是相当昂贵的酒，不合您的胃口吗？”卡拉马夫沉默不语。艾茨夫人继续说道：“这可难办了，比这更好的酒只在格森领主的卧室里才有。您旅途劳顿，不如去舒适的卧室休息如何？”卡拉马夫闭上眼睛，一言不发。艾茨夫人眼神中透着轻佻：“格森领主的卧室非常舒服，您不会失望的。我们可以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，您觉得呢？”卡拉马夫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“滚开！”艾茨夫人的笑容僵在脸上：“卡拉马夫大人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请允许我们尽快招待您。格森领主今晚很晚才会回来。”卡拉马夫眼中闪过一丝红光，终于，这无聊的等待结束了。他猛地伸出手，一把掐住了艾茨夫人的脖子。卡拉马夫露出残忍的笑容：“没错，让我们开始享受吧，杀戮才是我的消遣。”菲利普躲在门后，惊恐地捂住嘴巴。与此同时，约翰正走在荒野之中。约翰愣在原地。什么？火星在夜空中飞舞，木材燃烧的噼啪声不绝于耳，整座村庄被烈焰吞噬，滚滚浓烟遮蔽了月色。约翰站在高处俯瞰着这一切。为什么村庄会变成这样？格森勒住马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次庄园会冒烟？随行的侍从惊慌地回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领主大人。”
火势看起来很大，您应该立刻回去。格森咬牙，发出一声闷哼，猛地策马疾驰。格森一路狂奔，来到庄园大门前，战马嘶鸣着停下。守门的卫兵看着狼狈赶到的格森，嘲笑道：“有趣的事情都结束了，你才现身啊！你就像你的长相一样，又慢又笨，动作快点。”肥猪先生，卡拉马夫大人可不是个有耐心的人。大门在格森面前缓缓开启，格森眼中充满了愤怒。格森站在庄园的走廊上，脚下的砖石路面被鲜血染红，四周横七竖八的躺着庄园仆从的尸体，鲜血顺着砖缝流淌。格森看着地上的惨状，这是什么？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尽头响起。卡拉马夫停下脚步：“你迟到了，格森。”格森声音颤抖着问道：“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格森猛地抓起手边的长柄武器：“你以为你在干什么？”他挥舞着武器冲向卡拉马夫。卡拉马夫握紧手中的长剑，说道：“格森，你涉嫌暗杀皇帝以及叛国罪，根据陛下的法令，艾茨家族将被彻底铲除。”格森愤怒地大喊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，这根本就是一场清洗！你只是为了处决我，才给我扣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。”格森挥舞着武器冲上前去：“我绝不会让你如愿以偿！”卡拉马夫架住格森的攻击，说道：“吹响号角，收回艾茨家族的印章，肃清这片领地上的所有人，抹除这片土地。”一名士兵举起号角，沉闷而凄厉的号角声瞬间传遍了整个庄园，从地图上彻底抹除。随着命令下达，埋伏在四周的士兵们发出狂热的呐喊，如潮水般涌入庄园。他们挥舞着利刃，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，开始了一场毫无慈悲的屠杀。庄园陷入了火海，滚滚黑烟直冲云霄。瓦尔伯格跪在焦黑的土地上，双手被反绑在身后。一名士兵提着长剑走到他身后：“哈，你还真是个邪恶的混蛋啊！”士兵猛地伸手抓住瓦尔伯格的头发，要把那个肥猪的私生子藏在哪儿说出来，就有这么难吗？瓦尔伯格一言不发。士兵冷笑一声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送你去见你那最崇拜的神吧！”士兵大喊着挥下长剑：“去死吧！”一道黑影闪过，约翰出现在士兵身后，瞬间斩断了士兵的武器。瓦尔伯格惊愕地抬起头：“约翰大人！”约翰收起长剑：“瓦尔伯格神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瓦尔伯格急促地回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帝国军见人就杀。”瓦尔伯格低下头：“很有可能，格森大人也已经被杀害了。”约翰愣在原地，连父亲也……瓦尔伯格看着四周燃烧的废墟说道：“而且还不止这些，他们正在烧毁整个村庄，想要抹除这里的一切。”约翰看着漫天火光，可恶，我必须赶快回城堡去。一阵微弱的哭声从火场深处传来，约翰停下脚步。这个声音，瓦尔伯格看着约翰的背影，低声唤道：“约翰大人！”约翰快步跑向废墟：“你是戴尔吗？”约翰松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太好了，你没事。”他向孩子伸出手：“这里很危险，快到我这来。”约翰的瞳孔猛地收缩，一支箭驶破空而来，瞬间贯穿了罗伯特的胸膛，鲜血溅在戴尔惊恐的脸上。戴尔看着倒下的身影，哭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，我爸爸他……”约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男人，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在脑海中闪过。老者曾带着慈祥的笑容，抚摸着年幼孩子的头，那是庄园里最平凡也最温暖的日常。然而此刻，老者倒在尘土中，再也无法睁开眼睛。曾经和睦的一家人，如今只剩下冰冷的尸体。那些在酒馆里欢笑举杯的邻居们，此刻都横七竖八地躺在泥泞里，身上插着帝国的剑矢。约翰看着满地的鲜血，牙关紧咬。他转过身，伸手按住戴尔的肩膀：“戴尔，这里很危险，去瓦尔伯格神父那里待着。”戴尔看着约翰：“好。”约翰提着剑，迈步走向火光冲天的庄园深处。瓦尔伯格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，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”瓦尔伯格焦急地大喊：“你不能去，你必须逃走！”约翰大人。约翰停下了脚步，站在焦黑的土地上，前方的一根木桩上高高悬挂着一面印有帝国徽记的旗帜。约翰抬起头，在旗帜顶端的尖刺上赫然插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那是格森。木桩下方钉着一块告示牌，上面写着冰冷的宣告：艾茨公爵格森因背叛皇帝罪已被处决，任何未经许可擅自收回其尸体的人将以同罪论处。帝国骑士卡拉马夫。约翰看着父亲的首级，什么？一名士兵看着约翰的背影问道：“你不是那个私生子吗？我还以为你早就逃跑了，你是回来送死的吗？”约翰没有回应，他猛地俯冲向前，身形在火光中化作一道残影，长剑横扫而出，瞬间斩断了悬挂旗帜的木桩，告示牌和旗帜重地摔落在地，溅起一片尘土。约翰一脚踩在象征帝国的旗帜上，士兵看着约翰的举动大喊道：“看这小鬼，别愣着了，快杀了他！”约翰抬起头，双眼闪烁着冰冷的寒芒，他身形一闪，长剑在空中划出数道血色的弧线，冲在最前面的士兵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，喉咙便被瞬间割开。约翰在人群中穿梭，士兵们接连倒下，痛苦的哀嚎声在火场中回荡。约翰挥剑斩断了士兵的喉咙，鲜血喷溅在焦黑的土地上。另一名士兵惊恐地惨叫着，在火光中绝望地挣扎。约翰停下脚步，站在满是废墟与尸骸的庄园中心。他看着自己的双手：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还要回城堡去？”瓦尔伯格神父说的对，我应该逃跑的。如果我回去，只会白白送死。卡拉马夫站在约翰身后，厚重的盔甲在火光下泛着冰冷的光芒。约翰猛地转过头，瞳孔因极度的震惊而收缩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约翰！”约翰难以置信的喃道：“菲利普！”菲利普身上插着数支箭矢，鲜血浸透了银色的盔甲。菲利普虚弱地说道：“你还活着？”
约翰沉默地看着他，伸手扶住菲利普的头盔。菲利普断断续续地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回来？快走，逃走吧！如果你留在这里，会死的。”菲利普剧烈地咳嗽起来。“我想把这个交给你，为了当你成为领主的那一天。”约翰接过头盔，看着菲利普闭上了双眼。约翰低头看着手中的头盔，眼神变得深沉。约翰回想起曾经的教诲，要明白实力上的差距。如果情况变得危险，就逃跑。你的对手是皇帝的骑士，连师傅都曾告诫过我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就头也不回的逃跑。但是如果到了不得不战的时候，格森曾咆哮着下达最残酷的指令，那就必须杀掉对手。约翰低声自语道：“没错。”他缓缓举起头盔，扣在了自己的头上。就是现在。约翰站起身来，他握紧了手中的长剑。约翰推开沉重的大门，他迈步走进城堡。守卫在走廊里的士兵们猛地转过头，看着这个突然闯入的黑色身影。搞什么鬼？这家伙是怎么进来的？守卫都去哪了？约翰没有停下脚步，他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。卡拉马夫！他一拳重重地砸在士兵的头盔上，士兵整个人被巨大的力量掀飞，鲜血在空中溅射开来。约翰咆哮道：“滚出来，你这混蛋！”他像一头失控的野兽，在士兵群中横冲直撞。他继续向城堡深处推进。约翰站在火光中，剑尖不断滴落着粘稠的鲜血。卡拉马夫踩着石砖的缓缓走来，看来义慈家那个逃跑的儿子真的活下来了。你就是那天在城堡前的那个家伙吧？约翰，艾茨，是吗？约翰戴着菲利普留下的头盔，冷冷地回应道：“我没心情和你交换姓名，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快要气疯了的男人吧。”混蛋！卡拉马夫看着约翰，你本该继续逃跑的，如果你那样做了，或许还能活命。看来你并不在乎自己的性命。很好，卡拉马夫猛地举起巨剑，如果你想死的话，那就尽管过来吧。约翰发出一声狂怒的咆哮，这种事不用你提醒，我本来就打算这么做。黑暗中火星四溅，金属撞击声接连不断。约翰与卡拉马夫激烈交锋，长剑与重剑碰撞，迸发出耀眼的火光，两柄利刃死死咬合在一起，互不相让。约翰发力推挤，剑刃在摩擦中发出刺耳的声响，顺着对方的剑身划过。卡拉马夫挥动巨剑横扫而过，约翰被巨大的冲击力震飞。约翰在半空中调整姿态，稳稳落地，他手中的巨剑在地面拖行，划出一道火星。卡拉马夫兴奋地说道：“真有意思。”两人的武器再次猛烈撞击，约翰不断挥剑格挡，卡拉马夫的力量占据上风，巨剑不断压迫着约翰的防御，剑光在空中交错，约翰与卡拉马夫的武器疯狂碰撞，断裂的剑刃碎片四处飞溅。卡拉马夫挥动巨剑，带起一道巨大的弧形光芒，约翰被这股力量掀翻，在空中失去平衡。卡拉马夫稳住身形，再次举起武器，巨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刺眼的白光，重重地劈向地面，巨大的冲击力让地面崩裂，碎石在烟尘中飞散。卡拉马夫低声说道：“真有意思。”他远比布里茨还要强大。卡拉马夫发出兴奋的咆哮，卡拉马夫紧追不舍，巨剑带起撕裂空气的轰鸣，将约翰逼入绝境。卡拉马夫狂笑着说道：“这真是太让人享受了，继续取悦我吧，艾茨的杂种！”约翰俯身冲刺，手中长剑带起一道凌厉的白光，直取卡拉马夫的胸膛。卡拉马夫挺起胸膛迎接冲击，剑刃精准地劈砍在厚重的护甲上。卡拉马夫踉跄后退，约翰紧追其后，武器再次猛烈相撞。约翰稳住身形，卡拉马夫停下脚步。卡拉马夫看着铠甲上的裂痕，他刚才切开了我的达努斯钢甲吗？卡拉马夫站在砖石地面上，身体因为愤怒而颤抖。约翰握紧缠着绷带的剑柄，卡拉马夫心中充满了惊骇，这不可能，人类根本无法破坏达努斯钢，这家伙到底是谁？约翰再次发起进攻，剑刃带起撕裂空气的轰鸣，两人在血色荒原上疯狂对撞。卡拉马夫在格挡中不断后退，难以置信，我从未听说过这种力量。约翰在空中翻转，剑尖划破黑暗。卡拉马夫看着逼近的锋芒，但是约翰的剑刃重劈砍在卡拉马夫的头盔上。约翰挥动长剑猛烈劈砍，卡拉马夫举剑格挡，火星在黑暗中四处飞溅，金属撞击声连绵不断。卡拉马夫在格挡中暗自评价，他只是个空有蛮力的畜生，他只会毫无章法的乱挥。卡拉马夫抓住破绽，手中长剑如毒蛇般刺出，精准地划破了约翰的防御。约翰被这一击震退，卡拉马夫紧追不舍，长剑再次带起凌厉的白光，重重地劈在约翰横荡的剑身上。约翰在冲击下连连后退。卡拉马夫看着约翰狼狈的样子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甚至无法正确挡下简单的突刺，他只是在凭本能挥剑而已，毫无技巧的胡乱挥砍。格森难道从未教过他真正的剑术吗？卡拉马夫盯着约翰，这家伙是个危险人物，我必须尽快结束战斗，如果他再用那种愚蠢的大范围横扫。约翰猛地挥剑劈下，带起一道耀眼的白光。卡拉马夫举剑迎击，金属撞击声震耳欲聋。约翰的力量顺着剑身倾泻而下，卡拉马夫在头盔下咬紧牙关，死死抵住这股蛮力。两人的身影在混乱的火光中交错而过。卡拉马夫在心中惊呼：“我的脑袋都要掉下来了！放马过来吧，小鬼！”卡拉马夫高举长剑，带起一道狂暴的红光向下劈砍。约翰的攻势愈发凌乱，他不断挥动长剑，带起阵阵破空声。卡拉马夫心中疑惑道：“什么情况？”约翰的动作变得毫无章法，卡拉马夫不断闪避，寻找着反击的机会。突然，约翰的剑刃上爆发出一股幽蓝色的能量，那股能量
汇聚成一只狰狞的巨兽虚影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发出无声的咆哮。约翰顺势挥剑横扫，巨兽虚影随之而动。卡拉马夫举剑格挡，却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直接命中，火星四溅，金属撞击声震耳欲聋。卡拉马夫被这股蛮力震得身形不稳，约翰紧接着挥动左拳，带着破空声猛击在对方的胸甲上。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，身体在重击下向后仰去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约翰再次挥动右拳，拳头包裹着耀眼的金色光芒，如同一颗陨石般砸向卡拉马夫的腹部。沉重的打击声响彻荒原，卡拉马夫整个人被这一拳的力量贯穿，鲜血从甲胄缝隙中狂喷而出，他发出凄厉的惨叫，整个人向后仰倒。约翰的长剑顺势刺入地面，砖石碎裂，卡拉马夫跪倒在血泊中，他用手死死按住头盔，鲜血不断从指缝间溢出，他急促地喘息着。这是凯加尔的秘技暗杀剑术。卡拉马夫咬紧牙关，约翰，他一直都在隐藏实力吗？该死，我竟然完全掉以轻心了。约翰站在不远处，俯视着重伤的敌人。卡拉马夫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，卡拉马夫剧烈的咳嗽着，身体摇摇欲坠，他勉强用剑支撑着地面，才没有彻底倒下。约翰缓缓开口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？”卡拉马夫沉默了片刻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皇帝陛下。神圣帝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动荡，陛下已经拔出了帝国之剑，为了纠正这个帝国，卡拉马夫声音沙哑地说道：“那把被称为马卡拉的剑需要。”他剧烈的咳嗽起来，鲜血不断从口中涌出。约翰站在一旁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卡拉马夫发出一阵低沉而疯狂的笑声，他死死盯着约翰，大声吼道：“我被感动了，约翰，爱茨！”卡拉马夫摇晃着站起身，几十年来，我横扫战场，与无数骑士交手，但我从未遇到过像你这么强的人。卡拉马夫向约翰伸出手：“跟我回帝国吧，约翰。皇帝陛下正需要像你这样强大的天才。帝国无穷无尽的金币将赐予你荣耀，你还会得到广阔肥沃的领地，陛下甚至会亲自任命你为帝国骑士，成为皇帝的剑吧，约翰。”约翰低声重复道：“无穷无尽的金币吗？”他抬起头看向远方，这很奇怪，那曾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但不知为何，现在的我却毫无感觉。约翰低声说道：“他眼神中透着决绝。“我拒绝。”卡拉马夫愣在原地。“什么？”约翰盯着卡拉马夫说道：“去死吧！你不仅杀害了我的家人，还杀害了那些无辜的农奴，那些没有犯过任何错的人。”卡拉马夫低声重复道：“农奴。”他语气中充满了荒谬感。“你竟然拒绝了我的提议，就为了那些农奴？”卡拉马夫咬紧牙关，发出一阵刺耳的磨牙声。“谁会在乎那些贱民的死活？难道你的母亲也是个卑贱的农奴吗？他们只是虫子，是软弱的害虫，强者吸食弱者的血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则。”约翰沉默地听着，他在心中低声自语：“对不起，师傅，我无法控制好我的力道了。”约翰挥动右拳，拳头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影，重重地砸在卡拉马夫的头盔上，爆发出剧烈的撞击声。卡拉马夫的头盔在重击下彻底变形，鲜血从甲胄的缝隙中狂喷而出。约翰收回拳头，再次蓄力，右拳带着破空声猛然挥出。约翰怒吼道：“为了皇帝！”他挥动右拳，重重砸在卡拉马夫的头盔上。约翰再次挥拳，卑贱的生命！他再次蓄力，拳头带着破空声猛然落下。“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如此伟大？”约翰咆哮道：“你凭什么审判谁该活下去，谁又不配活着？”面甲凹陷崩裂，温热的液体溅上脸颊，瞳孔深处雷鸣涌动，沉重的打击声在战场上不断回荡。卡拉马夫的身体在连续的重拳下剧烈震颤，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约翰停下动作，他右手缠绕的绷带已经被鲜血浸透，鲜血顺着指尖不断滴落。约翰站在原地，卡拉马夫瘫倒在血泊中，破碎的头盔里传出微弱而浑浊的咳嗽声，鲜血不断从他口中涌出。约翰站在血色弥漫的废墟中，卡拉马夫躺在血泊中，声音微弱而沙哑：“你这个蠢货！”约翰停下脚步，背对着敌人。卡拉马夫指尖在空中虚弱的抓握：“你本该接受我的提议，现在已经太迟了。折断了皇帝之剑的人，只会感受到无尽的痛苦。”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指向约翰。从这一刻起，约翰侧过头，脸上沾染着干涸的血迹，冷冷地注视着垂死的敌人。卡拉马夫的手指僵在半空，随后无力地垂落，重重地砸在地面上。这个世界如此自然地接受了死亡。为了生存，我曾一心只想赚钱。约翰握紧缠着绷带的右手，指缝间渗出鲜血。即便与全世界为敌，我也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。但是他们屠杀了我们领地上的所有人，我的家人和邻居全都被残忍地杀害并焚烧。约翰迈步走过燃烧的战场，我绝不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无论别人说什么。约翰停下脚步，火光映照着他冷峻的侧脸。这就是我生存的方式。夜色笼罩着高耸的石墙，沉重的城门在寂静中缓缓开启。简穿过大门，守卫们分列两侧，盔甲在月色下发出冷冽的声响。简府视着前方问道：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刚才所说的话全都是事实吗？”一名士兵神色惊恐地喊道：“是真的，绝无半句虚言，请您一定要相信我。”他突然赤手空拳闯了进来，把所有的士兵都打得落花流水。然后他徒手取下了卡拉马夫大人的首级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卡拉马夫大人。简看着空荡荡的石砖路，地上只剩下几具残破的尸体。如果你的话是真的，那卡拉马夫大人的尸体不应该就在那里吗？没有任何证据，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种荒谬的话？士兵绝望地回应道：“那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，但我确实亲眼看到了。”
一名副官走上前：“简大人，追击部队已经准备就绪。”简按住额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简大步流星地穿过城门，传令全军，士兵们整齐划一的列队，全力追捕他，杀了他！士兵们举起武器，发出怒吼。简指向远方，目标是约翰。他踏上战马，马蹄扬起尘土，那个背叛了自己血脉的卑鄙叛徒。约翰背着卡拉马夫，在茂密的丛林中全速奔跑。简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：“还有那个涉嫌谋杀卡拉马夫大人的凶手，给我搜！杀了他也可以，但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带回来。”约翰在林间遭遇了围堵的士兵，他身形一闪，穿梭在刀光剑影之中。一名士兵发出惨叫，鲜血溅落在草地上。约翰挥动武器，动作利落而果断，接连不断的惨叫声在森林深处响起。简对着集结的士兵们高声警告：“据信他仅凭蛮力就能撕裂达努斯冈，绝对不要独自面对他，要把这次行动当成是在猎龙，封锁领地周围的所有道路。我们要整夜不停的追击，直到他精疲力竭为止。”约翰在丛林中疾驰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士兵们在行军中低声议论：“卡拉马夫大人真的死了吗？”简看向远方：“我们必须把那个混蛋的首级带给陛下。”夜色中，火星在旗帜周围飞舞。菲利普满脸血迹，说道：“仔细听好，约翰，从狩猎场向西北走大约500步，你会看到我的马厩，去那里骑上一匹战马逃走。你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。”约翰在林间拼命奔跑，鲜血染红了肩膀。约翰穿过密林，前方出现了一座亮着微光的建筑，那一定就是菲利普提到的马厩了。约翰靠在树干上，背后的箭矢随着呼吸晃动，他感到体力已经到达极限，太累了。我真的以为刚才就是终点，总算松了口气。他意识到局势比预想的更加紧迫，追击部队的行动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。约翰回头看向身后，他看着尸体想到：我本以为藏起卡拉马夫的尸体能引起混乱，不过既然他的铠甲可以充当我的盾牌，在彻底甩掉那些家伙之前，我还是得继续带着他。约翰身体摇晃着，发出一声闷哼：“好，出发吧。”约翰来到马厩前，推开沉重的木门，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马厩内传出一声嘶鸣，一匹高大的战马正不安地刨着地面。约翰看着战马说道：“这就是格森的战马吗？”约翰走上前：“谢谢你，兄弟，有了这家伙，我至少能在马背上休息一会儿了。”他注视着战马的双眼：“让我看看，你的名字就叫……”战马打了个响鼻。约翰继续说道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菲利普。”寂静的马厩矗立在夜色中，远处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火把的亮光。一名精灵士兵指着马厩方向大喊：“我看到这附近有东西在闪光，肯定是达努斯冈的光芒。给我搜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那个混蛋肯定就在附近。”一名年长的精灵士兵停下动作：“我听到了马蹄声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黑影猛地冲破灌木丛。约翰伏在马背上，战马在林间疾驰而过。一名士兵惊恐地指着远去的身影大喊：“是约翰！他骑马逃走了！”战马在林间疾驰，马蹄声急促地敲击着地面。一名精灵军官指着前方咆哮道：“把他射下来，别让那个混蛋跑了！”弓箭手们迅速排开阵型，拉满弓弦，箭雨呼啸着划破夜空。约翰伏低身体，箭矢接连不断的击中他背后的卡拉马夫铠甲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火星四溅。约翰策马冲入密林深处，马蹄声渐渐远去。就这样，约翰骑着马奔跑了整整一夜，甩掉了所有的追兵。约翰停下脚步，这里应该够深了。虽然他是个扭曲的人，但如果不埋葬他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约翰转过头，无论如何，约翰看着铠甲想到，他的这身铠甲看起来真的很值钱。约翰握住那柄紫色长剑的剑柄，将其从剑鞘中缓缓抽出。虽然很轻，但质地非常坚硬。这把剑是用达努斯钢打造的。约翰仔细观察着剑身，指尖抚过冰冷的金属表面，剑刃上刻着奇异的红色纹路。他看着那些符号，想到这是古代帝国的文字吗？约翰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声音：“我是回收文章之人。”文章回收者是在说回收家族文章吗？甚至连名字听起来都很不吉利，感觉这把剑就像是我的天敌。他将长剑收回鞘中，这把剑我先带走，至于铠甲，就直接埋了吧。约翰看着被泥土覆盖的铠甲，想到：该死，虽然很可惜，但现在带着他到处跑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以后我一定会回来取他的。约翰挥动铁铲，将泥土一铲一铲地覆盖在铠甲上。约翰拄着铲柄，看着眼前填平的土地，说道：“尸体和装备都买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”卡拉马夫，他是皇帝的骑士，一旦他死亡的消息传开，整个帝国都会对我展开追捕。那些追随他的无数骑士也会为了替他复仇而找上门来。我将面临的只有无尽的苦难。早在打死他之前，我的生活就已经充满了苦难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艾茨家族已经被付之一炬，我连一枚硬币都没能带出来，甚至连这副珍贵的铠甲也无法变现。太累了，手一直在抖，先休息一会儿再想吧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低沉的嘶吼声从身后传来。约翰猛地睁大眼睛，感到一股冰冷的杀气瞬间锁定了自己。他迅速转身，反手拔出背后的长剑，剑刃划破空气，发出尖锐的鸣响。一头巨大的黑狼从阴影中浮现，双眼闪烁着血红的光芒。是黑狼！约翰双手握紧长剑，身体却止不住的颤抖。该死！偏偏是在这种时候，在我精疲力竭的时候出现。黑狼发出低沉的嘶吼。约翰看着逼近的巨兽，想到：以我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有胜算，我甚至连剑都快握不住了。约翰向后退去，必须想办法回到马背上，从这里逃走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我找到他的马了。
约翰猛地转过头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远处传来精灵士兵的喊叫声：“我们抓到那混蛋的战马了，他一定就在附近。”约翰心中一惊，阿基坦之狼，他们已经追到这里来了吗？一名精灵士兵发现了动静，在那儿，我听到那边有声音。整支小队迅速转身，朝着约翰所在的位置包围过来。约翰咬紧牙关，该死！前有怪物挡路，后有追兵逼近，他已经陷入了绝境。约翰看着眼前的巨兽，又听着身后逼近的脚步声，追兵就在后面，他感到一阵绝望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难道这就是我的终点吗？黑暗中传来一声低沉的咆哮，黑狼猛地扑向约翰，约翰下意识的挥剑格挡，这就是结束了吗？巨大的黑影掠过约翰，利爪瞬间撕碎了最前排士兵的铠甲，鲜血四溅。精灵士兵们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幸存的士兵惊恐地尖叫道：“怪物，救我！”约翰握着长剑站在原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没看见我吗？不，现在那不重要，他正在清理道路，这是我的机会。长剑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，他咬紧牙关，想到我必须动起来，如果不趁现在离开，我会死在这里。约翰发出一声嘶吼，猛地站起身来，他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在黑狼撕开的血路中狂奔。约翰翻身上马，猛地一拽缰绳，战马发出一声长嘶，载着他冲入黑暗。马蹄声在寂静的森林中急促回响，约翰伏在马背上，任由狂风在耳边呼啸。急促的马蹄声中，儿时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不断闪现。年幼的约翰坐在桌前，母亲指着书本教导着他，那是他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宁静时光。马蹄声愈发沉重，约翰咬紧牙关，眼神中透着决绝。年幼的约翰站在街头，兴奋地向路人展示着什么，身后的同伴静静地看着他。约翰伏在马背上，马蹄声在耳边疾驰，过往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。年幼的他曾挥动稚嫩的拳头，也曾举起沉重的长剑发出呐喊。他曾拎着猎物在林间穿梭，也曾与同伴并肩作战。画面一转，是满地的尸骸与绝望的哭喊。他在火光与废墟中挣扎，看着家园化为乌有。他看着远方连绵的群山，那是他不得不离开的故土。再见了，艾茨村。一名精灵士兵倒在血泊中，发出了最后一声微弱的呻吟，随即彻底失去了声息。黑狼静静地站在尸堆旁，俯视着脚下支离破碎的残骸。远处，约翰骑着马在山脊上疾驰，正逐渐消失在荒野的尽头。黑狼收回目光，看着约翰离去的方向，发出了低沉的喘息。夕阳下的山谷升起几缕黑烟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路口，封锁了唯一的通道。约翰躲在远处的树丛后，该死，这里竟然也有检查站，出入被完全封死了。他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这下全完了。自从逃出来以后，他已经连续3天没有好好吃过饭，更没有合过眼。原以为能甩掉追兵，却没想到阿基坦的恶狼们竟然穷追不舍，整整3天都在疯狂围捕他。约翰回想起这一路上的厮杀，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死里逃生。那些家伙像狼群一样成群结队的扑上来，让他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。约翰靠在树干上，他已经到了极限，甚至连拿起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吗？难道我就要这样被那些混蛋抓住，然后被处决吗？马蹄声从远处传来，约翰警觉地看向声音的方向。一辆马车在夕阳下缓缓驶来，周围跟着几名全副武装的护卫。约翰躲在暗处观察着，是有武装护卫的贸易马车，是行商车队吗？好，我就伪装成行商，只要看起来像是他们的一员，就能避开怀疑。我要利用他们通过那个检查站。马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进，车厢上印着凯塔纳贸易公司的天平徽章。埃尔丹斯坐在车夫的位置上，神情冷静地注视着前方。坎策马靠近车厢，埃尔丹斯先生。埃尔丹斯转过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坎看向前方，那个在前面有一名重装骑兵。埃尔丹斯惊呼道：“什么？”坎握紧武器说道：“先生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准备战斗。”盖姆森看着前方的骑士，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骑马的家伙大惊小怪？如果真的打起来，我们9个人冲过去，立刻就能解决掉他。戈兰看向盖姆森说道：“仔细看清楚，盖姆森和我们不同，他穿着全套重型铠甲，而且骑着的是真正的战马，而且他戴着板甲头盔，还穿着胸甲。”坎按住盖姆森的头，指着前方低吼道：“你看到他腰间挂着的那把剑了吗？看那剑柄，那种紫色的光泽，绝对是用达努斯钢锻造的。如果他挥下那把剑，我们的铠甲会像黄油一样被切开。如果我们正面硬拼，我们9个人可能会全军覆没。”盖姆森显得有些不服气：“全军覆没？真的吗？你不觉得这有点夸张了吗？我们可是有9个人啊！9个！”坎推开盖姆森说道：“嘿，谁来把这个白痴带走？他在我眼前晃的，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。”另一名佣兵走过来，一把拽住盖姆森的后领：“过来吧，蠢货！如果你什么都不懂，就给我闭嘴！”埃尔丹斯看向戈兰，和另一名佣兵喊道：“戈兰，坎，让所有人做好准备，只要那个人有任何可疑的举动，立刻发动攻击。”戈兰和关齐声回应道：“遵命，先生。”埃尔丹斯跳下马车，我先去前面探探情况。当我发出信号时，你们就一起冲上去。埃尔丹斯独自走向前方的黑甲骑士，戈兰握紧剑柄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战斗一旦开始，先想办法把他从马上弄下来，然后冷静地把剑刺进他铠甲的缝隙里。埃尔丹斯在约翰面前停下脚步，向对方行礼道：“向您致意，我是凯塔纳贸易公司的埃尔丹斯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，能否请教阁下的尊姓大名？”约翰坐在马背上，心中感到一阵诧异，竟然是个猫人。埃尔丹斯看着眼前的重甲骑士，心中感到一阵不安，情况不妙，难道是因为我现在的样子让他起疑了吗？
必须先让他放下戒心才行。埃尔丹斯微微躬身说道：“愿众神保佑您。”约翰掀开了头盔的面甲：“我的名字是约翰，我之所以是这副打扮，是因为刚才在赶路时遭到了强盗的袭击，所以请不必对我如此戒备。所以，能不能请你告诉后面那些一直瞪着我的绅士们，不要攻击我？”埃尔丹斯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：“看来是我失礼了，请原谅我。作为一名商人，我总是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。”约翰沉默地坐在马背上。“当然，我能理解您的处境，所以……”约翰看向埃尔丹斯问道：“能不能请你让我随行？如你所见，我在刚才的袭击中丢了所有的盘缠。如果你能提供一点食物和睡觉的地方，我会帮忙护送你的车队。”埃尔丹斯摸着胡须，陷入沉思。这家伙看起来确实很强，而且似乎也没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埃尔丹斯拍了下手，说道：“没问题，就这么办吧。我们正准备前往马塞尔，既然路途还很遥远，你可以先去和那边的佣兵们打个招呼。”约翰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。马塞尔，那是哪里？”坎和戈兰走上前问道：“埃尔丹斯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埃尔丹斯带着约翰走向车队，他只是个流浪者，接下来的一段路会和我们同行。不过以防万一，还是盯着他点。埃尔丹斯眼神变得锐利，如果发生任何意外，不要犹豫，直接杀了他。坎和戈兰对视一眼，遵命，先生。约翰松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我就能不动声色地混进去了。现在只要能顺利通过那个检查站就好。马车在山道上缓缓行进，约翰混在车队中，跟随埃尔丹斯和佣兵们一同前进。守在路口的士兵发现了靠近的车队，喂，有人过来了！士兵们大声喝止道：“站住！我们是阿基坦的饿狼，如果你们想通过这里，就老老实实配合我们进行简短的检查。”约翰拉低了头盔，终于到了检查站了。他默默祈祷着，希望能就这样混过去，千万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埃尔丹斯坐在马车上，阿基坦的饿狼，我和你们打过几次交道，我是凯塔纳贸易公司的埃尔丹斯，我要直接和你们的负责人谈谈。士兵显得有些慌乱。凯塔纳贸易公司是那家总部设在商业枢纽马塞尔的公司吗？真的是那家凯塔纳贸易公司？马塞尔可是连皇帝都不能轻易触碰的地方。一名军官走上前，能见到您真是荣幸，埃尔丹斯先生。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，搜捕一名在逃的叛徒。如果您能配合我们检查一下。约翰躲在头盔后，心中一惊，在逃叛徒？这些混蛋果然是为了抓我才设下的关卡。军官转过头，喂，那边的那个，摘下你的头盔，让我们看看你的脸。约翰看着逼近的士兵，该死！他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。那个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的脸上出了一点状况，所以……军官发出一阵刺耳的嘲笑。怎么？难道是你母亲生你的时候用力过猛，把你那张脸给挤烂了吗？周围的士兵也跟着哄笑起来。快点，让我们看看你那张烂脸，赶紧把头盔摘下来。军官止住笑声，还是说你在隐藏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约翰心中感到一阵恶寒。该死，如果事情变成这样，我可能别无选择，只能杀出去了。约翰的手缓缓移向腰间，握住了那把散发着紫色微光的剑柄，他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够了！一声怒喝打断了对峙。埃尔丹斯站在马车上，你们这是在公然怀疑凯塔纳贸易公司吗？军官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震慑住。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只是在执行帝国的命令。埃尔丹斯根本不听他的辩解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去把你们的指挥官给我叫过来吗？如果你再敢阻拦我们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亲自向你们的队长投诉。埃尔丹斯瞪大眼睛，我会亲自去马塞尔分部投诉。军官沉默了片刻，面对凯塔纳贸易公司的压力，他最终咬牙做出了让步，给他们让路。士兵们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还是收起武器退到路边。其中一人看着约翰啐了一口，算你走运，你这个可怜的混蛋。约翰骑马穿过关卡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呼，总算没打起来就通过了。马车在山道上继续前行，逐渐远离了那个是非之地。约翰看着身后的关卡，心中感叹道：终于离开这里了。夜幕降临，车队在昏暗的林间小道上行进，而在他们身后的关卡处，士兵们依然在阴影中伫立，守卫着这片荒凉的边境线。圆月高悬在夜空，车队在山谷间扎营。戈兰大声指挥着佣兵们：所有人再检查一遍你们的装备，今晚的守夜任务由资历最老和最年轻的成员负责。营地中央升起了篝火，埃尔丹斯坐在帐篷前，一边哼着小调，一边翻阅着手中的账目。他看着货物清单，低声沉吟。篝火发出噼啪的声响，一名佣兵走到约翰身边问道：你叫约翰对吧？约翰已经卸下了沉重的铠甲，穿着轻便的内衬。是的，佣兵指了指营帐说道：你现在没什么特别的任务，可以先去睡觉了。约翰点头致谢，谢谢你。他走到一旁，长舒了一口气，终于能休息了。约翰将睡袋铺在地上，心中感叹道：没想到想睡个安稳觉会这么难。他翻过身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约翰蜷缩在简陋的睡垫上，怀中紧紧抱着长剑，在篝火微弱的余光中陷入了沉睡。月亮被厚重的云层遮蔽，营地周围的森林陷入一片死寂，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。在营地后方的山坡上，茂密的灌木丛微微晃动，一张带着刀疤的脸从阴影中探出，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那名强盗头目低声下令：很好，让所有人做好准备，我们要从山上包围他们，然后发动突袭，把他们全部杀光。一群黑影在林间悄无声息地移动，刀剑在月光下泛着冰冷的寒光，杀气在黑暗中弥漫开来。在军营宽阔的操场上，士兵们整齐列队，一名军官站在讲台前宣读表彰词。这位上士，
在营级战术训练期间，成功执行了纵深防御，仅凭少数兵力就抵挡住了连级规模的敌军。约翰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队列前方，神情严肃。军官继续说道：“他展现了卓越的战术天赋，为其他服役人员树立了榜样，因此特此授予他表彰奖状以及4晚5天的奖励假期。”军官看向台下喊道：“某某部队营长金一白中校，请上台。”约翰大声回应道：“是。”他走上前去，向长官尽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约翰在心中暗自庆幸，太棒了，这简直太完美了。也许军队生活真的很适合我，幸好我提前学习了战略和战术。但是现实却截然不同，这种过时又落后的官僚文化，还有那简直要人命的轮班制度，工作环境不是酷热难耐，就是寒冷刺骨。而最糟糕的是，薪水竟然比老鼠尾巴还要少。约翰再也无法忍受，该死！不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我要逃离这里。然而，一只手突然按住了他的头。哦，你觉得你能去哪儿呢？这里可是你想来就来，但绝不能想走就走的地方啊！约翰绝望地张大嘴巴，该死的一切！他猛地睁开眼睛，从噩梦中惊醒，额头上布满了冷汗。约翰大口喘着粗气，那是梦吗？他坐在冰冷的地面上，那个关于参军的梦让他根本没法好好睡觉。约翰察觉到了什么？一支箭矢划破夜空，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直冲他而来。约翰反应极快，瞬间抬起手，稳稳地抓住了飞来的箭杆。他看着手中的箭，眼中充满了警觉。是袭击吗？那些混蛋又追上来了吗？我明明以为已经安全脱身了。箭雨接连不断地落下，约翰迅速起身，一边躲避一边握紧剑柄，必须先警告佣兵们。他扯开嗓子大声吼道：“敌袭，有埋伏！”戴姆森被惊醒，坎也猛地转过头。埃尔丹斯神情凝重：“敌袭！”时间回到5分钟前，月亮高悬。戴姆森看向身边的同伴问道：“我是在问你，为什么只有我们要干这种累死人的活？让那个骑马的家伙也来轮班守卫才公平吧？”坎大声呵斥道：“戴姆森，给我闭嘴！”戴姆森愣了一下，啊！坎转过头：“你是说要把守卫任务交给一个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家伙？你难道没想过，当我们睡着的时候，那混蛋可能会割断我们的喉咙，抢走物资，然后逃跑吗？如果你分不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一直这么鲁莽，你在这行干不了多久。”戴姆森低声回应道：“我当佣兵是因为不想在某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烂掉一辈子，我想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生活。但是如果我早知道戈兰佣兵团是一群蠢材，面对一个重装骑兵就吓得动弹不得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当初绝不会加入这个烂透了的队伍。”坎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找死吗？”两人在林间空地对峙，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约翰的嘶吼声：“敌袭，有埋伏！”戴姆森和坎同时一惊，紧接着密集的箭雨划破夜空，呼啸着射向营地。坎大声吼道：“快趴下！”他迅速举起圆盾，将盖姆森死死护在身下。坎躲在盾牌后观察着动静，箭雨停了，他立刻对身后的盖姆森下令：“快，盖姆森，去叫醒其他！”话音未落，盖姆森已经连滚带爬地冲了出去。坎低声咒骂道：“那个混蛋！”戈兰大喊：“坎，谢天谢地，您没事！到处都是箭，我们被埋伏了。”戈兰环顾四周，盖姆森去哪了？坎回应道：“那件事以后再说吧。埃尔丹斯安全吗？”戈兰看向马车下方说道：“他正躲在车底。”戈兰收回目光，总之，快点准备战斗！约翰快步跑向两人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两个是戈兰和坎对吧？以马车为中心建立圆周防御阵线。”佣兵们迅速行动起来，围绕着马车围成一圈。约翰继续喊道：“我们不知道敌人会从哪个方向进攻，所以必须聚在一起战斗。”坎冷冷地看着约翰：“你以为你是我们的雇主吗？”约翰愣住了。啊！坎对约翰说道：“我们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所以你只要担心怎么让自己活下来就行了。”约翰一脸错愕地站在原地。哈！戈兰大声指挥着佣兵们拿起盾牌，所有人准备战斗。约翰看向坎说道：“坎，我以前经历过类似的战斗，也给我一面盾牌。”戈兰断然拒绝道：“绝对不行，我们自己的盾牌都不够用。”躲在远处的埃尔丹斯惊恐地大叫着：“你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吧！”约翰在心中暗骂：“该死，他们根本不信任我。”突然，约翰察觉到了异样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咆哮声，一群面目狰狞的暴徒从黑暗中冲了出来，他们手持火把和利刃，叫嚣着发起了冲锋。约翰看着冲过来的敌人，那些家伙是谁？他们不是基坦之狼，难道只是一群强盗？坎发出一声怒吼：“就是现在，全员冲锋！”佣兵们呐喊着迎向敌人，双方瞬间撞击在一起。约翰惊呼道：“什么？如果所有人都冲出去了，谁来守卫马车？”战场上一片混乱，金属碰撞声此起彼伏。你们这群混蛋，到底是谁？竟敢伏击我们！强盗们并没有退缩，反而仗着人多势众继续围攻。其中一人大喊道：“用人数压制他们，我们的人更多！”戈兰大声吼道：“坚守阵地，退缩就意味着死亡！”一名面目狰狞的强盗猛地撞向戈兰，闭嘴吧！坎看到这一幕，戈兰，强盗高举起匕首，去死吧！就在匕首即将刺下的瞬间，约翰低声咒骂道：“啊，该死的一切！”他猛地冲入战场，重重地砸在强盗脸上。约翰顺势拔出长剑，瞬间切开了周围敌人的防线。一名强盗发出疑惑的声音：“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鲜血喷溅在盾牌上。”戈兰看着这一幕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另一名强盗惊恐地大叫：“什么？”约翰紧握着长剑，在心中惊叹道：“
这是什么？戈兰看着倒下的敌人，那家伙竟然在一瞬间就把人整齐的切成了两半。强盗们被这恐怖的景象吓得连连后退，其中一人死死盯着那把剑，惊恐地发现剑身上刻着的那些符文。他颤抖着喊道：“那些符文难道是在吸收血液吗？”强盗们惊恐地尖叫起来：“那是把魔剑！”敌人手里拿着魔剑，强盗们彻底乱了阵脚。一个护送商贩的佣兵怎么会拿着魔剑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根本不可能赢过他！约翰环视着四周退缩的敌人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是雅茨家族的约翰。雅茨，你们这些家伙，到底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来袭击我？戈兰愣在原地，脸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。戈兰在心中惊呼：“他是个贵族！”雅茨，约翰在心中暗自盘算：我只是把名字稍微改动了一下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强盗们陷入了恐慌。雅茨家族虽然没听过这个名号，但那意味着他是个贵族，对吧？如果他能使用魔剑，那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家族。我们竟然招惹了贵族世家，这下彻底完了！约翰再次发出一声怒吼：“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是现在投降，还是打算死在这把剑下？”约翰猛地踏前一步：“给我考虑清楚！你们这些混蛋！”强盗们被这股气势彻底压垮，纷纷丢下武器，惊恐地向后退缩。强盗头目喘着粗气，沉默不语。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接连响起。强盗头目举起双手：“我们投降。”约翰收起长剑，利刃归鞘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约翰看向一旁说道：“戈兰。”戈兰立刻挺直身体：“是，约翰大人。”约翰下令道：“把他们全部绑起来，如果有任何人胆敢反抗，你可以直接砍了他们。”埃尔丹斯先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是指关于那位贵族的事。我原以为他只是个装备精良的流浪汉，我们之前对他那么冷淡，他应该不会记恨吧？也许我们至少该为他搭个私人帐篷的。埃尔丹斯回应道。当他提出请求时，我们让他加入了，这当然算是在展现善意。我会去处理好这一切，你只要保持安静看着就行。埃尔丹斯走向前方。嘿，雅茨家族的约翰先生，昨晚一定很辛苦吧？约翰转过头回应道。啊，埃尔丹斯。埃尔丹斯张开双手说道：“你保护了我的商队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。”埃尔丹斯在心中懊恼地想到，如果我早知道他是贵族，我一定会借给他一面盾牌的。约翰笑着回应道：“报答我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我很高兴你平安无事。”埃尔丹斯愣在原地，他竟然不要补偿吗？约翰看着沉默的埃尔丹斯，顺便一提，下次记得借我一面盾牌。埃尔丹斯回过神来，当然，约翰先生，下次我一定会优先借给您盾牌的。约翰回应道：“很好。另外，我打算审问他们，能让佣兵们帮个忙吗？”埃尔丹斯看向跪在地上的俘虏们，说道：“没问题。”戈兰开口说道：“但是，既然您的身份已经公开了，如果您能用更正式的语气说话，我们会更安心一些。”约翰愣了一下，啊。约翰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那就按你说的做。”一名佣兵踢向跪在地上的俘虏喊道：“快点动起来，小偷！”俘虏发出一声闷哼，瘫倒在约翰面前。约翰看着眼前的俘虏问道：“你是他们的头领吗？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袭击我们？”俘虏低着头回应道：“我们是布里茨家族的私兵，那是一个已经被灭掉的家族。几个月前，布里茨家族突然遭到袭击，罪名是我们涉嫌谋划背叛，皇帝动了手。袭击我们领地的是基坦之狼，我们拼死抵抗，但当那位高贵的处刑人加入战场后，我们彻底溃败，除了撤退别无选择。”约翰低声重复道：“高贵的处刑人，大概就是他了，皇帝的猎犬卡拉马夫。”俘虏猛地磕头喊道：“我道歉，我犯下了死罪。我们万万没想到会有贵族随商队同行。”他趴在地上哀求道：“帝国军称呼我们为叛军，一直在追捕我们。北境人也背弃了我们，骂我们是懦弱的逃兵。虽然我无法为抢劫行径辩解，但为了生存，我们必须做点什么。”约翰看着他问道：“所以你们没有别的目的？”俘虏急忙回应道：“没有，大人。我们盯上贸易公司的车队，纯粹是因为货物值钱。”埃尔丹斯突然冲上前，怒吼道：“你这个混蛋！难道你不知道贸易公司的运输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们这种人，我们遭受了多大的损失？”埃尔丹斯挥舞着拳头，被2名佣兵死死拦住。约翰看着失控的埃尔丹斯说道：“嘿，快拦住他！冷静点，埃尔丹斯先生。”约翰陷入了沉思。背叛皇帝。回想起来，当我与卡拉马夫战斗时，他说过一切都是为了皇帝。约翰咬紧牙关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什么针对皇帝的叛乱，皇帝只是需要一个肃清贵族的借口，一个释放卡拉马夫的借口。为了皇帝，那个混蛋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卡拉马夫那个家伙理应得到这世上最凄惨的死法。约翰看着眼前的俘虏们，他们的处境和我相似，都是权力的牺牲品。话虽如此，他们沦为强盗也是事实。我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。坎走到约翰身边问道：“约翰大人，该怎么处理他们？”“只要您下令，我们可以继续拷打，直到他们吐露更多信息。”约翰回应道：“不，我们已经得到了所有需要的信息。”坎点头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盖姆森高举起手中的盾器，大喊道：“那就把他们打死吧！”就在重锤即将落下的瞬间，坎拔出长剑挡住了这一击。坎冷冷地看着盖姆森。盖姆森不解地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阻止我？”坎回应道：“他们是向约翰大人投降的，我们没有权利惩罚他们，尤其是你，盖姆森，你可是抛弃了同伴独自逃跑的人。”盖姆森愣了一下：“哦，那件事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当然了。”俘虏们跪在地上哀求道：“骑士大人，请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做坏事了，请发发慈悲，就这一次。”坎握住剑柄，看向约翰问道：“约翰大人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立刻处决他们。”约翰开口说道：“解除他们的武装，放他们走。”
俘虏们抬起头，骑士大人。盖姆森指着约翰大喊道：“等等，你要放了他们？你是认真的吗？”约翰看向那些俘虏说道：“仔细听好，我理解你们的处境。你们除了挥舞武器之外，大概没学过其他谋生手段。但即便如此，抢劫商队也是不可原谅的。我也一样，我也只学过生存的技巧。”埃尔丹斯看着约翰，一位贵族竟然说自己只学过生存的技巧。约翰指向身旁的佣兵们说道：“看看他们，你以为这些人不去当强盗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偷东西吗？这位是戈兰，我留在这里是因为他付的报酬很丰厚。”约翰盯着俘虏们喊道：“我放你们一条生路，所以去学习真正的技能，找个正当的方法活下去。”俘虏们跪在地上，大声喊道：“谢谢您，骑士大人，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份恩情。”约翰转过身：“我们也该出发了，我不想再被卷入这种麻烦事里。”约翰感到疲惫不堪，只想尽快找个地方休息。盖姆森跟在约翰身后回应道：“遵命。”在不远处的山脊上，一个黑色的身影正静静地注视着离去的车队。在前往马塞尔之前，约翰一行人决定先去一个叫鲁茨贝克的小村庄，在那里稍作休整。一名守卫向村长报告道：“村长，凯塔纳贸易公司的埃尔丹斯先生到了。”鲁茨贝克村的村长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埃尔丹斯快步走向村长：“村长，好几个月没见了。”村长张开双臂迎接道：“埃尔丹斯，见到你真高兴。这一路上没出什么事吧？”埃尔丹斯摆了摆手：“哦，别提了，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强盗。自从皇帝开始发疯，那些强盗就变得越来越猖狂了。”村长指着埃尔丹斯说道：“你这个傻瓜，要是被帝国派的人听到你刚才的话，你现在就有大麻烦了。”埃尔丹斯大笑起来：“不过我们还是安全的把货物运到了。”埃尔丹斯看向不远处的约翰：“这全靠和我们同行的那位贵族，他简直勇敢的令人难以置信。”村长摸着下巴思考着：“哦，贵族吗？说起来，几周前也有个自称贵族的人路过这里。”村长露出不屑的神情说道：“但结果发现他只是个冒牌货，所以我把他揍了个半死，赶出了村子。”埃尔丹斯捂着脸笑个不停，看来你脾气一上来还是那么不计后果。埃尔丹斯指着约翰向村长保证道：“不过这次你完全不用担心，他非常勇敢且正直，甚至在他把我们从强盗手中救出来之后，他根本没有要求任何报酬。”村长露出震惊的神情：“什么？一个贵族帮了别人，竟然没有趁机勒索钱财？这不可能是真的。”村长看着埃尔丹斯：“不过这只老狐狸不是那种会胡言乱语的人。如今天到处都是强盗，只要能让那位骑士留在这里，对我们村子就会大有好处。”确实如此，在这个时代，一名真正的骑士强大到足以屠杀整个佣兵团，对维护治安有着巨大的帮助。村长转过身：“真是完美的时机。既然你们都到了，不如在这里多待几天，不，干脆住上几个星期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你自己刚才也说了，最近强盗正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。”埃尔丹斯摆了摆手说道：“不行，村长，我不能这样麻烦你。”村长搂住埃尔丹斯的肩膀，大笑起来：“麻烦？你我之间还谈什么麻烦？虽然我们确实是那种会在大白天为了砍价吵得不可开交的关系。”埃尔丹斯在心里暗自发笑，这个皱巴巴的秃子竟然想把我的同伴抢走。村长也盯着埃尔丹斯，心想：居然想挡我的路，那么你口中那位尊贵的贵族在哪呢？约翰蜷缩在树下的阴影里，他看起来落魄极了，就像个快要饿死在街头的乞丐。我要饿死了。戈兰走近约翰，那个约翰大人。约翰抬起头，什么事？戈兰递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，说道：“请收下这个。”约翰看着布袋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约翰看着袋子里闪烁的金币钱，戈兰回应道：“这是您缴获的钱财，我们变卖了那些强盗所有的财物和武器，虽然不是巨款，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”约翰看向戈兰问道：“你们自己没留一点吗？”戈兰理所当然地回答道：“人是您抓到的，我们当然不会私吞。”约翰将钱袋推了回去，说道：“拿去吧，和你的人把这些钱分了。”戈兰愣在原地：“什么？”戈兰惊叫道：“不，这太多了，约翰大人，他们是向您投降的，理所当然，所有的战利品都该归您。”约翰摆了摆手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别担心，我已经拿了我那份。”戈兰看着那可怜巴巴的几枚硬币喊道：“您就只拿这么点？”约翰笑着说道：“我说了没关系。”约翰在心中痛苦的呐喊：“一点都没关系才怪！要把这些用血汗换来的钱拱手让人，简直心如刀割。”但他随即冷静下来，想到：不过比起独自一人闯入阿基坦那群恶狼的领地，花点钱留在佣兵团里要好上100倍。而且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约翰拍了拍戈兰的肩膀：“我们并肩作战，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是战友了。”约翰举起手中的一枚硬币，说道：“这些钱应该足够换取一些好感了吧？”约翰转过身离开：“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”戈兰看着约翰离去的背影，大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，一颗关怀下属的心，这才是骑士真正的尊严。”戈兰大声宣布道：“都给我听好了！约翰大人对你们展现了极大的慷慨，他决定将变卖战利品所得的所有钱财全部发放给大家。现在所有人排好队，一个接一个过来领取属于你们的那份报酬。”佣兵们愣在原地：“我没听错吧？你是说他要把本该属于他的钱分给我们？”人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大家面面相觑。佣兵们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他们挥舞着拳头，疯狂地呐喊着那个名字：约翰！约翰披着残破的斗篷走在夜色中，听着远处此起彼伏的欢呼声。约翰轻声自语道：“很好，只要一点小钱就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满足。我留下了所有昂贵的银币，却依然赢得了他们的好感。这一局是我赢了。”一名老者走上前问道：“
请问是约翰大人吗？约翰停下脚步看向他，你认识我吗？老者露出笑容，回应道：当然，您就是和埃尔丹斯大人一起来的那位贵族吧？我会带您去我们最好的房间。凯塔纳贸易公司已经支付了所有的费用，请跟我来。埃尔丹斯最终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还了人情。约翰回应道：太好了，我正好也累了。老者点头说道：好的。约翰迈开步子说道：带路吧。在营地的另一边，盖姆森愤怒地大喊：为什么只有我什么都没分到？戈兰伸手拦住盖姆森说道：大家战斗的时候，你却躲了起来，你一分钱也别想拿。盖姆森急切地辩解道：可是……盖姆森咬牙看着戈兰的背影，可恶，他们竟然只把我排除在外。盖姆森突然愣住，他看向远处，约翰正跟着旅店老板走向客房。约翰腰间挂着一把显眼的紫色佩剑。盖姆森盯着那把剑，没错，就是那个。约翰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浴桶中，现在终于感觉是在休息了。他将半张脸埋进温热的水里，看着水面冒出的气泡、柔软的床铺，还有温暖的洗澡水。我以前竟然不知道，这些简单的事情就能让我如此快乐。在外面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，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。他回想起过去，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，哪怕只是睡在一张旧床上，也是一种巨大的奢侈。虽然出生在贵族家庭，但我以前总觉得生活很辛苦。直到那个疯狂的皇帝将我们的领地夷为平地，我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。无数人在战火中哀嚎，在皇帝的暴政下挣扎求生。虽然如此，我活了下来，或许我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。他低下头，该死，我当初是不是应该接受卡拉马夫的提议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帝国军迟早会抓到我，然后将我处决。我必须想出另一个办法。对了，那些家伙。他回想起在村庄集市时，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埃尔丹斯面前竟然束手无策。一支骄傲的佣兵团不可能害怕区一个商人，他们真正忌惮的一定是埃尔丹斯所属的那家贸易公司。是的，我记得小时候在学习时听过关于贸易公司的事情。同一网络下的贸易公司会在国境之间共享情报与资金。如果是一家足够强大的贸易公司，他们甚至能左右政客、贵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军队。如果我想在帝国的追捕下生存，无论如何都必须设法接近一家贸易公司。他从浴桶中站起身，算了，那些复杂的事情以后再想。现在我只想填饱肚子，然后睡觉。夜色深沉，营地的路标指向酒馆与大门。约翰躺在床上沉沉睡去，怀里依然紧紧抱着那把紫色佩剑。房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一道缝隙，约翰在睡梦中依然紧握着那把紫色佩剑。一个蒙面人潜入房间，盯着约翰怀里的剑。蒙面人拔出短刀，伸手抓向佩剑。约翰突然睁开眼，反手扣住了蒙面人的手腕。你们这些人真是永远都不会累啊！蒙面人惊恐地瞪大眼睛。约翰坐起身，死死压制住对方。回答我！他盯着蒙面人问道：你是卡拉马夫的走狗吗？蒙面人拼命挣扎，挥动短刀刺向约翰。放开我！约翰猛地发力，将蒙面人连同房门一起撞飞。蒙面人重摔在走廊地板上，发出痛苦的惨叫。哇呀！他蜷缩在地上，剧烈咳嗽，嘴角渗出血迹。约翰走上前，一脚踩在蒙面人的胸口。求求你！眼看约翰没有停手的意思，蒙面人彻底崩溃。救命！快救救我！袭击者意识到的太晚了，他招惹了一个根本不属于人类范畴的怪物。旅店冲突发生的前5分钟，旅店老板正靠在柜台后鼾声如雷，鼻尖上的气泡随着呼吸起伏。盖姆森和一个普拉正蹑手蹑脚地走上木质楼梯。盖姆森低声问道：喂，你确定把那件事交给那家伙没问题吗？普拉自信地回应道：当然没问题，你应该知道他有多敏捷，力量有多大。他戴上了短刀和面具，绝对不可能被抓到的。此时在村庄的另一处，盖姆森正兴奋地大喊：太棒了！按照你的计划，佩尔现在应该也正准备去偷那匹马了。在马厩里，佩尔正盯着眼前的战马，感叹道：哇，这就是战马吗？看起来真是强壮的要命。佩尔翻身骑上马背，战马不安地打了个响鼻。佩尔安抚道：安静点，伙计。普拉看向盖姆森问道：但是盖姆森，那个贵族的剑真的那么值钱吗？盖姆森停下脚步：你是叫普拉吧？你见过能把人整齐切成2半的剑吗？我亲眼看见那把剑将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劈成2截。拥有那种力量的剑绝对价值连城，而且那个骑士要是没了那把剑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普拉和盖姆森猛地一颤，两人躲在墙角向走廊尽头张望。黑暗中传来了剧烈的咳嗽声，蒙面人正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拼命向外爬行。救命！快救救我！约翰一脚踩在蒙面人背上，将他死死钉在地板上。盖姆森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普拉惊恐地喊道：盖姆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盖姆森猛地转身，我不知道，想活命就快跑！普拉踉跄着后退。盖姆森拼命冲下楼梯，我们完蛋了！他大口喘着粗气，直觉告诉我出大问题了。旅店老板被吵醒，从柜台后探出头喊道：谁在那？你们2个是谁？等等，那是你吗？盖姆森慌乱地遮住脸，跑向黑暗。不，我不是盖姆森。旅店老板看着2人的背影，怒骂道：你们这些白痴又在搞什么鬼？夜色笼罩着村庄，2匹马正静静地立在旅店外的空地上。盖姆森冲向马就大喊：佩尔牵着马回头说道：你们终于来了！盖姆森面带惊恐地打断道：闭嘴，快准备好！佩尔疑惑地问道：发生什么事了？佩尔追问道：盖姆森，5轮在哪？盖姆森愤怒地吼道：他死定了，或者说他
马上就要没命了。盖姆森继续喊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我叫你准备好逃跑，快上马！”三人急忙翻身上马。佩尔在马背上挣扎着问道：“那5轮怎么办？”盖姆森疯狂地抽打马匹，那个贵族混蛋可能会一路追杀我们到这里，快点快点！佩尔试图勒住缰绳大喊：“不行，我不能丢下5轮不管！”旅店2楼的窗户轰然炸裂，木屑与玻璃碎片四处飞溅。盖姆森惊恐地张大嘴巴，呆呆地看着上方。约翰从破碎的窗口一跃而下，宛如降临人间的恶鬼。他缓缓抬起头，双眼死死盯着眼前的3人，眼中闪烁着冰冷而狂暴的光芒。神圣帝国南郊荒野上的枯树吊着几具尸体，2名帝国士兵正在树旁忙碌，沉重的木锤砸向木桩，发出阵阵闷响。一名士兵停下手里的活，说道：“呼，总算弄完了。”另一名士兵走上前问道：“钉牢了吗？”“放心吧，稳得很。”他们立起了一块告示牌，上面写着警告通知：这些人偷窃了贵族的财产，根据我的法令，他们及其家属在此处已绞刑。落款是神圣帝国皇帝卡迪里安·比扎尔福克。2名士兵站在告示牌前，看着树上摇晃的身影。他们到底偷了什么，竟然要被处以绞刑？难道是偷走了某个贵族家族的文章之类的东西吗？一名士兵低声说道：“我听说他们只是从德沃扎布男爵的领地上偷了1只鸡和3个鸡蛋。”另一名士兵惊呼道：“什么？就因为这种事，他们全家就落得这个下场？”风吹过荒野，几具尸体在枯树下无声的晃动。夜幕降临，一轮明月挂在空中。埃尔丹斯坐在酒馆内，面前摆着一盘煎鱼和一壶热茶。侍从急匆匆地走过来：“埃尔丹斯先生，出事了！”埃尔丹斯放下茶杯，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侍从神色慌张地说道：“是佣兵团的盖姆森，他试图偷窃约翰大人的财物，结果被抓住了。”埃尔丹斯拍桌而起：“什么？”埃尔丹斯扶着额头说道：“该死，这下麻烦了！我原本还指望能说服约翰大人，让他陪我们一起去马塞尔，立刻去把盖姆森抓起来。至于我们其他人，就装作和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。”侍从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侍从心想，他好冷静，这就是凯塔纳贸易公司的商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吗？埃尔丹斯端起茶杯，内心却在呐喊：“我得冷静下来。我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才走到今天，这次危机也一定能挺过去。我埃尔丹斯绝不会因为这种事就倒下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得想个办法去应付那位贵族。”埃尔丹斯坐在酒馆的长椅上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月光笼罩着村庄的议事厅，村长坐在长桌尽头，对围坐的村民们说道：“那么今天的村务会议就到此结束吧。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，一名年轻村民猛地推开大门：“村长，不好了！”村长疑惑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年轻村民气喘吁吁地喊道：“那几个捣蛋鬼在偷窃贵族财物的时候被抓住了。”后方的村民们正幸灾乐祸地议论着。村长听闻此言，惊恐地瞪大了双眼。村长捂着脸，愤怒地吼道：“那些没用的混蛋！”一名村民惊恐地问道：“村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村长猛地站起身：“什么叫怎么办？立刻去准备献给那位贵族的贡品，现在就去，顺便把村子里关着的那个奴隶也带上。还有……”村长因沉着脸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准备在那位贵族面前亲手处决那几个惹祸的混蛋。议事厅内顿时炸开了锅。“村长，您在说什么啊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去死，就因为那不是您的孩子，您就能说出这种话吗？”村长猛地举起椅子：“都给我闭嘴！听好了，你们这群蠢货！”他将椅子狠狠砸向地面，木屑四溅，椅子瞬间支离破碎。难道你们还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吗？你们已经忘了皇帝颁布的法令了吗？议事厅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村长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在那位贵族动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采取行动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”他脑海中浮现出那道残酷的法令：觊觎贵族财产者，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将被割掉舌头，或者被处以绞刑。因为这道荒谬的法令，已经有很多地方发生了灭门惨案。村民们听着村长的话，脸上写满了恐惧与绝望。村长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拿到工钱，就想要1只鸡和3个鸡蛋作为抵偿，所有的贵族都是一个德行。现在你们觉得那些小崽子惹恼的贵族会怎么做？你们得罪了一个贵族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惩罚你们。”村长继续恐吓道：“他甚至可能会砍掉村里所有人的手，一边这么做，一边还会满口胡扯什么骑士的荣誉。”一名村民指着墙上的家徽说道：“但是这里是贾彭伯爵的领地，无论那位贵族的家世多么显赫，如果我们向伯爵求助的话……”村长冷笑一声打断道：“哈，贵族们只关心他们那点荣誉游戏，你觉得他们会在乎我们的死活吗？醒醒吧，你们这群蠢货！”村长猛地拍向长桌，震得桌上的餐具叮当作响。村民们被吓得缩起了脖子。一名妇女掩面痛哭，身旁的男人低头沉默不语。其他村民也纷纷避开视线，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绝望。村长低着头：“你们以为我做这种决定心里会好受吗？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只要那几个孩子死掉，村子就能活下去。牺牲你们的孩子，我很抱歉，但这个决定是为了整个村庄。接受现实吧。”深夜的树林中，村民们排成2队，沉默地走向林间空地。空地中央的一棵大树下，几名年轻人被反绑着双手，跪在冰冷的地面上。约翰站在树下，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约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该死，事情闹得太大了。他原本以为这些人是皇帝派来的刺客，
没想到竟然只是几个看中了这把昂贵宝剑的蠢孩子。约翰心想，看来以后得把这把剑藏好才行。在大庭广众之下带着这种剑，确实是我的疏忽。跪在地上的几个年轻人满脸泪水，身体不停地颤抖，发出恐惧的呜咽声。约翰心生怜悯，打算吓唬他们一下就放人。他坐在木箱上，双手拄着长剑，沉默地等待着。村长带着一众村民赶到。那个尊敬的约翰大人，您还好吗？约翰猛地抬起头，不，我一点都不好。所以在鲁茨贝克村，你们就是这样欢迎熟睡的客人的吗？把刀架在客人的脖子上，抢夺他们的行李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村长猛地跪倒在地，我诚恳地向您道歉，这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能管教好这些蠢货。约翰心想，吓唬的也差不多了，行了，下次注意点，你们现在可以走了，都散了吧。村长却并没有起身离开，反而发出一声凄厉的呐喊。正因如此，约翰瞳孔骤缩，死死盯着那把刺向年轻人的利刃。村长高举短剑，面目狰狞地咆哮道，为了维护您的名誉，我将亲手砍下这些混蛋的脑袋。约翰心中暗骂，这个疯子让事情变得更糟了。住手！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。村长却像发了疯一样，不，约翰大人，这些玷污了您名誉的人死有余辜。围观的村民中传出绝望的哀求，阿坦卡，请不要这样做，饶了他们吧。村长看着跪在面前的年轻人，对不起，五伦。一名妇女捂住双眼，对不起，儿子。一道沉重的撞击声响起，约翰手中的长剑重重砸在地面，激起一片烟尘。约翰面色阴沉，你没听到吗？我叫你住手！村长僵在原地，惊恐地看着约翰。周围的村民们也被这股威压震慑，纷纷屏住呼吸。林间空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约翰环视着这群疯狂的人，你们都疯了吗？就为了这么点小事，你们竟然真的要杀人？如果你们想让他们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，那就用钱来偿还，立刻给他们松绑，然后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我消失。村长和村民们都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约翰。约翰心中暗想，啊，难道表现得太明显了吗？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我再说一遍，荣誉怎么可能比人命更珍贵？村长手中的短剑掉落在地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村长跪倒在地上，约翰大人，没想到您竟然会做出如此高尚的决定。普拉，我的儿子！一名妇女哭喊着冲上前，普拉也放声大哭，母亲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母亲哽咽着回应道，我很高兴您平安无事。村长抽泣着，真不敢相信，世上竟然真的存在如此高尚的贵族。埃尔丹斯说的是真的，对不起，埃尔丹斯，我竟然没能意识到您是多么高尚的贵族，反而成了那个白痴诡计的受害者。村民们齐声向约翰致谢，谢谢您，约翰大人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。普拉跪在约翰面前，我真的很抱歉，约翰大人。埃尔丹斯看着这一幕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村长说道，算你们走运，小鬼们，如果是换做别的骑士，你们早就死得很惨了。盖姆森跪在地上，朝着侧面啐了一口唾沫，脸上写满了不甘。你终于来了，快点给我松绑！该死，我真不该加入这支倒霉的佣兵团。虽然这次被抓住了，但下次我一定会。还没等盖姆森想完，坎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按住盖姆森的头，另一只手抽出一柄锋利的短刀，抵住了盖姆森的咽喉。坎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放松身体，这样对你来说会轻松一点。”盖姆森瞪大双眼：“你在说什么啊？”话音未落，短刀猛地划过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一道寒光闪过，盖姆森的喉咙被瞬间割开，鲜血如泉涌般喷溅而出。约翰站在不远处，眼睁睁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鲜血溅落在地。盖姆森跪倒在血泊中，身体向前倾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坎手中握着滴血的短剑，鲜血顺着剑刃滑落。约翰问道：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坎低头看向约翰，这是神圣帝国皇帝的圣旨，我已经处决了那个觊觎贵族财富的人。约翰眼神冰冷地说道：“看来你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我记得我说过，不想看到他们的血。”埃尔丹斯露出惊恐的神色，坎看向约翰说道：“约翰大人，即便是佣兵，也有必须遵守的荣誉和规则。盖姆森那懦弱的行为，践踏了我们佣兵团的荣誉和生命。我是在维护佣兵团的荣誉和规则。”他突然挥动手中的长剑，直指约翰的咽喉：“如果你仍然认为我挑战了你的权威，那就惩罚我吧。无论什么样的惩罚，我都愿意全部接受。”约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陷入了沉思。他说的对，佣兵有他们自己的荣誉，坎正在用生命守护那份荣誉。约翰伸手握住抵在喉咙上的剑刃，埃尔丹斯紧张地看着这一幕。约翰松开手，坦白说，我确实忽略了你的立场，我向你道歉。戈兰和埃尔丹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一位贵族竟然在道歉。坎愣在原地，握剑的手微微颤抖。约翰看着他说道：“把短剑收起来。”坎回过神来，收起武器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感谢您的理解，约翰大人。”戈兰冲到坎的身边喊道：“坎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反抗贵族是多么鲁莽的行为？”坎笑着看向戈兰说道：“如果我以后再做出那种事，你就狠狠踢我的屁股吧。”埃尔丹斯看着约翰的背影，这位贵族果然与众不同，他是一位正直勇敢的贵族，而且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。这种人怎么会存在于世？难道他是从修道院出来的吗？如果我能把约翰大人引荐给开塔纳商会，我的名声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他成为我的盟友。夕阳西下，商队的马车在山间小路上缓缓行驶，佣兵们护卫在侧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约翰骑在马上，手里拿着一块金色的怀表。我挑了这块看起来最贵的，结果竟然是个坏掉的表。早知道就该把所有东西都拿走。约翰突然察觉到了什么，
戈登微笑着看向前方说道：“约翰大人，我现在必须去照顾别人了。”村长带着村民们跑向他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，这些是村子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为您准备的礼物。”约翰问道：“那些是什么？”约翰从那一堆东西里拎起一条链子，末端挂着一块怀表。一块表？你们这种地方竟然有这么珍贵的东西？村长谄媚地回应道：“您竟然认得他，不愧是贵族的眼光。”村长指着身后一个被铁链锁住、双眼被布蒙住的身影说道：“请把这个奴隶也带走吧。他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但他精通地理，肯定能派上用场。”约翰陷入了沉默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待遇这么差的奴隶，如果就这样把他丢在这里，他肯定活不下去。约翰看向村长说道：“我收下了，在我们出发前，带他去洗个澡，再给他弄点吃的。”村长低头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村长转头看向那个奴隶，大声喊道：“高兴点吧，戈登，高贵的约翰大人接纳你了。”虽然收留了他，但约翰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。使用奴隶让他感到不适，而且戈登那双大眼睛看起来也有些古怪。夜幕降临，营地里燃起了篝火，佣兵们围坐在火堆旁，享受着丰盛的晚餐。天哪，真没想到在旅途中还能吃到肉和热汤。另一人回应道：“这全靠约翰大人分给我们的那份战利品。”砍走向巡逻的佣兵叮嘱道：“别喝酒。”佣兵立刻回应道：“当然砍。”约翰正坐在火堆旁擦拭长剑，戈登端着托盘走近喊道：“那个主人，我给您送晚餐来了。”约翰接过托盘说道：“谢谢。”约翰看向戈登问道：“你是叫戈登吧？换个称呼，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。”戈登显得有些局促：“您的名字？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谢谢你，约翰。”约翰心中有些疑惑，这孩子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个女孩吗？怎么这么容易害羞？约翰收回思绪问道：“言归正传，既然你精通地理，怎么会沦落为奴隶？”戈登低下头：“那不是什么愉快的故事，真的没什么好说的。”约翰拨弄着篝火说道：“我也有一堆不愉快的故事。”戈登惊讶地问道：“即便您是贵族，也会遇到糟糕的事情吗？”约翰沉默了片刻：“我想先听听你的故事。”戈登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我原本是一个在东部地区运输和转售武器的小贩，主要是把铁匠打造的武器送到附近地区。后来，根据一位贵族的命令，我最终参与了走私黄金。”约翰看着戈登说道：“走私黄金至少会被判处死刑，你能活下来真是走运。但为什么一个武器商人会去走私？而且，你看起来年纪太小了，不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。”戈登跪坐在地上回应道：“我需要很多钱寄给家里，我的弟弟妹妹们正在挨饿生病，这就是原因。我一直按照那位贵族的指示运送并藏匿那些黄金，直到有一天他举报了我。”约翰看着戈登问道：“所以你在失去利用价值后就被他踢开灭口了？你没有尝试申请审判吗？”戈登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因为皇帝的圣旨，我甚至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。”约翰看着跳动的篝火，那个该死的皇帝，你至少把钱寄给你的兄弟姐妹了吗？戈登眼眶里噙满了泪水。不，没有。为了免于死刑，那些钱全被拿走了，作为给卫兵的贿赂。戈登揉着眼睛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沙子进到眼睛里了。”约翰看着身旁哭泣的少年说道：“你没有什么好道歉的，在我面前不用担心这些。”约翰盯着火堆，该死，这个世界如此残酷，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如果你没有力量，就会像罪犯一样被剥削，这就是日常生活的真相。而且没有人能反抗贵族的暴行。约翰回想起那些悲惨的景象，布里茨家族的私兵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沦为劫匪，还有鲁茨贝克的人民，他们被逼到了绝境，甚至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孩子来保全性命。那些绝望的哭喊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，甚至连被贵族利用后沦为奴隶的戈兰也是如此。这真的对吗？该死，他太可怜了。不，现在不是担心别人的时候，我正被皇帝的军队追杀，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。戈登吓了一跳：“是主人？”“不，约翰。”约翰看着戈登说道：“既然我们现在是同伴了，就别死掉，让我们一起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。”戈登愣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约翰。一名佣兵举着火把冲向营地，大喊：“约翰大人，附近出现了怪物！”约翰站起身，看着远处的黑暗，心想：怪物真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约翰看向佣兵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佣兵指着森林深处回应道：“在那边。”约翰拔出长剑冲向森林。戈登跪坐在火堆旁：“约翰要和他一起活下去吗？”约翰赶到森林边缘，坎和另一名佣兵正守在灌木丛后。“约翰大人，您来了。”约翰看向前方问道：“怪物就在那边吗？”坎盯着漆黑的树丛回应道：“天太黑了，看不清楚，但那里绝对有个怪物。”约翰看向那股气息，神情变得冷峻。约翰猛地站了起来，佣兵惊恐地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，请快趴下！”约翰看着前方那股诡异的红光：“没关系，把武器收起来吧。”坎和身边的佣兵愣住了。“什么？”约翰没有多做解释。“我过去看看。”坎迟疑地回应道。“好吧。”约翰独自走向森林深处，两名佣兵看着他的背影：“他会没事吗？”坎神色严峻地说道：“无论骑士多么勇敢，对付怪物都需要专门的技巧。即使把怪物引诱到准备好的陷阱里战斗，依然非常危险。不幸的是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埃尔丹斯，我们不能再冒任何风险了。”约翰停下脚步：“我能感觉到。”约翰看着那股能量，这股压力很熟悉，仿佛能冻结人的心脏。黑暗中亮起一双猩红的眼睛。约翰看着前方，那是厄运黑狼，果然是那个家伙。他回想起上一次见到这只巨兽的情景，当时他袭击的是阿基坦的狼群，而不是我。约翰注视着黑暗中的身影，尽管他随时都可能冲过来杀了我，但我知道他不会攻击我。约翰对着前方说道：“出来吧，别躲了。”巨大的黑狼从阴影中现身，发出了低沉的嘶吼声。约翰看着眼前的巨兽问道：“
你是跟着我来的吗？多亏了上次的事，我才活了下来。远处的坎惊恐地喊道：“约翰大人到底懂不懂怎么对付怪物？”旁边的年轻佣兵也面色凝重地回应道：“我不确定，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。”黑狼凑近约翰，在他身上嗅了嗅。突然，黑狼张开大嘴，猛地咬住了约翰的头。坎吓得大叫起来：“约翰大人！”佣兵们愣在原地，看着眼前荒诞的一幕。约翰被黑狼含在嘴里，发出了沉闷的声音：“让开点，你这个小混混！”约翰推开黑狼的嘴说道：“别太吃惊，这家伙。”埃尔丹斯从后方走上前，他不是什么厄运黑狼，而是黎明的向导，对吧？约翰惊讶地重复道：“黎明的向导。”埃尔丹斯走上前，在东方帝国流传着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在大战的年代，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一位战士为那只狼取了名字——黎明的向导。得到名字的狼向战士低下了头。当人们看到那只狼在战场最前方奔跑时，所有人都会高声呼喊：“黎明的向导！”在那场撕裂大陆的战争结束时，战士带来了和平，并以英雄的身份迎来了终结。黑狼为此悲伤的哭泣。他在英雄的身边守候了3天3夜，随后便踏上了旅程，前往任何需要秩序与英雄的地方。那就是约翰看着眼前的巨兽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”这家伙被称为厄运黑狼。埃尔丹斯在一旁解释道：“黎明的向导起源于东方帝国的民间传说，随着故事向南方流传，一些细节变得扭曲了。黎明的向导惩罚邪恶，并臣服于勇敢的英雄。”埃尔丹斯看着正在与黑狼互动的约翰说道：“那是东方帝国古籍中的一句话。”约翰斜眼看向黑狼，所以他真的是那种存在吗？埃尔丹斯走近了一些，问道：“我能摸他一下吗？”“就一下。”约翰回应道。“请便。”埃尔丹斯伸出手：“乖孩子。”黑狼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猛地张开血盆大口。埃尔丹斯吓得缩起了脖子。埃尔丹斯看着黑狼凶狠的模样，也许我不该这么做。约翰按住黑狼的头说道：“嘿，听话点。”埃尔丹斯看着只对约翰温顺的巨兽，难道这只狼只对约翰大人温柔吗？等等，埃尔丹斯想起东方帝国的民间传说中有一段记载，如果你给跟随你的神兽取了名字，他就会成为你的部下。埃尔丹斯盯着约翰，难道这个来自南方偏远地区的男人就是传说中的英雄？这不可能，但如果他真的是呢？埃尔丹斯大声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，你给黎明的向导取名字了吗？”约翰转过头回应道：“不，还没有。老实说，我一直没机会。”埃尔丹斯兴奋地提议道：“那现在给他取个名字怎么样？如果传说是真的，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。”约翰愣了一下：“是这样吗？”约翰陷入了沉思。那我该叫他什么呢？埃尔丹斯在一旁建议道：“叫凯塔纳怎么样？”约翰沉默了片刻，等一下，他脑海中浮现出过去的画面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埋葬卡拉马夫那个混蛋的时候，对吧？既然如此，约翰看向眼前的巨兽卡拉马夫，我要给你取名为卡拉马夫。埃尔丹斯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喵！那个名字是……话音刚落，黑狼周身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暗红色能量，巨大的身躯在光芒中剧烈震颤。约翰和埃尔丹斯被这股强大的气流震慑，只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异变。黑狼的身躯被暗红色能量完全包裹，他仰天长啸，咆哮声贯穿了整片森林。紧接着，一道耀眼的蓝色光柱冲天而起，将原本的暗红气息彻底冲散，森林被映照得如同白昼。约翰和埃尔丹斯站在光芒中，看着眼前的异变。埃尔丹斯惊恐地看着前方，约翰看着眼前的景象。哇！光芒逐渐散去，一只全新的生物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身形比之前更加威严。卡拉马夫迈步走上前，巨大的狼形生物约翰低下头，向他致以敬意。约翰伸出手，抚摸着他的毛发，说道：“以后就拜托你了，卡拉马夫。”“你说的对，埃尔丹斯，这真的很令人惊讶。”约翰正说着，巨大的狼形生物突然伸出舌头，舔了舔他的脸。约翰看着跪倒在地的埃尔丹斯，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埃尔丹斯整个人趴在地上，一切都和传说中一模一样。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神话中的场景。从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起，我就非常尊敬您。您从强盗手中保护了我们，对敌人展现了仁慈，甚至带着荣誉原谅了他们。我向这位被东方神兽选中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约翰看着跪地不起的埃尔丹斯，沉默不语。乱世的英雄，埃尔丹斯的声音在森林中回荡，远处的佣兵们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。约翰大人是乱世的英雄。约翰看着跪在面前的埃尔丹斯说道：“抱歉，埃尔丹斯。”埃尔丹斯愣了一下，喵。约翰挠了挠头：“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英雄，我只是一个来自没落家族的流浪者，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。”他神色变得有些复杂，而且我正因为打死了卡拉马夫而遭到追捕。约翰看向埃尔丹斯，继续说道：“很抱歉让你失望了，埃尔丹斯。”埃尔丹斯猛地抬起头喊道：“完全没有，约翰大人。无论如何，请允许我将您介绍给马塞尔贸易公司，这样我至少能报答您对我们的恩情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您也说过正打算前往马塞尔，不是吗？”约翰露出困惑的神情：“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那个地方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”埃尔丹斯解释道：“马塞尔作为自由贸易城市非常出名，在这个地区，所有的城市都必须先经过马塞尔。最重要的是，那是少数几个皇帝无法触及的城市之一。”约翰愣住了：“我不能拒绝你的好意。”埃尔丹斯激动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，约翰大人。”约翰看着远方，皇帝无法触及的地方，而且那里的贸易很活跃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也许我可以作为一名商人重新开始。埃尔丹斯走在前面，在大战的年代，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
一位战士为那只狼取了名字。约翰跟在后面，看着欢快的埃尔丹斯。我只希望贸易公司里不要流传什么奇怪的谣言，关于我是什么英雄之类的说法。乱世的英雄吗？如果我真的是那种英雄，该有多好！无论是前世还是现在，我都只是一个为了活下去而挣扎的流浪者。从现在起，只会知道痛苦。哼，死前的生活也并不轻松，但这次不同了。这一次，我会按照自己的意志，一步一步向前迈进。出发吧！约翰看着眼前的城市说道：“这就是马塞尔啊！”戈登看着宏伟的建筑，感叹道：“我从没想过还能回到这里。”两人并肩走入城中，街道上人来人往。约翰看着热闹的集市说道：“既然到了贸易之城，我们也该去买点东西。”卡拉马夫发出一阵吠叫，跑向了路边的摊位。约翰在后面喊道：“嘿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”一位妇人看着跑来的卡拉马夫说道：“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，想尝尝这个吗？”卡拉马夫凑到妇人身边，摇着尾巴吃起了递来的食物。约翰看着卡拉马夫，对了，他在心里默默想着，那家伙在别人眼里现在只是只可爱的小狗吧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进入马塞尔的前一天晚上，月光洒在荒野上，巨大卡拉马夫静静地坐着。约翰开口说道：“卡拉马夫，如果是小狗的大小倒还好，但要是像你这样的怪物进入城市，会引起骚乱的。”约翰看着他继续说道：“你能留在城外等吗？”卡拉马夫发出一声低吼，回应了约翰的要求。卡拉马夫全身环绕着青蓝色火焰，约翰感到十分惊讶。突然间，他变成了一只蓝色的小型兽类，对着约翰欢快的吠叫。约翰看着变小后的卡拉马夫，问道：“你变小了？这也是神兽的能力之一吗？”戈登看到这一幕，哇呀，你太可爱了！戈登抱在怀里的卡拉马夫，好吧，如果是这个体型的话，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集市上的路人纷纷围了过来。天啊，好可爱！真是只长相奇特的小狗，是从异国他乡带回来的宠物吗？戈登笑着说道：“抱歉，这家伙有点没礼貌。”没关系，他很乖。约翰看着周围聚集的人群，引人注目对我们没好处，必须快点离开这里，毕竟我们还在被追捕。戈登向约翰喊道：“约翰，如果你买一个能装下行李、油和醋的大包，我可以处理所有的装备。”约翰看着戈登回应道：“想起来了，你以前是装备商人对吧？但我只有4枚银币，用这么多钱，真的能买到我们需要的全部东西吗？”戈登接过1枚银币，我戈登向你保证，只用这1枚银币就能买齐刚才提到的所有东西。约翰看着戈登干劲十足的样子，别太勉强了，只靠1枚银币，他到底能买到什么？50分钟后，一个巨大的行李包重重地落在地上，里面塞满了各种物资。戈登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说道：“这些应该足够了。”约翰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真的只用1枚银币就买到了所有东西。首先，我们买到了我的战术腰包，以及戈登背着的那个巨大的补给背包，这让存放物品变得容易了许多。戈登发挥了他惊人的口才，将那个完全破碎的头盔以极高的价格卖了出去，甚至还让对方白送了一把钉头锤。戈登拿着银币，笑着说道：“现在我不需要无缘无故地一直展示文章了。”在买完醋、油以及其他维护装备的必需品后，我们竟然还剩下了零钱。不知为何，我们最后剩下的钱竟然比开始采购前还要多。账单上清晰地记录着：初始资金4枚银币，支出1枚银币，利润9枚银币，余额12枚银币又10枚铜币。约翰看着戈登忙碌的身影，如果他连一个破损的头盔都能卖出那种高价，那么我埋掉的那些卡拉马夫的装备又该值多少钱？如果以后有机会回去，我一定要把它们挖出来卖掉。戈登，做回老本行，让你看起来很高兴啊！看来你以前真的是个商人。你很喜欢以前的工作吗？戈登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很怀念这种生活。”戈登神情变得有些落寞。我成了奴隶，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，每天都活在绝望和恐惧中。但是自从遇见了你，约翰，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过去，回到了那个身为商人而非奴隶的生活。谢谢你，约翰。即便我从未沦为奴隶，我也肯定还是会选择和你一起旅行。约翰露出了一丝微笑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很开心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指望你了。戈登大声回应道：“没问题，约翰。”约翰看向前方说道：“好了，现在让我们去探索马塞尔吧。”戈登紧随其后喊道：“好。”此前只知道艰辛生活的约翰，在抵达贸易之城马塞尔后，终于体会到了远超流浪生涯的幸福。酒馆里人声鼎沸，侍女们端着美酒与佳肴穿梭在桌椅间。约翰大口撕咬着手中的烤肉，他在心中感叹道：“流浪时吃的肉干简直就像在嚼皮鞋，马塞尔的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，入口即化。”回想起过去，那时候没法随时洗澡，全身都痒得厉害，但在马塞尔，只要想洗，随时都能泡在热水里。以前旅行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一个能安稳睡觉的地方。他曾蜷缩在野外的乱石堆里，枕着坚硬的石头入睡，但在马塞尔，他可以睡在温暖柔软的毯子里，整个人陷进舒适的床铺中。约翰在心中感叹道：“马塞尔的生活真是太棒了。”他下定决心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在这里定居生活。就这样，约翰沉浸在马塞尔定居的美梦中。然而，命运并没有如他所愿。第二天，马塞尔市中心广场，约翰咬下一大块烤肉，在心中感叹道：“生活真是太安逸了。”他走在马塞尔宽阔的街道上，戈登跟在身旁，卡拉马夫在两人脚边轻快地跑着。约翰继续想着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轻松地在街上散步了。然而，一阵叹息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约翰停下脚步，看向不远处聚在一起的镇民。一名镇民惊呼道：“又是一伙强盗！”另一名镇民面带愁容地回应道：“是啊，
这次他们带走了戴夫的女儿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运送的所有货物也都被抢走了。约翰一边嚼着肉串，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。我真害怕明天又会听到什么坏消息。强盗横行，我们这些普通人该怎么活下去啊？戈登看向约翰说道：“约翰，看来马塞尔附近也有强盗，难怪镇上的气氛看起来不太对劲。”约翰原本轻松的心情瞬间消失。该死！一名雇佣兵正对着摊主大声咆哮：“我说了以后会付钱给你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只是想要一串肉串而已，我已经整整4天没吃过东西了。”这个男人是阿基坦之狼佣兵团的一名调队者，在追捕约翰的过程中，他与大部队走散了。为了生存，他一路流浪到了马塞尔。雇佣兵继续对着摊主叫嚣：“我说了以后会付。”他突然停了下来。啊！约翰指着那个雇佣兵，发出了惊恐的尖叫。雇佣兵也认出了约翰，同样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叫。雇佣兵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剑，指着约翰咆哮道：“你这混蛋！”约翰看着眼前的敌人阿基坦之狼，他们竟然一路追踪我到了马塞尔。约翰咬紧牙关，这下糟透了，在这里战斗绝对没有任何好处。雇佣兵高举长剑，去死吧！约翰迅速做出反应，他侧身避开攻击，剑光闪过，雇佣兵甚至来不及反应，胸前的铠甲便被撕裂，整个人惨叫着倒飞出去。雇佣兵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周围的镇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四散退开。布拉迪尔看着眼前的混乱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我以为是个强盗，原来只是个抢劫犯吗？现在的治安真是糟糕透顶，什么样的人都敢爬出来作乱。”在他身后，整齐划一的军队正穿过马塞尔的广场。布拉迪尔骑在战马上，不必担心。作为橡树佣兵团的团长，向众人保证道：“我向你们保证，拥有500名精锐的橡树佣兵团必将彻底铲除那伙强盗，让马塞尔重获安全。”随着他的宣言，街道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。戈登兴奋地看向约翰说道：“太厉害了，我真不敢相信能亲眼见到他们。”约翰疑惑地问道：“他们很有名吗？”戈登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橡树佣兵团。我听说他们是帝国境内最顶尖的佣兵团之一。”约翰低声自言自语道：“看来马塞尔附近真的有强盗出没啊。”戈登看着远去的军队说道：“他们一定是被雇来消灭那些强盗的。”约翰心中却充满了后怕。如果刚才那个男人没有出手干预，我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。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事，在帝国全力搜捕我的情况下，我根本不可能继续留在马塞尔生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而充满杀意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：“从现在起，你只会感受到无尽的痛苦。”约翰咬紧牙关，清醒一点。约翰，你依然是个逃犯，想要活下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凯塔纳贸易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。约翰回想起埃尔丹斯那张和蔼的猫人面孔，以及他手中代表贸易公司的天平徽章，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轻易招惹贸易公司。约翰继续思索着，幸运的是，埃尔丹斯非常看重我，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触到马塞尔贸易公司。约翰的神情变得愈发冷峻。但如果在那之前，我的身份就暴露了吗？如果他们知道帝国正在全力追捕我，他们还会站出来保护我吗？约翰看着脑海中埃尔丹斯的幻影，得出了残酷的结论：绝对不会。如果我在与凯塔纳建立稳固关系前暴露身份，等待我的只有死亡。目标已经很明确了，我必须进入凯塔纳贸易公司，并以此获得对抗帝国的庇护。约翰眼神变得冷峻，在赢得公司的信任之前，我的身份绝对不能泄露。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打扰一下。”约翰停下脚步，猫人女性问道：“请问您是约翰先生吗？”他微微躬身说道：“我是凯塔纳贸易公司的专属女仆，我叫伊贝尔卡。我从埃尔丹斯大人那里听说了您的英勇事迹，不得不说，您的表现令我印象深刻。我们希望能与您以及您的家族建立紧密的联系。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，能否请您随我前往凯塔纳贸易公司一趟？”格塔纳商团的马塞尔分部坐落在宏伟的建筑群中。戈登背着沉重的行李包蹲在路边。好了，卡拉马夫，把你的爪子给我。卡拉马夫猛地咬住了戈登的手，戈登疼得叫出声来：“哎呦，快松口，别咬我了！”在商团内部一间装饰考究的会客室内，约翰看着眼前的陈设，终于来到商团了。这里是我扭转局面的最好机会，希望一切都能按计划进行。这时，一名女子走进了房间。“您一定就是约翰爵士吧？我从埃尔丹斯爵士那里听说过不少关于您的事，很荣幸能正式见到您。”约翰站起身迎接来者。伊昂提起裙摆行礼：“我是伊昂，格塔纳商团马塞尔分部的负责人，见到您很荣幸。”约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我是艾茨家族的约翰，能见到您也是我的荣幸。”伊昂微笑着点头：“确实如此，约翰爵士，不如我们边喝茶边讨论细节。”约翰走向座位说道：“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就这么办吧。”两人在会客室内坐定，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。伊昂端起茶杯，介绍道：“这茶是从地中海地区进口的贸易品，希望合您的口味。”约翰爵士。约翰端起茶杯，这分明是咖啡吧？他面上不动声色地回应道：“谢谢，我会好好享用的。是用烘焙过的果实种子泡出来的茶，对吧？”伊昂露出笑容说道：“没错，您的眼光真敏锐，很少有人能这么轻易地认出他来。那么，我们要开始谈正事了吗？”伊昂继续说道：“约翰爵士，关于您来找我们的原因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头绪。”约翰猛地喷出了口中的茶水。该死，难道他们已经发现我在被皇帝追捕了吗？伊昂闭上眼睛说道：“而那个原因是，因为您的心中一定怀揣着宏大的抱负。”约翰愣在原地。啊！伊昂继续说道：“我从埃尔丹斯爵士那里听说了您的事迹，您是如何保护无辜者，又是如何对投降的敌人展现仁慈。
像您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要来到马塞尔这个强盗横行的地方？我看到了您想要亲手拯救马塞尔的野心。约翰用手遮住脸，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现在只能顺着他演下去了。啊，您看穿我了。叶昂露出笑容说道：“拥有野心并不是坏事，事实上，对于那些有能力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美德。而且，我们商团最喜欢支持那些有能力者的野心。”约翰看着他，这就是交易的味道。叶昂继续说道：“此外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约翰爵士，我甚至可以将您引荐给马塞尔的领主。”约翰感到震惊，领主，那基本上就是这座城市的市长。不仅是商团，如果我能把市长也拉到我这一边，到那时，就算是皇帝的祖父想要动我，也会感到头疼不已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拿下这笔交易。约翰开口说道：“我很感激您的提议，但是我能确切的知道这项赞助具体包含什么吗？”伊昂解释道：“来自格塔纳商团的赞助，意味着您可以享用我们提供的一切服务，无论是餐厅、旅店，甚至是娱乐场所，在格塔纳的名号下，您可以尽情享受这一切。当然，如果您变得太贪心，我们可能不得不切断供应。然而，有一个条件，您必须向我们承诺一件事：当我们需要您的时候，您必须在我们的旗帜下战斗。”伊昂回应道：“不，橡树佣兵团已经出发去处理他们了。”约翰问道：“那意味着你们想让我去对付威胁城镇的强盗吗？”伊昂看着约翰说道：“关于您，约翰爵士，我们另有安排。”约翰沉默了片刻，另有安排，具体是指什么？伊昂嘴角勾起一丝弧度。最近，反对我们的店主数量正在增加，他们声称格塔纳商团垄断了市场。随着他们的抱怨声越来越大，处理起来也变得越来越麻烦。所以，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除掉那些不满的店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连同他们的孩子也一起清理掉。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条件。那么，约翰爵士，您接受我们的提议吗？约翰沉默不语，眼神变得冰冷而深邃。格塔纳商团分部的宏伟建筑在余晖中显得格外肃穆。约翰独自从商团总部走了出来，一直在门外等候的戈登背着大包，带着卡拉马夫迎上前去。约翰爵士，您回来了，和商团的会面顺利吗？约翰沉默着，神情显得有些凝重。戈登则有些不安地轻声唤道：“约翰爵士。”约翰的嘴角突然向上勾起。戈登，我们要去过上流生活了。戈登愣在原地。哎，什么？过上流生活？1小时前，在会客室内，约翰坐在沙发上。我拒绝，不，我拒绝。在这样的大城市里，人们对分销垄断产生不满是很自然的事。但是你们不打算通过对话解决，反而要杀了他们，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放过。我不会为了这种理由去杀害无辜的人，就当这笔交易从未发生过吧。伊昂站在约翰面前，眼神中透出一股寒意。伊昂盯着约翰，约翰毫不退让地回视着他。伊昂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您通过测试了，约翰爵士。”约翰愣住了。啊！伊昂微微躬身行礼：“刚才只是为了确认您是否真的适合接受我们的资助。”正直的骑士大人，请原谅我的无礼。约翰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：“那关于垄断和那些抱怨又是怎么回事？”伊昂直起身子，解释道：“格塔纳商团从未垄断过分销渠道，也从未招致过当地商店的怨恨。事实上，我们以公平的市场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商品，所以我们在商人中其实非常受欢迎。虽然有很多团体在暗中克扣利润，但那与我们无关。不过，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条件依然有效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要您现在就立刻奔赴战场。”伊昂看向约翰说道：“既然橡树佣兵团已经出动，那么目前这段时间，约翰爵士，您只需要放松身心，尽情享受格塔纳商团的款待即可。”伊昂向约翰伸出手：“您意下如何？约翰爵士，愿意与我联手吗？”约翰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。他猛地握住伊昂的手，大声说道：“没问题，我加入了。感谢圣卢克的恩典。”伊昂回应道：“愿这次结盟能让我们互惠互利。”戈登一脸困惑地看着兴奋的约翰：“过上流生活，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约翰笑着解释道：“所谓上流生活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要去吃顿超级大餐，而且还是记在格塔纳商团的账上。”戈登背着大包，小跑着跟在约翰身后。这么说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哥。约翰大步向前走着。那是当然，我终于拿到了商团的赞助。戈登开心地欢呼道：“哇，恭喜您，约翰爵士！”约翰侧过头回应道：“谢了，戈登。”约翰看着远处的夕阳，心中暗自感慨：刚踏入马塞尔就拿到了赞助，一切都在按计划完美进行。虽然附近的强盗似乎还在闹腾，只要等戈兰率领的橡树佣兵团把他们彻底铲除，这里很快就会恢复往日的平静。约翰看着远方，我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终于近在咫尺了，是时候彻底放松，尽情享受这一切了。突然，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街道的宁静。在阴暗的巷弄深处，一只巨大的苍蝇正趴在腐肉上，发出令人作呕的嗡鸣声。苍蝇在干枯的皮肤上爬行，下方是一只布满污垢、早已僵硬的手，指尖无力地陷在泥土里。约翰快步走上前去，发现一群镇民正围成一圈，惊恐地注视着地面。人群中心躺着几具尸体。约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愣在原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种地方会出现尸体？周围的镇民掩面哭泣，低沉的哀悼声在空气中弥漫。约翰爵士，戈兰停在约翰面前说道：“原来您在这里。”约翰问道：“戈兰，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？”戈兰神情严峻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看来马塞尔周边的强盗正变得越来越丧心病狂，他们一直在残杀城内商人的家属，然后像这样随处丢弃尸体。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整个马塞尔市当成了人质。该死！”约翰看着混乱的现场，强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，
围观的群众中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，马塞尔是必须为此负责。人群中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不，我听到了传闻，说是皇帝在背后指使那些强盗，这太疯狂了！除非皇帝彻底疯了，否则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人群陷入了混乱的议论声中。老糊涂了，闭上你的臭嘴！陛下绝不会沦落到做这种事。另一名镇民愤怒地吼道：“陛下个屁！”那个人显然是在针对马塞尔。上帝一定会惩罚这种不虔诚的皇帝。肃静，那是亵渎！闭嘴！争吵声愈演愈烈。你真的认为一个老糊涂的皇帝还能保持清醒吗？你竟然敢反对神圣帝国！约翰站在人群边缘，听着这些刺耳的争论，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该死！我在马塞尔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平静生活，全被这些强盗搞得一团糟。那些佣兵混蛋到底在干什么？格塔纳商团总部内，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。一名女仆推开大门：“打扰了，伊昂大人，我们遇到了大麻烦。”伊昂按住额头回应道：“如果你是指强盗们送来的那些尸体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伊昂放下手中的纸张：“橡树佣兵团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女仆低下头：“事实上，我们已经和橡树佣兵团彻底失去联系了。”伊昂猛地抬起头：“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”女仆继续汇报道：“昨天在马塞尔附近的森林里，发现了一名信使的尸体。那具尸体的死状极其惨烈。”伊昂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橡树佣兵团拥有的战力足以媲美一座要塞。作为帝国顶尖的佣兵团之一，他们绝不可能败给区一群强盗。伊昂猛地拍向桌面：“埃维尔卡！”女仆慌忙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去把苏特格大师请来，那位伊菲尔河的法师，我要通过他的预言，查清楚橡树佣兵团是否真的全军覆没了。”夜幕降临，月光洒在静谧的伊菲尔河上，湍急的瀑布倾泻而下，发出阵阵轰鸣。在河边的阴影中，一只苍老而枯瘦的手伸入冰冷的河水中。我看到了，格塔纳，你找错了方向。苏特格大师站在月光下的河岸边，寻找橡树佣兵团，根本改变不了任何现状。这个家伙杀掉了皇帝的猎犬后逃走了。水波荡漾，映照出约翰娜张带着自信微笑的脸庞。现在他正试图躲进马塞尔的钱袋子里，但是事情可不会像他计划的那么顺利。凯塔纳贸易公司马塞尔分部，沉重的大门被推开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苏特格迈步走进大厅，清了清嗓子。正在忙碌的埃维尔卡被吓了一跳，发出惊叫。埃维尔卡看清来人后，欢迎您，苏特格大人，非常感谢您能回应凯塔纳的请求。苏特格看着他说道：“你说你很感激，但你们派来的马夫开车像个疯子，我觉得我的腰都要断了。”埃维尔卡惊慌地回应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我这就去请伊昂大人过来。”苏特格抬手制止道：“不必了。”埃维尔卡愣在原地问道：“请问您的意思是？”苏特格看着埃维尔卡说道：“如果事情真的很紧急，他会亲自过来，但是别让我重复第二遍。”埃维尔卡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是，大人。”苏特格坐在椅子上，根据伊菲尔河的声音，我能在这里见到他。约翰带着卡拉马夫走在街道上，终于，今天就是见到马塞尔执政官的日子了。约翰走向大门，只要能得到执政官的青睐，我就能在马塞尔定居下来，结束这种被皇帝追杀的流浪生活。这简直就像是通过了大型企业的第2轮面试。约翰走在走廊里，不知道执政官喜欢什么。也许我该先问问伊昂。卡拉马夫突然停下脚步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。约翰察觉到异样，怎么了，卡拉马夫？苏特格站在前方说道：“卡拉马夫，那可不是一个适合神兽的名字。”约翰猛地停住，这个老头是怎么知道卡拉马夫是神兽的？约翰看着眼前的老者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苏特格抚摸着长须说道：“看来你并不认识我，我的名字是苏特格，伊菲尔河的贤者。”约翰蹲下身护住卡拉马夫。贤者？苏特格继续说道：“简单来说，我是一名魔法师。”约翰猛地站起身惊呼道：“哦，魔法！对了，这个世界是有魔法存在的。”约翰兴奋地握紧拳头，本以为只是来见执政官，没想到竟然意外遇到了魔法师。大城市果然不一样。约翰冲上前抓住苏特格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能见到您真是荣幸，苏特格大人。我一直想亲眼见见魔法师。”苏特格愣在原地：“是吗？但是作为一个被皇帝追杀的人，你看起来过得还挺滋润。”约翰僵在原地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苏特格抚摸着胡须说道：“通过魔法，确切地说是凭借伊菲尔河的奥秘。透过伊菲尔河，我能洞察过去与未来。”约翰盯着苏特格问道：“你打算向皇帝举报我吗？”苏特格看向约翰反问答：“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”约翰愣住了。苏特格看着约翰问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谁？”“我是洞悉伊菲尔河秘密的人，是在自然法则中寻求奥秘的探索者。我对世俗世界那些琐碎的政治纠纷没有丝毫兴趣，唯有伊菲尔河的声音能指引我。”约翰看着苏特格：“伊菲尔河？”苏特格接着说道：“而且，如果我打算举报你，我会悄无声息地去做。为什么要当着你的面说这些废话？”约翰心想，既然他提到了魔法，他说的确实有道理。约翰再次凑上前喊道：“苏特格大人，我想听您讲讲关于魔法的事，可以吗？”苏特格被吓了一跳，这家伙是怎么回事？骑士们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：你是魔法师？你是说你只是个胆小如鼠的学者，根本不懂什么是战场上的荣誉？你们这群人整天就知道嘀咕些莫名其妙的废话。苏特格看着约翰那双放光的眼睛，为什么这个骑士会对魔法表现得如此狂热？约翰凑近苏特格问道：“要怎么才能使用魔法？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学会吗？”苏特格被逼得连连后退。约翰心想，这是我的机会，
只要学会了魔法，我就能转职成为魔剑士。如果能做到那一步，我活下去的几率一定会大大增加。苏特格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我们命中注定在此相遇，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。”约翰惊呼道：“哦！”苏特格看着约翰说道：“不过直接免费告诉你也太无趣了。如果你能在跟我玩的这种游戏里赢下一局，我就教你。”约翰有些失望地应了一声：“游戏？您是指国际象棋吗？我们能不能换个别的，比如掰手腕之类的？”约翰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猛地发力将苏特格按倒在桌上的画面。苏特格笑了笑说道：“掰手腕，在那方面你确实占尽优势。我说的可不是国际象棋，跟我来吧。”苏特格走在前面继续说道：“虽然那种国王的游戏很有趣，但它无法与众神的游戏相提并论。”约翰跟在后面重复道：“众神的游戏。”苏特格在一张棋桌前停下，伸手拂过桌面，将2罐棋子放在桌上。苏特格坐了下来，示意约翰看向棋盘。约翰看着棋盘惊呼道：“这是围棋？”苏特格指着对面的座位说道：“先坐下吧，觉得很复杂吗？别担心，我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”约翰看着棋盘，运气又站在了我这一边。实际上，我以前还得过业余围棋4段比赛的冠军，我有信心能赢。约翰伸手从棋罐里抓起棋子，虽然不知道这个老头水平如何，但是约翰指尖夹住棋子，我一定会赢过他。苏特格看着棋盘，好吧，先走一步简单的棋。约翰盯着苏特格，我赢定了，先提前谢谢你了，我会把你的魔法知识全部据为己有。约翰将棋子重重扣在棋盘上。50分钟后，大厅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约翰看向苏特格，那个苏特格大人。苏特格看着棋盘，大声喊道：“请让我回几步棋。”约翰看着苏特格说道：“绝对不行，你已经毁了5次棋了。”苏特格猛地拍向棋盘，这简直毫无道理，我竟然在众神的游戏里输了。苏特格盯着约翰问道：“这真的是你第一次玩吗？连东方帝国的苏丹都无法超越我？”约翰坐在对面回应道：“那是因为您教得好，苏特格大人。”苏特格清了清嗓子，有些尴尬地坐回原位。苏特格伸出一根手指，说道：“再来一局，如果我再输了，我就送你一份对你的人生大有裨益的礼物。”约翰惊呼道：“礼物？难道会是魔法道具吗？”约翰笑着说道：“既然您坚持的话。”约翰看着苏特格问道：“我该让您几个子？”苏特格盯着棋罐，沉默了许久。苏特格清了清嗓子：“可3个子就够了。”约翰伸出手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开始吧。”棋子落在棋盘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苏特格一边下棋一边问道：“顺便问一下，既然你是贵族出身，为什么对魔法这么感兴趣？”约翰看着棋盘回应道：“如您所知，皇帝想要我的脑袋，多掌握一些手段，对我来说不是更好吗？”苏特格停下动作：“如果你打算将魔法用于战斗，那我们最好现在就停止。我能传授给你的知识，绝非那种用途。”约翰愣在原地问道：“哎，魔法不能用于战斗吗？”苏特格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你真的打算用魔法来打架吗？”既然我答应过你，至少会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确实听说过有人将魔法应用于战斗。约翰兴奋地喊道：“哦，所以真的有人能做到？”苏特格打断道：“先听我说完。人们通常所说的魔法师，本质上是自然奥秘的发现者。有人在风中探寻，有人在火焰中摸索，还有极少数人在燃烧硫磺的烟雾中寻找真理。甚至有个蠢货吹嘘，他在黑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奥秘。”约翰看着苏特格，最后那句话听起来怨气很大。苏特格继续说道：“那些被发现的奥秘被称为精灵，魔法师们借用这些精灵的力量。精灵通常会无偿借出力量，但有时他们的心血来潮会索要致命的代价。”约翰看着苏特格描述的惨状，一名探索者被水流般的精灵缠绕，痛苦地倒在地上。苏特格盯着约翰告诫道：“即使你接触到了奥秘，也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违背他们的意愿。”约翰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约翰心想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设定吗？看来我还是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挑战自然法则了，还是放弃成为魔剑士吧。估计连魔法道具都不存在，难怪我这一路走来都这么顺风顺水。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：“苏特格大人在这里吗？”伊昂快步跑过走廊，为什么不早点向我汇报？埃维尔卡回应道：“那个苏特格大人强烈要求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伊昂抱怨道：“真是的，魔法师处理起来总是这么麻烦。我明明告诉过他情况很紧急。”伊昂推开门，他在那里。苏特格大人，他停下脚步，看着大厅内的景象，他又在用那个众神的游戏戏弄别人了。看来这次轮到约翰大人了。伊昂愣在原地，发出惊呼。苏特格抱着棋盒喊道：“请让我毁一步棋！”约翰无奈地喊道：“苏特格大人。”伊昂心想，苏特格大人竟然在众神的游戏里输了。约翰大人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约翰笑着说道：“快认输吧。”伊昂走上前说道：“哦，我的苏特格大人，您原来在这里。既然您来到了马塞尔，应该叫我一声才对。您和约翰大人玩得开心吗？”苏特格尴尬地笑了笑：“啊，哈哈，我只是和这位骑士玩了几局。”伊昂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苏特格站起身说道：“既然分行经理已经到了，遗憾的是，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。”苏特格顺势将棋盘上的棋子全部扫乱。约翰看着被搅乱的棋局，陷入了沉默。苏特格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可拿着这些2瓶装着液体的玻璃瓶被放在棋盘上。”约翰看着药瓶问道：“这些是什么？”苏特格大人，伊昂露出惊愕的神情。苏特格回应道：“我不是答应过你吗？这些水瓶里装着伊法尔和最后的秘密，分别被称为愤怒之水
和祝福之水。橡树佣兵团的前哨站内，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。布拉迪尔盯着前方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前方的密林深处，一双血红的眼睛在阴影中亮起，巨大的黑影正无声地逼近。一个诡异的身影从黑暗中浮现，他全身笼罩在漆黑的斗篷下。布拉迪尔看着眼前的怪物，他根本不是强盗。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，回荡在寂静的森林上方。凯塔纳商会马塞尔分行内，约翰手里拿着2瓶药水，这2瓶是愤怒之水和祝福之水吗？苏特格缓缓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伊法尔河就隐藏着一个长久的秘密，那是关于生与死的奥秘。我穷尽一生想要揭开它，但伊法尔河从未向我展示过。直到你出现，约翰。只要你的头颅没有被完全斩断，红色药瓶就能治愈你所有的伤势，无论伤的有多重。至于绿色药瓶，只要1滴就能让一个人彻底融化。”约翰端详着手中的药水说道：“哇，我从没想过能收到这样的魔法道具，谢谢您。”他看着药瓶，原来魔法道具真的存在。这2瓶药水让我安心多了。伊昂看向苏特格问道：“分行长，您是因为预言才叫我来的吗？”苏特格回应道：“没错，马塞尔附近出现了强盗，已经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。商会派出了橡树佣兵团去处理他们，但是我们已经好几天没能联系上佣兵团了。”伊昂追问答：“难道他们失？”苏特格打断道：“他们在3天前就失败了。”伊昂愣在原地。伊法尔河的声音传来了预言，在马塞尔的东南方，橡树之治将被钢铁之岩践踏，他们的命运将被幕布后的利刃斩断，无法阻挡吞噬城市的烈焰。苏特格低声说道：“这就是伊法尔河的声音所传达的预言，橡树佣兵团极有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了。”伊昂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真不敢相信，橡树佣兵团竟然会输给一群强盗。”苏特格看向一旁的约翰说道：“看来我们需要召开一次市议会了。”约翰阁下，是时候在议会的旗帜下行动了。约翰沉默片刻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空旷肃穆的议会大厅内，长长的会议桌整齐排列，烛火在昏暗的房间里摇曳，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。安贝克出现在门口，布拉迪尔张开双臂，大声说道：“哦，亲爱的，看来我迟到了。”安贝克放声大笑，双手交叠在拉夫领前。“那么，让我们开始议会吧。为了马塞尔，为了皇帝。”约翰看着安贝克那滑稽的胡子，中世纪时期的怪人还真是多呀。约翰收回目光，看向长桌的另一端。维拉克站起身，向在座的众人致意：“各位是议会议员，大家好。”他面带微笑，手抚胸口，继续说道：“正如各位所知，我是马塞尔的执政官维拉克。”约翰看着维拉克，我得和他搞好关系才行。如果我想在一个连皇帝都动不了的城市定居，无论如何都要给他留下好印象，连他的名字听起来都这么令人印象深刻。维拉科环视大厅说道：“既然马塞尔所有影响力的家族今天都聚集在这里，请允许我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。在会议开始之前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贵族。”约翰坐在椅子上，感受到无数道目光从4面8方投射过来。那些议员们在阴影中注视着他。这位是雅茨家族的成员，目前由凯塔纳商会赞助。约翰爵士。约翰站起身，很高兴见到各位，我会尽力的。大厅内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。安贝克和几位议员神色诡异的拍着手。约翰坐回位子上，大厅内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。安贝克仰头大笑。更重要的是，执政官大人，我听说贸易公司雇佣的那支佣兵团在讨伐强盗时失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向神圣帝国的皇帝陛下寻求帮助，这件事早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反皇派的议员们猛地站起身。那些强盗最初就是因为皇帝才出现的，皇帝应该承担责任，并降低他在马塞尔征收的税款。没错，说得好。保皇派的议员们拍案而起。闭上你们的臭嘴！在这种局势下，你们竟敢侮辱皇帝陛下，你们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！议会大厅内瞬间陷入了混乱。反皇派议员指着对面大声质问：“你以为我们看不穿皇帝那浅薄的阴谋吗？他故意放任那些强盗横行，就是为了让城市陷入混乱，然后好趁乱把帝国的军队驻扎在这里。”保皇派议员愤怒地拍桌反驳：“你有证据吗？拿出证据来！”约翰坐在位子上，看着眼前混乱的争吵。这些政客，我真的一句也听不懂。这里有很多人都公开追随皇帝，如果我的身份暴露，肯定又会陷入危险之中。大厅内的争吵声戛然而止，议员们纷纷闭上嘴。维拉科坐在主位上，各位，请保持秩序。维拉克的眼神变得深邃而威严，原本嘈杂的大厅瞬间陷入了死寂，议员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约翰看着维拉科，感受到了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伊昂清了清嗓子：“执政官大人理解各位的担忧，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备选方案。那个计划就是组建第2支讨伐队，直捣黄龙，从源头上彻底消灭那些强盗。”议会大厅内顿时炸开了锅。什么？安贝克听后大笑起来：“不愧是您，维拉科执政官，您果然英明。皇帝陛下比任何人都珍视马塞尔的和平。只要您一句话，他随时都会派遣军队过来。”约翰整个人僵在座位上。什么？皇帝的军队？这一次我真的会被抓起来处死的。维拉科双手交叠在下巴前，请收回那个提议吧。安贝克爵士，你确实为是议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安贝克爵士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事实上，我个人一直非常感谢你的协助。维拉科嘴角微微上扬。然而，我必须郑重的拒绝。由于北方最近发生的叛乱，皇帝陛下现在想必非常忙碌，我希望能减轻陛下的负担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
马塞尔将组建一支新的佣兵部队，其中就包括在那边的约翰爵士。安贝克耸了耸肩说道：“既然这是您的决定，那也没办法。我真心希望皇帝陛下能看到您的忠诚。”执政官大人，约翰松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，那个胡子男大概是保皇派的人，而且看样子他和执政官的关系非常亲近。我真的会没事吗？约翰看向身边的同伴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之前说过连皇帝都动不了，马塞尔，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样。”埃尔丹斯伊昂站起身宣布道：“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议员们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茶会，我建议各位都去参加。”安贝克闭着眼睛，神情显得有些高深莫测。维拉科叫住了正要离开的约翰：“约翰爵士，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？”约翰停下脚步：“哦，当然可以。”他看着维拉科那张带着笑意的脸，心中却充满了不安。如果维拉科真的是保皇派，我应该马上找个借口逃跑。我的运气真是差到了极点，难道又要开始流浪了吗？维拉科转过身说道：“去我的办公室谈吧。”约翰跟在后面回应道：“好的，大人。”安贝克站在一旁，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。维拉科推开办公室沉重的木门：“请坐，约翰爵士。”约翰客气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。”维拉科站在办公桌前：“你刚才说你来自哪个家族来着？”约翰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雅茨家族的约翰。”雅茨。约翰表面维持着笑容，内心却感到一阵局促。维拉科露出惊喜的神情：“我明白了，雅茨家族，原来你来自那里。”雅茨家族可是个相当特别的家族，以北方的特产椰枣浸泡酒而闻名，在行家圈子里非常出名。约翰惊讶地回应道：“您竟然知道我的家族，这居然是个真实的家族，我明明只是改了一个字母而已啊！”维拉科走向酒柜说道：“真是太巧了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些来自你家族的酒，这就是你们家族特产的椰枣浸泡酒。”维拉科拿出一只精致的酒杯，放在了约翰面前。维拉科将酒瓶倾斜：“我想你一定很想家吧？”约翰看着杯中摇晃的酒液：“哦，谢谢您。”约翰端起酒杯，仰头将辛辣的液体一饮而尽，喉咙处传来一阵灼烧感。他放下酒杯，脸上带着夸张的笑容，感叹道：“哇，这真的勾起了我的回忆。”约翰内心却在疯狂呐喊：“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椰枣浸泡酒这种东西啊！”维拉科看着约翰的反应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。”约翰也跟着尴尬的大笑起来，试图掩饰自己的心虚。维拉科收敛了笑容，顺便问一下：“雅茨家族最近还好吗？我听说皇帝冰冷的刀锋席卷了北方，这真是一场悲剧。”约翰沉默不语，脑海中浮现出北方被烈火吞噬的惨状，断壁残垣在火光中崩塌。维拉科转过身，不幸的是，许多家族都遭到了清洗，据说幸存者散落在各地，正靠着抢劫为生。在那些被清洗的家族中，有一个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遭到通缉。约翰看着维拉科，神情变得僵硬。维拉科眯起眼睛，据说那个家族就叫雅茨家族。约翰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回应道：“真的吗？我完全不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名字。”维拉科沉默地注视着约翰，维拉科仰头大笑，看来我的闲聊有些过火了，非常抱歉。约翰笑着回应道：“没什么，请别在意。”维拉科拿着酒瓶转过身：“对了，约翰爵士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喝的并不是雅茨家族的椰枣浸泡酒，那只是附近地区酿造的廉价威士忌。”约翰整个人僵住，维拉科收敛了笑容：“不如我们停止这种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吧。”约翰，爱茨。约翰跪在地上，抬头看向对方。维拉科转过身：“我不会把你交给皇帝，或者也许我会。”约翰追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维拉科说道：“我的决定完全是为了马塞尔的利益，无论这座城市是否需要亲地派还是反地派，谁也说不准。我会利用他们之间的平衡来保护这座城市。”约翰沉默地听着，维拉科继续说道：“眼下最紧急的任务是耐火强盗，消灭他们，立下功劳，证明这座城市需要你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我会直接把你送进皇帝的手里。”约翰趴在石墙上，原本以为来到马塞尔就能过上轻松的生活，结果这只是套在脖子上的另一道枷锁。约翰侧过脸看向天空，现在维拉科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我该直接逃跑吗？脑海中浮现出过去那些惨烈的战斗、鲜血、嘶吼以及无数倒下的身影。约翰猛地站起身，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是奢侈了。他攥紧拳头喊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要赢得维拉克的青睐，在这里定居下来。”戈登跑过来喊道：“约翰，看，讨伐队来了！”约翰转过头看向远处，那些就是维拉克为我召集的人吗？马塞尔第二强盗讨伐队正式集结。约翰站在高处，看着远方蜿蜒而来的行军队伍。库马尔率领着红铁佣兵团走在最前方，紧随其后的是圣伊耶纳修道院以及圣加兰托修道院的精锐。戈登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感叹道：“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么多大人物竟然聚集在了一起。”约翰问道：“他们很有名吗？”戈登回应道：“他们在这一带家喻户晓。圣加兰托修道院是以男性为主的圣骑士团，以炼金术闻名；而圣伊耶纳修道院则是以女性为主的圣骑士团。据说他们拥有足以狩猎巨魔的强大战力。作为矮人，他们非常看重荣誉且极度忠诚，同时据说他们也很开明。看那边，巴托克伯爵的骑士们也到了，他们是来自埃朗的精灵，以勇敢和精湛的技艺闻名。不过，精灵通常都非常傲慢。”戈登意识到自己失言，对不起。约翰看着远方回应道：“没关系。好了，让我看看接下来要并肩作战的都是些什么人。”库马尔大声喊道：“伊昂大人！”伊昂看向库马尔说道：“感谢你响应我们的号召，库马尔团长。这位是即将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商会骑士。”约翰礼貌地说道：“请多指教。”
库马尔丹西跪地恭敬地回应道：“约翰大人，请您随意称呼我就好。”约翰伸出手说道：“抱歉，但我不能对这支部队的指挥官表现得太随意。难道你不需要在部下面前维持威严吗？”库马尔竖起大拇指笑道：“您真是体贴。不过，即便您说话随意些，也没人会质疑我的权威。”约翰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谢谢你。”约翰看向众人问道：“那么，圣骑士团打算如何行动？”圣伊耶纳修道院的先锋指挥官瓦利安回应道：“我们会随库马尔团长的部队一起行动。”圣加兰托修道院的先锋指挥官阿甘克也附和道：“我们也是。”库马尔抚着胡须说道：“我库马尔对圣骑士团的体谅表示感谢。”约翰看着库马尔，这个矮人倒是挺体面的，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讨伐队长还需要征求指挥权的同意，但我喜欢他这种通情达理的样子。古斯塔夫骑着马走近喊道：“喂，分店长！”约翰和伊昂转过头，古斯塔夫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召集这么多部队？仅凭我们几个人就绰绰有余了。”劳伦特和里昂附和道：“没错，巴托克伯爵派我们来肯定是有原因的。”古斯塔夫看向一旁，喂，你就是那个在商会旗帜下战斗的骑士吗？约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雅茨家族的约翰。”精灵骑士露出轻蔑的神情：“雅茨？哼，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家族，我们可没闲工夫去关注像你这种卑微的家族。如果在战场上碍事，我们绝不会手下留情，听到了吗？”约翰冷冷地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会记住这句话的。还有你这个该死的矮人团长，听好了，我们绝不会听从你的任何命令。”库马尔无奈地搓着手回应道：“是，战斗的时候别来找我们。”古斯塔夫骑在马上大声喊道：“分店长，准备一场盛大的送别宴吧，以我古斯塔夫的名义。”伊昂回应道：“我马上就去准备。”古斯塔夫大人。古斯塔夫挥手喊道：“很好，出发！”难怪库马尔刚才要询问指挥权的事，原来是因为有这些混蛋在。那个矮人老头过得也挺不容易的，不过凭我们现在的阵容，应该足以消灭那些强盗了。即便那些精灵混蛋确实很讨人厌，这场战斗或许会进行得很顺利。埃维尔卡看向伊昂喊道：“分店长！”伊昂转过头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埃维尔卡凑到他耳边，低声说了些什么。伊昂看向约翰问道：“那个约翰大人，今晚有人想见您。”约翰指着自己问道：“我又是维拉科吗？”伊昂显得有些局促：“这个是。”第二强盗讨伐队出发前夜，马塞尔集结地附近的空地，萤火熊熊燃烧，士兵们在大声喧哗。不用担心明天，尽情吃喝吧。如果明天因为宿醉不能战斗，那说明你根本不配当个士兵。一名精灵骑士正举着酒杯豪饮，身旁围着几名女性，拒绝美酒、肉和女人，简直是精灵的耻辱。精灵骑士举起酒杯，大声欢呼：“为了敌人注定的死亡干杯！我们绝不会依赖那种变幻莫测的魔法，我们的长剑和勇气会将敌人撕成碎片。”苏特格坐在一旁，这些家伙真是吵死人了。约翰独自走在昏暗的走廊里，来到了约定的房间门前。在这个世界的贵族礼仪中，拒绝敬酒有时会被视为一种侮辱，因为这意味着你并不信任对方。苏特格被众人围着劝酒，满脸愁容地接过酒杯。他抬起手敲了敲门，房间内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进来。”约翰推门而入：“是谁想要见我？”对方指着对面的座位说道：“先坐下吧。”约翰看着桌上的酒瓶，又是酒。这个世界的贵族难道每天都要喝酒吗？他们的肝脏到底是怎么受得了的？约翰看着眼前的酒杯，至少这不像维拉克用来测试我的那种廉价威士忌。想起昨天的事，就让他感到头疼。坐在对面的神秘人一边倒酒一边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那个明天要出征讨伐强盗的贵族。你行动的理由显而易见是为了钱吧？”约翰干笑了几声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一见面就问这种失礼的问题？”神秘人掀开兜帽，露出了夸张的卷曲胡须。神圣帝国皇帝最忠诚的臣民安贝克神情张扬地自我介绍道：“是我，安贝克男爵。”约翰看着对方，安贝克继续说道：“你可能不知道，马塞尔虽然声称中立，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倒向了反帝派。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了吗？”约翰干脆地回答道：“不明白，抱歉，我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事情，卷入保皇派的纷争对我没有任何好处，我只想低调行事，然后离开这里。”安贝克笑了起来：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听好了，我安贝克男爵会给你上一课。商人通常只需要两样东西：利益和力量。如果凯塔纳商会在支持你，那就意味着你是他们的力量，也就是一个懂得如何战斗的人。”约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”安贝克举起酒杯说道：“你说过你叫约翰，是雅茨家族的人，对吧？”安贝克盯着约翰说道：“我调查过你，但根本找不到所谓的雅茨家族。”约翰心中一惊，这家伙也调查了我吗？安贝克喝了一口酒，继续说道：“虽然确实存在一个听起来很像的艾茨家族，但那个家族因为背叛陛下，早已被彻底铲除。不仅是领主，连同所有的农奴，每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。”约翰沉默地听着，神情变得愈发凝重。安贝克放下酒杯问道：“总之，一个无名家族能给商会带来什么帮助？无论你是艾茨还是雅茨都不重要。马塞尔的人接纳你，是因为他们看中了你的实力。”约翰看向安贝克问道：“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”安贝克指着约翰说道：“不要参加明天的强盗讨伐，把你的力量奉献给陛下吧。只要你这么做，我保证你能得到比任何商会所能提供的都要丰厚的奖赏。这是一个成为帝国核心成员的机会，你可以获得正式的骑士爵位，并拥有一片广阔肥沃的领地。”约翰顺着他的话说道：“如果我追随你和皇帝，等待我的将是耀眼的荣耀与和平。”安贝克兴奋地回应道：“没错，就是这样。”约翰接着说道：“
弱者流血，强者饮血，这难道不是世界的生存法则吗？弱者被强盗屠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安贝克听得热泪盈眶，神情激动地看着约翰。安贝克指着自己的脑袋，大声叫好：“没错，失败者就是有罪的！你果然是个聪明人。”约翰的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拒绝。”安贝克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。什么？约翰看着安贝克，几个月前，一个自称奉皇帝之命的人闯入了我的领地，他屠杀了我的家人，还有那些无辜的子民。约翰盯着安贝克，当时他也向我提出了类似的邀请，他要求我成为皇帝的剑，当然，我也拒绝了那个提议。安贝克神情变得局促，额头渗出冷汗。不过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区别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个男人死在了我的手里。安贝克惊恐地喊道。什么？约翰盯着他说道。我捏碎了皇帝直属骑士的脑袋，为了那些像虫子一样被对待、尸横遍野的农奴们，我没有任何犹豫。安贝克惊恐万分地尖叫道：“卡拉马夫死了！”约翰站起身，你说的对，那个被彻底铲除的艾茨家族幸存者就是我。安贝克瘫坐在椅子上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约翰拿起桌上的酒杯，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安贝克惊恐地看着他，这不可能！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？约翰猛地发力，手中的酒杯在他掌中扭曲变形。他挥动手臂，将变形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面上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坚固的木桌四分五裂。安贝克被吓得瘫倒在地上，他竟然用徒手就捏碎了锡制的酒杯和桌子。约翰说道：“我会亲手消灭那些强盗，不是为了皇帝，也不是为了马塞尔。既然你给了我一堂人生课，那我也给你一个忠告，为了你自己好，最好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今晚看到和听到的一切。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警告，那么下次见面时，我捏碎的就不会是杯子和桌子，而是你。”约翰转身离开，重重地关上了房门。安贝克看着紧闭的房门，那个混蛋，他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，然后就这样如愿以偿吗？约翰脚步却突然停住，他感到一阵异样，心脏仿佛在燃烧，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。约翰捂住胸口，鲜血从鼻腔和嘴角涌出，这是毒。他回想起刚才喝下的那杯酒，安贝克亲手倒满的酒液。约翰身体失去平衡，该死，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倒下。安贝克站在阴影中，冷冷地注视着倒在地上的约翰。马塞尔集结地附近的空地上，篝火熊熊燃烧，雇佣兵们在营地里穿梭忙碌。几名穿着低胸礼裙的女人围住了戈登。天哪，真可爱！你也是雇佣兵团的吗？长得这么瘦弱，整天和那些臭汗淋漓的老男人待在一起，肯定很没意思吧？不如来和我们一起玩，做点舒服的事情，怎么样？戈登挣扎着喊道。戈登挣脱了女人们的围堵，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跑去。女人们看着戈登的身影，笑了起来。哎呀，他跑掉了，我还想把他打扮得可爱一点呢。戈登大声喊道。约翰，这个地方太可怕了，所以快点回去吧。戈登停下脚步。约翰倒在血泊中。戈登跪在约翰身边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流了好多血。戈登哭喊道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戈登环顾四周，大声呼救。有人在吗？快来人啊！约翰快要死了，请救救我们！戈登看着昏迷不醒的约翰说道。请清醒一点，拜托了，约翰。约翰趴在木桶边剧烈呕吐。戈登抱着木桶站在一旁，看着约翰虚弱的样子。约翰喘着粗气。戈登回应道。是的，约翰。戈登拿出一瓶红色药水，喂到约翰嘴边说道。约翰，这是苏特哥给我们的药水，你快点喝下去。约翰喝下药水后，渐渐恢复了意识。非常感谢，那时候你在走廊里找到了我，多亏了你我才活下来。戈登笑着回应道。这没什么，我当时都慌了，甚至没意识到你身上带着祝福之水。约翰坐在椅子上。还有，谢谢你苏特格，如果没有祝福之水，我肯定已经死了。苏特格笑着打断道。感激的话说到这里就够了。总之，你真的做了一件蠢事。你明知道安贝克男爵是保皇派的人，竟然还跑去找他。如果你下次还要做这种鲁莽的事，至少死得快一点，这样我们还能省下剩下的祝福之水。现在只剩下一半了，以后我会省着点用的。所以，你最后抓到安贝克男爵了吗？如果你想证明那些指控，就必须抓到那个男爵。约翰无奈地回应道。等我赶到那里的时候，他已经逃走了，他不在那里。约翰愤怒地咆哮道。安贝克，滚出来！你这个混蛋，你竟然敢在酒里下毒，我绝不会再放过你了。戈兰喊道。约翰大人，你提到的那个人好像已经逃走了。约翰停下脚步。这就是贵族生活的地方吗？约翰环顾四周，突然注意到脚下有什么东西。约翰踩住了一封掉在地上的信件，但是我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。约翰手里紧攥着那封信件，这是安贝克逃跑时没能带走的证据，关于整件事的所有真相都在这里面。苏特格看着约翰问道。里面写了什么？难道真如传闻所说，有证据能证明是皇帝雇佣了强盗？约翰沉默了片刻。不，这里面写的内容比传闻要严重的多。马塞尔集结地的城门缓缓开启，安贝克策马冲出城门。安贝克披着斗篷在荒野中策马狂奔。事到如今，约翰大概已经死了吧？很好，一切都在按照皇帝的计划进行。安贝克骑马来到一处营地前，守卫的士兵们立刻让开道路，其中一人大声喊道：“让开！安贝克大人到了！”安贝克骑马进入营地，一群士兵早已等候在此，欢迎安贝克大人。安贝克傲慢地回应道：“安贝克走上高台，俯视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军队。安贝克对着下方的士兵大声喊道：“我们不是强盗，我们是受神圣帝国之金感召，帝国最强的雇佣兵。最强的雇佣兵与战士们，
向神圣帝国的伟大皇帝效忠。安贝克张开双臂高呼：灿烂的荣耀将永远追随我们。营地中央印有神圣帝国雄鹰标志的旗帜在火光中升起。安贝克站在高处狂笑：长期以来，我一直从内部瓦解马塞尔，他们的计划和策略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他们已经陷入了混乱，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就会死去。安贝克用力捶向自己的胸口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而且陛下还亲自派来了一位宫廷大法师。下方的士兵们陷入了骚动。什么？宫廷大法师？难道是红莲之凯格尔？一道紫黑色的光芒在营地中升起，兜帽下闪烁着2道血红色的瞳孔。那个身影迈步向前走去，竟然把我当成普通的法师，真是荒谬的令人发笑。我可是深受陛下宠爱的宫廷大法师。那名女子掀开兜帽，我的名字是雅妮娜。雅妮娜看向众人，我是帝国宫廷大法师雅妮娜。周围的士兵们陷入了恐慌。蛇人族，另一名士兵退后一步说道。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叫雅妮娜的法师。雅妮娜冷笑一声回应道：你当然没听说过，我可不是那种只会操纵微末元素的法师，我掌控的是活体武器。雇佣兵惊恐地瞪大眼睛。活体武器？雅妮娜打开试剂瓶，紫色的烟雾从瓶口溢出，在空中盘旋。雅妮娜露出狰狞的笑容说道：没错。她将瓶中的液体倾倒而下，液体落在地面，瞬间炸裂开来，地面剧烈震动，烟尘四起。周围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前方。哦，上帝啊！一个巨大的身影从烟雾中站起，他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，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怪物。一名士兵惊恐地喊道：是巨魔！雅妮娜站在巨魔脚下，现在我可爱的巨魔，他将与你们并肩作战。安贝克张开大嘴狂笑：明天就是决战之日，我们将彻底粉碎马塞尔的第2讨伐队，我们要把马塞尔献给皇帝陛下。安贝克咆哮道：皇帝陛下万岁！下方的士兵们被彻底煽动，纷纷举起手臂狂热的回应：神圣帝国万岁！安贝克的声音在营地上空回荡：皇帝陛下万岁！下方的士兵们举起武器，狂热的呼喊：神圣帝国万岁！约翰站在昏暗的房间里，神情凝重。苏特格时刻准备接受那道沉重的密令。约翰将手中的信件递给苏特格，把这个交给维拉科，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，我想这是他必须亲自核实的东西。苏特格接过信件，看着上面的火器印章，回应道：明白了。约翰看向不远处的2名同伴，说道：戈兰、卡恩，你们过来一下。苏特格看着约翰的背影，在心中暗自思忖：伊法尔、礼服，你为什么要救那个骑士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苏特格继续在心中问道：通过那个骑士，你到底想要达成什么目的？出发当天，马塞尔大门前，库马尔站在荒芜的土地上。第2支马塞尔强盗讨伐队正在做最后的出发准备。一名披着斗篷的士兵低头祈祷：愿主保佑我们，他是我们立足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堡垒，也是我们的要塞。约翰骑着马走来，马蹄声在空旷的地面上回响。一名士兵喊道：约翰大人！戈登看着约翰说道：祝你好运。约翰回应道：好，替我照顾好苏特格。苏特格看向约翰：这又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讨伐行动了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约翰骑上马，那我出发了。马蹄声响起，约翰骑马穿过行军的队伍，来到了阵前。库马尔看着约翰说道：你来了，约翰大人。约翰回应道：是的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库马尔拔出武器，全军听令，出击！士兵们齐声呐喊，方阵开始向前推进，冲锋！约翰看着行进的军队，原来这就是库马尔获得指挥权的原因。库马尔看向身旁的号角手，说道：再吹一次。号角手深吸一口气，沉闷而雄浑的号角声再次响彻原野。全军进攻！维拉科站在露台上，俯瞰着远处的城市。伊昂走进房间，说道：讨伐队终于出发了，执政官大人。维拉科转过身，约翰大人寄来的那封信，你已经确认过了吧？伊昂点头回应道：是的，昨天在安贝克男爵的房间里发现的。维拉科发出一声冷笑，偏偏是在出发前一天，而且还是在男爵的房间里，真是会挑时间啊！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封信是真的，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。伊昂回应道：但是执政官大人，那个文章毫无疑问属于安贝克家族。我明白了。安贝克看着手中的信件，看着这个文章和信里的内容，这确实让他看起来像是幕后黑手。伊昂继续说道：我们曾试图向安贝克男爵施压，但他已经溜出城了。事到如今，难道还不值得怀疑他吗？维拉科转过身说道：不，我还是无法信任那个年轻骑士，而且我也很担心你们商会对一个来历不明的骑士投入了过多的信任。伊昂回应道：我们的商会不会随便投资任何人，我们只信任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。维拉克说道：我明白了，但你记住这一点，如果那个骑士的错误行为破坏了城内的平衡，凯塔纳商会也无法逃避责任。伊昂看着维拉科的背影，执政官维拉科，这个男人或许是保皇派的人。保皇派营地内，一名士兵问道：安贝克男爵，这是真的吗？安贝克露出笑容回应道：是真的，我刚刚收到了信使传来的消息，所以第2支讨伐队已经出发了，他们一定会掉进我们的陷阱，马塞尔很快就会落入陛下手中。梅赫姆大笑道：那我们只需要坐等胜利的消息了，等我们占领了马塞尔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巡视那些妓院。宫廷法师雅妮娜冷冷地说道：你就只能想到这些吗？真恶心。安贝克捻着胡须，神情变得有些局促。梅赫姆看向安贝克问道：安贝克男爵，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？安贝克摆了摆手回应道：不用担心，雅妮娜大人，
有听到关于卡拉马夫大人的任何消息吗？就是关于他在这次远征中出了什么意外的消息，比如受了重伤之类的。雅妮娜沉默地盯着安贝克，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卡拉马夫大人受了重伤？梅赫姆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是啊，这真是一个荒唐的笑话。卡拉马夫大人即便只论剑术，也是帝国最强的，而且他全身都穿着传说级的装备，可以说他一个人就是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。像他那样的男人会出事？绝不可能。安贝克干笑了几声，回应道：“我知道。”他神情变得阴冷，果然是个谎言。那个出身卑微的无名小卒竟然敢欺骗我，幸好我杀了他，就算他活着，也是个毫无价值的废物。约翰骑在马上，库马尔走在马旁说道：“看来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把这里清理干净了。”约翰回应道：“确实看起来是这样。”前方是一片狼藉的战场，黑烟升腾，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。几名穿着紫色战袍的精灵士兵正蹲在尸体旁检查。约翰骑马走近，一名精灵士兵站起身：“你们终于到这儿了吗？慢得要命，真不愧是矮人。”库马尔停下脚步：“嘿，精灵，我是个矮人没错。”库马尔大笑起来：“但和我们不同，这位约翰大人可是个贵族，所以你最好表现出点尊重，趁我还没把你那对尖耳朵捏碎之前。”精灵怒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约翰看着争吵的两人，看来精灵和矮人真的合不来。约翰开口制止道：“够了，库马尔队长。”库马尔平复了情绪，回应道：“抱歉。”约翰看向那名精灵士兵问道：“喂，这里发生过战斗吗？战斗结束后，大家都去哪了？”精灵士兵冷哼一声，回应道：“哼，英勇的古斯塔夫大人和精灵骑士们已经把这里清理干净了，他们正率领主力部队追击残余的强盗。我把话说明白，这里所有的战利品和俘虏都属于古斯塔夫大人和骑士们。”森林中，古斯塔夫率领骑兵全速冲锋，追击，杀光他们，夺走一切。强盗们在林间惊恐地逃窜。精灵士兵指着地上的物资说道：“你们来晚了，所以没资格要求分一杯羹。”库马尔不屑地回应道：“商会已经付给我们足够的报酬了，你们这些尖耳朵就自己慢慢分那些破烂吧。”精灵士兵愤怒地喊道：“你还要继续叫我们尖耳朵吗？”约翰沉默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有些不对劲。那些强盗曾全灭了500人的橡树佣兵团，然而这一次精灵们的胜利却太过于一边倒了。约翰环视四周，但精灵一方似乎连一个伤亡都没有。约翰看向右侧那片茂密的森林，那片森林是完美的伏击地形。约翰看向精灵士兵问道：“精灵，你们搜查过这附近的森林吗？”精灵士兵嘲讽道：“怎么？你是打算去打猎，还是干别的？”约翰看着远处的森林，果然如此，他们是故意撤退的，为了把我们引向更深处，一定是这样。远处的山谷间，大军正沿着狭窄的道路行进，这是个陷阱。库马尔大声下令：“号角手，继续前进！如果让那些尖耳朵骑士开始挑刺，我们就没完没了了。快点赶路！”约翰在马上喊道：“库马尔队长，先停一下！”库马尔停下脚步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约翰神情严峻地喊道：“立刻让部队转入防御阵型，所有射手向森林集中火力。”库马尔面露难色地说道：“那个约翰大人，攻击一片空荡荡的森林，是不是有点……”一旁的精灵士兵发出嘲笑声：“什么啊？”约翰神情严峻地解释道：“如果那片森林里有伏兵，这种地形会让我们陷入极大的危险。在通过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确认安全。”库马尔挠了挠头，回应道：“约翰大人，就算那是真的，我们直接碾碎他们不就行了？他们不过是一群强盗，不是吗？”约翰果断地否定道：“不，他们甚至全灭了著名的橡树佣兵团，绝不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强盗对待。”约翰看向前方，所以在主力部队进入更深处之前，我们现在就必须确认。精灵士兵冷笑着说道：“真是满口胡言。”库马尔面露难色地说道：“约翰大人，如果我们倾尽火力，却发现判断错误，那些尖耳朵会羞辱我们的，他们会嘲笑我们是胆小鬼，竟然被一群强盗吓破了胆，而且您的名誉也会。”约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如果能用我的名誉换取你们的性命，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丢掉它。”库马尔咬紧牙关，发出一声闷喝，恭敬地回应道：“明白了，我们会遵从您的意见。”约翰看着库马尔，向自己行礼：“太好了，总算说服了他们。”约翰回想起上次提议被无视的经历，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，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。约翰下令道：“全军进入防御阵型。”库马尔举起手中的战锤：“全军听令，摆出防御阵型！”库马尔大声吼道：“开火！”矮人战士们整齐地向前奔跑，盾牌手迅速冲到最前方，将沉重的盾牌砸入地面，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。库马尔继续指挥道：“射手，目标是森林两侧，弓箭手们拉满长弓，箭矢搭在弦上，瞄准！”矮人炮兵们调整好火炮的角度，引信已经点燃。库马尔挥动战锤下令：“开火！”无数箭矢与炮弹呼啸而出，划破长空，向着森林深处倾泻而去。轰鸣声在森林中炸响，密集的箭雨和炮火瞬间覆盖了幽暗的林间。森林深处传来了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，箭矢击中了坚硬的铠甲，火花四溅。一个高大的身影在阴影中显现。精灵士兵惊恐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库马尔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真的有伏兵！更重要的是，一个戴着牛头骨头盔的巨型战士缓缓走出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强盗团。”约翰坐在椅子上：“你听说过牛头佣兵团吗？”坎回应道：“听说过，即便在众多佣兵团中，他们也相当有名。有个叫阿基坦之狼的全精灵佣兵团，据说牛头佣兵团的雇佣费比那些家伙
还要跪。约翰看着他说道：“告诉我你所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。”坎思索着回答：“作为佣兵，他们的行踪异常隐秘，雇佣费极高，而且从不乱接任务。根据已知的情报，他们的行动就像一群被激怒的公牛。”坎继续解释道：“他们会直接冲向敌阵中心，突破防线，从内部彻底瓦解敌人。”约翰在心中暗自思忖：渗透战术吗？听起来很像第2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闪电战。戈兰看向约翰问道：“所以，你认为我们明天会面对他们吗？”约翰回应道：“没错，明天我们要对付的敌人不是一群盗贼，而是皇帝的精锐佣兵。”坎神情凝重地看向约翰说道：“约翰大人，如果我们明天真的遇到他们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建议您撤退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避免正面交锋。”约翰坐在长凳上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坎回应道：“如果正面硬碰硬，我们毫无胜算。虽然目前只是传闻，但是据说他们能够操纵米诺陶洛斯。”约翰陷入了沉思。我小时候也听说过关于他的传闻。坎继续讲述着那个恐怖的怪物，他拥有巨大的身躯和压倒性的力量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拥有接近人类智慧的怪物。在坎的描述中，那个怪物手持巨斧站在尸堆之上，无数挑战他的战士和骑士全都惨遭屠戮。戈兰突然大声喊道：“别担心，约翰大人，明天我们会冒死掩护您撤退的。至于报酬，等我们活下来再说吧。”约翰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本来也打算请你们帮忙。”戈兰欢呼起来：“我们也想亲眼见识一下那个牛头混蛋到底长什么样，虽然我们可能还没看清就得逃命了。”约翰神情变得严肃：“戈兰、坎，我很感激你们的心意，但我有别的事要拜托你们。”坎和戈兰疑惑地问道：“别的事？”潜伏在树丛后的侦察兵观察着远处的平原。马塞尔，那群混蛋为什么行动如此犹豫？他们在变换阵型吗？另一名侦察兵低声说道：“难道他们察觉到了什么？”话音刚落，天空中传来尖锐的破空声，无数箭矢如雨点般从林间射出。侦察兵惊恐地抬起头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箭簇便贯穿了他们的身体。敌袭！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喊：“牛头佣兵团，全员准备冲锋！”一名戴着牛头头盔的重装战士顶着箭雨冲出。沉重的脚步声踏碎了地面的枯枝，牛头佣兵团的先锋猛地撞入敌阵，牛头战士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箭矢接连击中他的面具和铠甲，火星四溅，却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。牛头佣兵团的将领大声下令，全军突击，向前推进。一排排身披重甲、头戴牛角盔的战士整齐划一地向前迈进，沉重的脚步声回荡在战场上。库马尔观察着局势，准备开火。炮弹呼啸着砸向敌阵中心，炮弹在战场上炸裂，火光冲天，硝烟弥漫。牛头佣兵团的战士们从烈火中走出，战士们在平原上列阵，面对着远处的敌军，风声呼啸而过。一名身形巨大的牛头战士站在阵前，身后的士兵们紧随其后，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钢铁洪流，向着敌阵发起了冲锋。大地在剧烈的马蹄声中颤抖，远处的地平线上，黑压压的牛头佣兵团如潮水般涌来。库马尔紧握着战锤，那就是传闻中的牛头佣兵团吗？约翰骑在马上，看着眼前的局势，暗自思忖。虽然提前做了准备，但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正面冲突。我必须做点什么。约翰勒紧缰绳，库马尔队长，准备迎接冲击，他们要直接冲过来了。我会想办法处理那个冲锋阵型的。库马尔大惊失色地喊道：“约翰大人，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”约翰没有回头，策马疾驰而出，只留下一道飞扬的尘土。库马尔看着约翰远去的背影，全军听令，是铁佣兵团的战士们。牛头佣兵团想要试探我们的实力，很快他们就会明白他们的武器和盔甲是多么无用。约翰策马疾驰，他独自一人冲向敌阵。牛头佣兵团的先锋发现了逼近的身影，有一名骑兵正在靠近，看起来是个骑士。另一名牛头战士嘲讽道：“一个人就想挑战我们全部，他疯了！既然他这么急着送死，那我们就成全他。”约翰挥动沉重的链锤，带起一阵狂暴的风声，链锤重重地砸在一名牛头战士的头盔上，鲜血飞溅。那名战士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，便倒了下去。约翰策马在敌阵中横冲直撞，所到之处人仰马翻。牛头佣兵团的士兵们惊恐地大喊：“这是什么？拦住那个混蛋！”牛头佣兵团的将领看着被打乱的阵型，保持阵型，他想破坏我们的冲锋态势，维持突破阵型，不要乱。牛头战士们重新集结，他们顶着压力继续向前推进。约翰勒转马头，该死，他看穿了我的意图。库马尔挥舞着战锤，大声吼道，以神圣矮人之躯的名义，集中注意力，看向前方。牛头佣兵团的先锋部队发起了冲锋，他们举起盾牌，准备迎接撞击。牛头佣兵团的将领高声下令，准备突破。约翰策马在侧翼观察着局势，他们要撞上了。库马尔怒吼着举起巨大的战锤，敲碎他们的脑袋。牛头战士挥舞着巨斧反击，金属撞击声响彻战场，火星四溅，巨大的冲击力将盾牌震飞，鲜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两支军队彻底厮杀在一起，阵型被突破了。矮人战士们惊恐的大喊：“他们冲进来了！”牛头佣兵团的战士们发出狂吼：“带着荣耀去死吧！”一名牛头战士挥动巨斧，鲜血四溅，战场陷入了一片混乱，金属撞击声与惨叫声交织在一起。牛头战士们凭借着巨大的力量优势，在矮人阵中横冲直撞。库马尔看着溃散的防线，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：“
库马尔迈开短促却有力的步伐，冲向敌阵中心。一名牛头战士举斧劈向库马尔，库马尔侧身躲过，顺势抡起巨大的战锤，重重地砸在对方的腹部。沉重的打击感传来，牛头战士的铠甲瞬间凹陷，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掀飞到半空。库马尔没有停下，展现出矮人将领惊人的爆发力。库马尔抡起巨大的战锤，带起一阵刺耳的破空声，重重地砸在一名牛头战士的胸甲上。周围的牛头战士们露出惊恐的神色，看着这名矮人将领在阵中横冲直撞。库马尔高声咆哮：“战士们！”他将战锤举过头顶，仿佛在燃烧一般，用敌人的鲜血竟是你们燃烧的武器。约翰策马在战场边缘观察，看到这一幕后感叹道：“哦，看来那边不需要担心了。”约翰露出自信的笑容。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……他看向战场中心最激烈的交火处，这场正面的硬碰硬，马蹄声急促的在大地上回响。约翰正单枪匹马冲向敌阵，一名牛头人士兵喊道：“有个该死的骑士冲过来了！”努美罗斯问道：“到底是谁？哪个无名小卒敢对百人长努美罗斯大人无礼？”另一名牛头人士兵回应道：“就是那个试图从侧翼突破我们阵型的骑士。”努美罗斯冷笑道：“真是个白痴，他大概是沉溺在英雄幻想里的疯子。”一名食人长走上前喊道：“努美罗斯大人，请允许我这名食人长去对付那个混蛋。”努美罗斯看向他说道：“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”食人长回应道：“感谢您，努美罗斯大人。”努美罗斯鼻孔喷出粗气，冷冷地注视着前方。得到许可的食人长举起重锤大喊：“努美罗斯大人，已经准许了，把那个骑士混蛋撕成碎片！”金属撞击声在战场上炸裂，火花四溅。约翰的剑光瞬间贯穿了防御，食人长甚至没能做出第二次反应，头盔便在重击下变形，鲜血从面甲缝隙中喷涌而出。骑士策马从倒下的尸体旁掠过，目睹这一幕的牛头人士兵惊恐地喊道：“食人长被干掉了！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马蹄声渐行渐远，只留下满地的狼藉和惊愕的士兵。骑士勒住缰绳，停在牛头人军阵前。他看着眼前的怪物，原来真的有米诺陶洛斯存在。看来坎提到的传闻是真的。约翰看向努美罗斯，大声问道：“喂，你就是这群雇佣兵的首领吗？”努美罗斯露出獠牙回应道：“从那匹马上下来。”骑士。约翰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这家伙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？”努美罗斯狞笑着说道：“等我把你切成碎片的时候，你的马可能会受伤。我很中意这匹马的神态，所以滚下来！”一名士兵喊道：“骑士先生，这就是你的死地！”旁边的士兵跟着喊道：“他的那双靴子穿在我脚上肯定正合适，那副盔甲归我了。”约翰翻身下马：“好吧，我也不希望他受伤。”他握紧手中的晨星锤，这匹马是以我兄弟的名字命名的，而且如果我赢了，我会用你的尾巴炖一锅汤，过来受死吧！你这个礼盒装的混蛋！努美罗斯愣在原地，礼盒装。约翰露出一丝冷笑，直视着眼前的强敌。努美罗斯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庞大的身躯猛然发力，他挥动巨大的长柄斧，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横扫而过。约翰在重击落下的瞬间跃起，身体在空中翻转，避开了致命的斧刃，巨斧砸在地面上，激起漫天尘土和碎石。努美罗斯紧接着顺势横挥，斧头再次划过半空，约翰轻盈地落在后方，稳住身形。努美罗斯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，挥动巨斧向下猛劈，约翰侧身闪避，巨斧砸在地面，碎石四溅。努美罗斯紧接着横向横扫，斧刃划破空气，带起阵阵狂风。约翰不断后撤，避开那致命的攻击范围。该死，这家伙的攻击距离太夸张了。努美罗斯没有给对方喘息的机会。约翰在斧影中穿梭，他很清楚，如果被那把斧头擦到一点，整个人都会被劈成两半。就在这时，努美罗斯的斧头再次呼啸而至，约翰眼神一凛，举起手中的武器准备应对。巨斧带起的劲风不断在耳边呼啸。该死，早知道就该把文章回收者带过来了。努美罗斯见状兴奋地大吼：“没错，别光顾着躲，就这样反击过来！”他再次抡起巨斧，斧刃在空中划出一道狂暴的弧线。我会赐予你一个配得上骑士身份的死法。约翰在斧刃落下的瞬间，俯身滑行，身体紧贴着地面掠过，避开了那足以将他劈成两半的重击。他在滑行中稳住重心，抬头看向努美罗斯露出的破绽。哦，有破绽！努美罗斯猛地瞪大眼睛，察觉到一丝异样。约翰在滑行中稳住身形，右臂猛然发力，手中的晨星锤带着破空声向上挥击，沉重的打击精准地命中了努美罗斯的胯下。努美罗斯挂在鼻环上的铃铛被震得粉碎，周围的牛头人士兵们整齐划一地捂住头盔。努美罗斯发出一声凄厉而扭曲的哀嚎，双眼几乎要从眼眶中蹦出来。他再也握不住手中的武器，沉重的巨斧脱手而出，重重地砸在地面上。努美罗斯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，双手死死捂住胯下。约翰没有丝毫迟疑，身形如离弦之箭般冲向努美罗斯。他高举起晨星锤，该结束了，牛头怪！与此同时，战场另一侧的骑士团发起了总攻，折断那些混蛋的铁脚，压制住他们。只要陷入混战，这些牛头怪就会处于劣势。他们不过是一群蠢货，用力量彻底压制住对手。阿甘特拔出长剑，看向身后的同僚们，说道：“兄弟们，让我们开始吧！神啊，请原谅我们！”阿甘特仰起头，将药水一饮而尽。战场上的牛头人士兵察觉到了异样，那些家伙是怎么回事？该死，他们是圣加兰托修道院的圣骑士！圣骑士们开始狂暴化了。圣骑士们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咆哮，狂暴的气息席卷了整个战场。
陷入狂暴状态的圣骑士们冲入敌阵，剑光如闪电般交错，瞬间将牛头人士兵的防线撕碎，鲜血与金属碎片在空中飞溅。阿甘特在厮杀中大声提醒道：“保持警惕！”一名牛头人士兵咆哮着冲向圣骑士：“你这个嗑药的疯子，我要碾碎你！”他高举重锤砸下，却被圣骑士轻巧地避开。紧接着，圣骑士的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银弧，瞬间切开了牛头人的胸膛。另一边，瓦利安在战场上疾驰，连续斩杀数名敌军，动作干练而精准。他停下脚步，看向身旁的一名圣骑士说道：“请站起来，阿甘特兄弟，还有很多人需要你的帮助。”阿甘特眼中燃烧着幽蓝的火焰，惨叫即是赞美诗，鲜血即是圣水，光芒将与我们同在。牛头人军阵中传出指挥官的嘶吼：“牛头人佣兵们，不许后退！努美罗斯大人会碾碎那个骑士混蛋，然后回来支援我们。”然而，在战场的另一端，努美罗斯正狼狈地倒在地上。努美罗斯发出一声短促的哀鸣，整个人瘫倒在尘土之中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约翰握着晨星锤，俯视着这头已经昏死过去的巨兽。在你死之前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英雄杀手！努美罗斯瘫坐在地上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狂妄了，骑士大人，请饶我一命吧。约翰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还要做炖汤呢，把你的尾巴伸出来。”努美罗斯流着泪，即便你杀了我，对你的名誉也没有任何帮助，骑士大人，因为我根本不是真正的米诺陶洛斯。他一边哭喊着，一边绝望地看着骑士，试图寻找一线生机。约翰皱起眉头，问道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”努美罗斯满脸冷汗：“我只是个半牛头人，我没有纯种牛头人那么强壮，也没有他们那么聪明。即便你杀了我，对你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就。”约翰沉默地看着他，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哼。他收起武器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成就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指什么。”约翰转过身，看向后方的队伍喊道：“那边的号角手！”一名缠着绷带的号角手急忙回应：“是。”约翰下令道：“去通知前面的人，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被击败了。”号角手紧张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骑士大人。”努美罗斯瘫倒在地上：“我们完蛋了。”约翰转过头：“还有你，这罐骨头汤赠品。”努美罗斯惊恐地抬起头：“什么？我吗？”约翰俯视着他：“我需要你为一件事做见证，你要说的只能是实话。”努美罗斯被吓得呆若木鸡，只能发出微弱的哀鸣。战场另一端，牛头人士兵们仍在拼死抵抗。“不许后退！努美罗斯大人很快就会来支援我们，在那之前，我们只要坚持住就行。”突然，一阵低沉而雄浑的号角声传遍了整个战场。一名牛头人士兵停下动作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一名牛头人士兵呆滞地望着远方，这不可能！百人队的队长竟然输给了一个骑士。库马尔扛着战锤，哎呀，真是太惨了！就我所见，你们的队长已经被我们的骑士彻底击溃了。库马尔高举起手中的武器，号角手吹响胜利的号角，这是这场战斗的第一场胜利。战场上爆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声，士兵们挥舞着兵刃，士气如虹。在凯塔纳贸易公司马塞尔分部，旗帜在微风中飘扬。伊昂快步走进办公室，执政官大人，有好消息，据说讨伐队已经赢得了首场胜利。维拉科停下手中的笔，我也听说了，巴托克的精灵骑士们干得不错。伊昂低下头，遗憾的是，我们与他们失去了联系。维拉科猛地站起身，你说什么？失去联系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精灵骑士不可能输给区区强盗。伊昂向他解释道，如果只是普通的强盗团，确实如此，但正如约翰爵士所言，他们是一群隐藏了身份的佣兵团。伊昂将一份文件按在桌上，这是刚刚送达的公文，请您过目。维拉科接过文件，伊昂继续说道，牛头人佣兵团已经交代了一切，他们声称这一切都是受安贝克男爵指使的。维拉科看着公文上的内容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如果是牛头人佣兵团的百人队长，你是说那个米诺陶洛斯？他承认了指控，意味着他被活捉了。这世上到底谁能做到这种荒唐的事？伊昂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，确实有人做到了这种荒唐的事。维拉科靠在椅背上，神情复杂地听着下属的汇报。维拉科看着手中的报告，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哼，那会是谁？